第6章，彻底停工期。在古印度的吠陀传统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所有的动都以静为基础，休养生息，活力四射，再休养生息，再活力四射。我们无论干什么，都需要这种动静结合的交替。这道理在运动和健身的时候最为明显。间歇训练让我们知道，运动的相当一部分好处，其实就来自身体在休息期间的自我恢复。我们也能在瑜伽中看到同样的现象，每次瑜伽练习最终都结束于身体的彻底静止。这在脑科学领域中也同样适用。白日梦、冥想和睡眠都能让大脑休息，并以此把新的信息和技能巩固在记忆里，还能使大脑以更健康的状态重新投入使用。大脑里至少有40个静息态神经网络，我们没法在本书中对它们逐一讨论，但要知道，就算我们休息下来，大脑也依然处于激活状态。这一客观事实就强烈表明，我们应该认真去对待休息这件事。我们认为，大脑的这种深度休息就是所谓的彻底停工期。我们很难去争辩说自己的休息和活动正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而且我们的文化氛围本就不怎么安定。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比起静静地坐着自己思考6分钟，有 64% 的年轻男性和 15% 的年轻女性宁愿选择自己给自己来点轻微的电击。对于无事可做，我们总是茫然无措。青少年、成年人甚至幼儿都没有足够的睡眠，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自省，这也进一步导致他们容易感到过大的负荷和压力。父母会形容自己忙疯了。与此同时，我们接待的孩子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感到压力重重，疲惫不堪。停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任何让人放松下来或恢复精力的东西的事物，比如园艺和阅读，其实都算得上。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需要彻底停工。彻底停工并不意味着就要打电子游戏、看电视、刷 YouTube 视频，给朋友发短信或参加有组织的体育项目与活动。彻底停工是指不需高度集中思想，也不带什么目的，单纯的无所事事。这可是我们能为大脑做的最有效果的事情之一。对大脑这个7×24小时运转着多任务处理的芯片来说，它是一剂重要的解毒剂，能有效解决思维分散与思维麻木的问题。彻底停工还能允许你处理积压已久的刺激。你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活动、任务和互动想象成不断落在你大脑上的鹅毛大雪，不消多久就制造出了绕不过去又难以跨越的一大片积雪。彻底停工就是一台能将它们均匀处理掉的除雪机，可以为你的生活做好准备，以便你能在光滑的表面上好好滑雪，从而避免因不均匀堆积的积雪导致的沟壑和偶尔的雪崩伤到你。在本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2种强大的彻底停工形式：白日梦和冥想。相较之下，睡眠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彻底停工期，因此我们将用整个第7章来探讨它在当下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为什么总引不起该有的重视。心智漫步，白日梦的好处。自从科学家开始研究大脑，他们就主要在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大脑在关注于任务或处理外部刺激时，究竟在干什么呢？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大脑在其余时间里的运作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神经科学家马库斯·雷切尔注意到，当我们专注于任务或目标时，大脑里的某些部分会变暗。1997年，他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一起分析了大脑的这些部分，并给它们命名为默认模式网络。直到2001年，雷切尔才发布了一项研究，而该研究披露了默认模式网络亮起的原因。大脑正处于警觉的状态，但不专注于具体的任务。过去这10年，雷切尔引领了一股新的研究浪潮，进一步发现那种能激活默认模式网络的分心时光，对于健康的大脑来说，绝对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只要一眨眼，默认模式网络就会被激活，而我们的意识网络也会暂时休息。哪怕仅仅是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呼出去，
这也对大脑恢复元气有帮助。一旦你的默认模式网络被激活，你就会思考自我，思考过去和未来，以及思考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于自我意识的培养都至关重要。相应的，如果你考虑其他人的经历和感受，那么这个过程对于移情的发展也很重要。在默认模式网络里，个人反思的所有重要工作得以执行，而这恰恰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的原因。它允许你去组织自己的想法，还让你有机会与自己对话。想象一下，你和一个对你说了2句重话的朋友吵了一架，在那喧嚣的一天里，你其实并没有机会仔细思考这件事，只是知道自己很生气。不过第二天早上你淋浴的时候就会想，这件事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昨天为什么要那么说我呢？也许他碰见了点糟心的事儿吧，我甚至都能感知到他具体是怎么想的呢？每次把场景在脑海里重现一遍，它的影响就会小一点。但是重现场景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不允许自己停会儿工，那你只能继续愤怒下去，而不会看到愤怒可能会进一步转变成什么。如果大脑是根据它的使用方式来发育的话，那除了思考自己和他人之外，我们如何才能进一步学着理解自己和他人呢？如果我们过度地在大脑里重现场景，或者这么做让我们感觉痛苦，并且我们陷入了负面的思维循环，那这就不是心智漫步了，而是思维反刍。这是截然不同的2个东西。而你真需要的是前者这种每天都有的没有压力的停工时间。如果我们心理健康，而且有着几分钟的停工时间，默认模式网络就会允许大脑主动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解决问题，并创立一些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这有一条关于默认模式网络的知识你要知道。你若专注于任务，它就无法激活。研究员玛丽·海伦·莫迪诺扬描述了2个交替发挥作用的大脑系统。1. 当我们从事目标导向任务时，被激活的是直面任务的外观系统。2. 不重视任务而重视休息的内观系统。当我们专注于需要集中精力的外部任务时，不管是对着地址找地方，还是积极学习努力备考，我们都会关闭我们的白日梦通道，也就是大脑里内观的部分。而当我们做白日梦时，我们外观并执行明确任务的能力也会消失。虽然我们的文化很重视做事不能虎头蛇尾，但研究一再表明，心智漫步还是很重要的。罗杰姆辛格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第一位认为心智自由漫步的状态实际上是我们默认心理状态的科学家。辛格在1966年的著作《白日梦》中进一步论证了白日做梦、想象和幻想其实都是健康心理中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涵盖了很多东西，比如自我意识、创意潜伏、对自我发展的规划、对事物与交互的意义认知、了解他人的视角、对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加以反馈，以及道德归因。而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我们所了解的啊哈时光。音乐家、畅销书作家和神经科学家丹尼尔·莱维廷强调过，当你处于心智漫步的模式，而不是以任务为中心的模式时，更有可能激发对事物的洞见。只有当我们让自己的心智漫步起来时，我们才能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物之间建立意想不到的联系。而这恰恰可以帮你解决那些以前似乎没法解决的问题。你的默认模式网络若能效率越高地加以切换，那你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就能做得越好。当你把自己拉出白日梦，重新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你的大脑此时就已经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了。
具有高效的默认模式网络的人，在包括记忆、思维灵活性和阅读认知相关的测验中都能表现更好。同时，能够高效地开关默认模式网络的人，往往也伴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就像有这么一个高效的压力阀门，在需要时能快速打开，还能在没有需求时快速关闭。在患有 ADHD、焦虑症、抑郁症、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的人群中，默认模式网络往往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比正常人更难在审视自己和面对生活之间来回切换，进而会引发过多的白日梦或过度的自我关注。人在反思自我的时候，要是不能有效地切换，一旦有什么外部事物需要我们关注时，脑子就会不够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无聊是一个极贬义的词语，人们经常相互竞争，比着看谁更忙，仿佛自我价值感就取决于忙碌的程度。这种所谓高生产力的认识也渗透到了孩子的思想中。想想典型的美国家庭，全家人开着车，而孩子总想要听点什么，看点什么，或玩点游戏什么的。他们忘了该怎么去看看窗外，闲聊一会儿，或发发呆。心理学家亚当·考克斯指出，在50年前，孩子在几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之后才有可能会觉得无聊，而现在的孩子只能坚持30秒。同时，大多数成年人哪怕仅仅花了4秒来把车停进车位，也会觉得有必要再看一眼手机。对于接受了过度刺激的青少年来说，无聊总令他们不安，但他们很适应接连不断的混乱。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少即是多，用安静的时间段替代充满着交互与活动的时间段。当你等公交或排队等医生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立即拿起杂志或开始看手机呢？你能否仅仅是在那里坐几分钟呢？当你开车、健步走或跑步时，你是在听 Spotify 呢，还是在听播客？你又能否倾听一下自己的想法吗？这时你会想点什么呢？由于刺激无处不在，我们才更要关注停工期。虽然远足或露营可以给纷杂的生活喘息之机，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主动的抉择，放下或关掉我们的手机。在读完这一章后，我们真诚地期待你能有这样的改变，允许你的孩子有什么都不做的时间。有时，很多父母与新技术分享着同一个毛病，无孔不入。奈德接待过的最优秀的孩子之一，同时也是个压力最大的孩子。他深刻地表达了许多孩子都有的一种感受：我只想有那么几个小时自己的时间，我就想做点我想做的事，什么也不干，就待着。但我一有点空，我父母就会赶紧把它填上。你不应该多为考试做准备或学点什么吗？家长给他们安排得满满的，以确保他们能够跟上其他孩子，不会浪费时间。但实际上，做白日梦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儿童心理学家林恩·弗赖伊建议父母在暑假开始时，要陪着孩子一起，让他们列出他们在闲暇时自己喜欢做的所有事情。一旦他们抱怨说无聊了，那就可以参考他们列的单子。他们自己必须弄清楚自己该怎么度过光阴，而不是由着父母来安排。这样，他们就可能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究竟想成为谁。学会忍受孤独，进而能够享受独处，这是童年时期要学会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我的儿子马修过去总被人说心不在焉。他4、5岁的时候，全家人在他上学前一起吃早餐。我透过报纸一瞟，就看到马修盯着面前那碗麦片，神游天外了。你干啥呢？我问。在听声音，马修回答。哦，好吧，我说。我感觉周围很安静，所以我会有点困惑。你能赶紧把麦片吃完吗？当然了，
马修说。但1-2分钟后，他还是没回过神来。你听啥呢？我问。我其实挺忧心，这种状态毕竟持续的有点久，还导致他迟迟吃不完麦片。我脑子里有首歌，他说。那段时间，类似的事发生过很多次。当时我打断了马修的遐想，是因为我带着一种成年人的观点，坚持认为抓紧把他送到学校会更加重要。但现在的研究表明，马修的白日梦可能与孩子的其他想法一样，对于儿童认知发展同样非常重要。如今，每当我的朋友问我马修怎么就培养出了杰出的音乐能力，我都会想到那些白日梦，真可谓好处多多。冥想的心灵。在最近的一个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组织的工作坊中，邦尼·朱克介绍了一些焦虑症的治疗方法。他问台下的300名专业人士是否会定期冥想。举手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朱克博士随后说，冥想其实非常有用，所以我要求在座还没有学着冥想的人要学会怎么冥想，然后在1年内打个电话给我，跟我讲讲冥想如何改变了你的生活。我们完全同意朱克的说法，练习冥想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世界的瞬息万变诱发了更多的愤怒与恐惧，并且生活节奏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快。这也让我们能简单独处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儿童和青少年很少找父母帮他们找个教冥想的老师，但有研究表明，如果儿童和青少年经常练习冥想，那冥想就会同样以作用于成人的方式让孩子受益。在本节中，我们将简要讨论正念和禅定，这是2种最常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冥想形式。我们还会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建议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设立冥想时间。正念。卡巴金是一位科学家，在普及正念以及增强正念的科学性方面，他开创的正念减压疗法 MBSR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将正念定义为一种有益的、不加评判的对当下的觉察。基本的正念冥想练习之一，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并关注随呼吸出现的思绪。其目标就是要不需评价与反应的专注于即时体验。你可以因此监控自己的想法，以及你对这些想法的反应。其他的正念练习还包括扫描身体里的压力区，以及正念进食和正念行走。一些正念练习还鼓励培养道德与价值观，比如耐心、信任、接纳、善良、同情和感恩。正念有很多种形式，心理治疗师可以用它来帮助孩子学着调节自己的情绪。也已经有学校开设了像格尔迪霍恩的 Mind Up 和 Mindful Schools 这类课程。而这些课程已经为加州奥克兰的低收入小学的学生提供了正念教育。学校中的正念基本包括冥想引导、可视化练习、肯定练习、呼吸练习、正念瑜伽、音乐练习，以及能促进积极的自我表达的写作和视觉艺术方面的练习。由于正念这个概念囊括了广泛的实践形式，因此从学前班到大学的学生都能练习正念。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目前就正在研究如何向4岁儿童介绍正念练习。关于正念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有研究表明，这些练习可以降低学生的压力、攻击性和社交焦虑水平，并改善一些执行功能，比如行为意志水平和工作记忆水平，同时也能让学生在数学领域中表现得更好。对成年人的研究也展现出一些在大脑激活层面，甚至在基因表达方面的变化。正念影响了一些特定基因的表达开关。
我们最近跟纽约大学的应用心理学教授、著名的心理学者乔什·阿伦森聊了聊。在本书中，我们也引用过他的一些研究成果。阿伦森目前正在让纽约市中心学校的弱势学生使用正念软件头脑空间，并对此加以研究。他告诉我们，只要练习20天，孩子就会报告说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经历。有的学生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处于自己的身体之中能让他感到舒服，同时也开始在大自然中看到了有美感的事物。一个男孩报告说，在他上学的路上，他以往一般都会这么想：我会遭遇毒贩子吗？我会招惹上警察吗？我会被警察拦下来吗？我会挨枪子儿吗？我考试能及格吗？我的朋友考试能及格吗？我们的未来有希望吗？在做了10天冥想练习之后，他说他第一次注意到，原来阳光灿烂，好日子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在学着冥想之前，我一直抬不起头，他这么说。阿伦森主张把冥想纳入学校日常工作，这样他未来也就能进一步成为社会组成的一个环节。如果有孩子在做冥想，那大多数孩子就会喜欢上冥想，而一旦大多数孩子掌握了这个技能，他们就可以从中受益。禅定，我们2人都练习禅定 TM。 冥想者都有一段箴言，那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声音组合。倘若练习者默默地重复他的箴言，心灵就能安定下来，也会体验到更平和的意识状态。最终，箴言会将禅定者引向心灵海洋的深处，那里处于彻底的平静之中。你将抵达一个没有思绪但充满警觉的地方，这是禅定中超然的部分。你完全超越了思维的进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尽管超然是无所为的一种缩影，但经过40多年的研究发现，这种深刻的、安静的身心体验可以改善身心健康，甚至提升学习水平和成绩表现。禅定把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带入的生理状态被称为宁静的警觉。它不同于睡眠和简单的闭目养神。有许多研究发现，禅定可以让身体在几个重要方面深度放松，其效果甚至优于睡眠。而这种深度的休息能让神经系统从压力和疲劳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得以恢复。禅定还能让应力响应系统更加高效，这样人既能对压力源做出快速的自适应响应，同时也能更及时地关闭响应。拥有了更有效的压力反应系统，年轻人就更能想得开，恢复元气也就更快。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压力应对的速度可因禅定的影响提高2倍，也因此会进一步提高抗压能力和抗挫能力，而这2者都是学业、事业和生活成功的有力预测因素。伴随着宁静的警觉，脑波活动的连贯性显著增加，而这又与提升注意力、记忆力和抽象推理能力息息相关。阿尔法波是一种与放松相关的相对缓慢的脑电波。比尔曾在田纳西大学接受过生物反馈的训练，训练的一个内容就是把某个人连接上电子传感器，这样就能看到他的脑电波。当时传感器紧紧贴着比尔的头颅，他还被要求闭上眼睛。3、4秒后，负责监视他的医生说：“我的天哪！”比尔睁开眼，问：“怎么了？”“没什么。”医生说，“你闭眼的那一刻，突然出现了一段非常漂亮的阿尔法波。”比尔告诉他，他本人已经练习了25年冥想。医生则回应他：“难怪。”这证实了比尔这些年的冥想真的导致了大脑在功能上的变化。比尔曾经是那种很有压力感的人，
所以他自从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对此深信不疑。多年来，对禅定的研究表明，每天2次，每次冥想10至15分钟的孩子，会体验到压力水平、焦虑水平和抑郁症状的显著下降，同时也会更少地表达出敌意与愤怒。同时，他们也睡得更好，思维变得更有创造力，健康水平增高，自尊水平提升，并且有更佳的校内表现。在认知和学业技能测试方面也做得更好。虽然禅定本身并非要对心灵加以控制，但它还是提升了练习者由内而外的控制力。这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让大脑不断自我更新来实现的，因为这么做能让大脑保持良好状态。禅修同时还能降低人们感到不堪重负的程度，让我们的思维能更有效地运转，并提高我们应对挑战的水平，还能赋予我们信心，以迎击生活中那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在城市中那些欠缺资源的中小学里，不少学生的生活其实充斥着暴力、恐惧和创伤，而执行静谧时光，让学生每天2次，每次冥想15分钟，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冥想对孩子有益处，但我们并不认可要强迫学生去冥想。强扭的瓜不甜，同时也不符合我们在本书中提及的理念。根据我们的经验，许多年龄较大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会自己主动去冥想，只要他们接受教导，把冥想视为可以减轻他们身体或情感上的痛苦，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的工具，或者认为冥想是全家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来自同伴的认可对青少年而言举足轻重，所以要是能得到其他年轻人的支持和认可，他们就更有可能定期的冥想。我们建议你可以跟孩子谈谈冥想这个话题，并邀请他们一起来学习。如果他们对此产生了兴趣，那就让他们好好尝试一下。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讨论冥想的好处，或者找一位懂冥想的儿科医生或熟人来跟孩子聊聊。你还可以帮家里的青春期孩子一起考虑一下，怎么把冥想练习纳入他们的日程安排里，并在开始试着冥想之前给予孩子彻底的支持。你也能帮着孩子去识别冥想所带来的变化，而这将有助于他们掌握自己的冥想，并鼓励他们坚持日常练习。为了避免依我所言勿妨我行的窘境，我们也建议你自己先尝试一下冥想，再邀请孩子加入进来。以上就是你所能为此做的一切了。比尔的儿子长到10几岁的时候，他问过比尔是否对他不想冥想这事感到失望。我当年没学冥想，因为我父母就没冥想过，比尔告诉他。后来我学了，是因为我喜欢。如果你不喜欢，那也不用强求。当比尔第一次去探索该怎么冥想时，他就被告知了无所为才能有所得的道理。比起疲惫和紧张的大脑，得到了深度休息的大脑才能更有效的工作。当时他并不觉得冥想会浪费时间，不过同时也不认为冥想就能节省时间。但他很快意识到，哪怕他每天只做2次20分钟冥想，也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后来的42年里，他也一直身体力行着。每天他完成所有客户的接待后，要做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归纳整理相关文件和测验材料。如果他之前没做冥想，那整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30分钟。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要在存储文件的区域来来回回5、6次来规整东西。如果先做过了冥想，他通常只要跑2趟就够了，10分钟他就能搞定。同时，冥想所带来的高效率与清醒的头脑还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这可不是魔术，它的确注意力更敏捷，思维更有效，
失误也更少了。19岁的大学生伊丽莎白来我办公室做过一次测试，当时她上大一，学业上的问题很大。她报告了在2年前她在父亲去世之后深陷于创伤之中，随后就有了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表现。她承认自己有着轻度抑郁的症状，而频繁吸食大麻和睡眠障碍问题让她没法好好上课，好好学习。讨论中，我向伊丽莎白建议，她可以考虑将大麻代之以禅定练习。因为冥想可能会在免除抽大麻烟所能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的同时，帮她安抚思绪，改善睡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疗愈因丧父带来的痛苦。她同意试一试，于是她戒了15天大麻，开始定期练习冥想。很快，她就注意到自己内心的感觉更加平静，也睡得更好了。没过几周，她就注意到自己变得更快乐了，还开始渴望去追求她真正的激情所在——视觉艺术。据她以前一起抽大麻的烟友讲，伊丽莎白似乎能从冥想中体验到那种天然快感。随着她渐入佳境，她开始学习社区大学里的课程，重建自己的学术规划，还志愿担任当地艺术学校的助教。她敦促自己的母亲也学学禅定技术，来帮她处理自己的悲伤问题，甚至还考虑做一个教人学禅定的老师，以便让更多年轻人学会冥想。伊丽莎白最终决定转到另一所大学，那里有着一流的视觉艺术学习项目，而她目前既有精力又有热情，正接受着系统的教育和专业的培训。比尔，父母经常问我们什么？我孩子的老师说，他在学校总是发呆做白日梦，这算不算注意缺陷障碍？患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孩子，如果对课堂上的内容不感兴趣，的确会广泛的走神发呆。如果你孩子的老师说孩子比其他同学做白日梦的情况更严重，并且会担忧孩子可能有无法专注、行为无序，对于布置的课堂任务完成起来有困难的问题，或者孩子容易冲动，以及总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那么请联系专门的儿科医生，并考虑做一个 ADHD 的可能性评估。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有焦虑问题？他老做白日梦，我还听说爱发呆的孩子其实都很焦虑。那些经常做白日梦且没有注意缺陷障碍的人，通常有2种情况：他们对自己身边的世界不满意，所以更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的脑海中。当下发生了某件事，或者他们害怕即将发生的事，于是选择停滞不前。大多数做白日梦太多的孩子也会表现出其他焦虑症状。如果你觉得孩子发呆频繁，但没看到其他任何的焦虑迹象，例如睡眠困难、身体不适、头痛、情绪激动、过度完美主义、过度关注外界评价，那么就不需要太刻意关注。禅定与正念哪个更适合孩子用？二者很难直接比较。禅定有一个高度标准化的程序，而正念从教学到实践都包含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尽管如此，我们的普遍看法还是这2者都能让孩子大大获益。正念练习可以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自我理解与自我调节的重要工具，而且他们还可以每天都用上一用。它还能帮孩子培养善良的品质和同情心，因为生活的压力让年轻人越来越难体验到同情和利他，所以这2者如今也越来越重要。至于禅定呢，我们相信它所引发的深度休息下的警觉状态非常有价值，并且每天2次的禅定练习也能降低压力水平和焦虑水平，改善学习状态，并有助于营造积极的学业氛围。从实践的角度出发，
正念对孩子而言是一件如虎添翼的事，他学起来不费劲，甚至幼儿也能学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全国许多学校都开设了正念练习课。此外，学生也没必要专门跟导师学习正念练习，他们自己就能练得不错。禅定则是一种有训练有素的导师教授的标准化技术，这也意味着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学校实施。然而，禅定只能由经过认证的教师传授，它的学习成本通常更高，静谧时光课程甚至更有挑战性。不过，令人鼓舞的是，大卫林奇基金会和其他捐助者已经筹集资金，开始让全国各地资源不充裕的学校里的数千名学生能够学习和练习禅定了。虽然禅定、正念和白日梦对于发育中的大脑至关重要，但彻底停工期的最重要形式，我们这么多生命活动所依赖的基础，还是我们应该花去生命中的1/3去做的事情——睡眠。今晚怎么做？在白天找个机会，让你的思绪徜徉。这可能意味着只是静静地坐几分钟，看看窗外，瞅瞅云朵。这也可能意味着做点你能无意识完成的活动，让你体验到与自己在一起。全家人讨论一下关于放下所有的事，以及给自己真正空闲的时间，以及这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他们愿意听你讲，那么告诉你的孩子，只有当他们没有专注于任何具体事物的时候，才能真正去思考自己和他人。同时也跟他们讲，当一个人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发散时，经常会有所洞察，并且人也需要彻底停工来巩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问问你的孩子，你觉得你有足够的时间留给你自己吗？没在学习，也没在运动，更不是发短信或与其他人交谈。你有足够的类似这样的时间来自己静下来独处吗？如果你的孩子回答没有，那么帮他一起想一想，这样他可能就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几次静静地坐着放飞思想的机会了。和孩子一起投入思考，面对挑战，争取足够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下次开车时，如果带着孩子，不要急着听音乐、放视频、玩手机，先忽略这些科技产品，而是说，你介意我们花几分钟欣赏风景吗？考虑自己学习一项冥想。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有一个正念中心，有很多资源。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也有相关资源。你还可以访问禅定网站。如果你对禅定感兴趣，那可以到身边最近的机构听听介绍性的讲座，同时问问你上中学的孩子是否愿意同往。你还可以让你的孩子了解到，有几十位练习和认可禅定的名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很受青少年人群欢迎的明星。目前有凯蒂·佩里、凯莎·玛格丽特·乔和休·杰克曼，这样便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如果你对正念感兴趣，可以尝试与孩子一起使用练习正念的应用程序，例如 Headspace 或 MindYeti。在有压力时，这些软件特别管用。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可以看看劳伦·奥尔德福的书《正念猴子与快乐熊猫》和伊莲·斯奈尔的 CD 书套装《像只青蛙好好做》。第7章，睡眠，最彻底的停工期。20世纪初，美国的成年人每晚都能睡9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而电力和科技的普及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已经比当时平均少睡了2个小时。有睡眠专家说，如果你白天会困倦，或者需要摄入咖啡因让自己挺下去，那你就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你需要设个闹钟叫醒自己，那你就还需要更多的睡眠。照这个标准来看，恐怕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处于严重缺觉的状态。在我们见过的青少年中，大多数都跟我们说过，他们上学的时候，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很疲倦。
事实上，有一项关于青少年睡眠模式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5岁及以上的青少年中，超过 50% 每晚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而 85% 的青少年睡眠少于针对他们的常规建议量8到10个小时。14-15岁似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学生的睡眠量在这个节骨眼开始变得严重不足。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就是智能手机加剧了睡眠剥夺问题之前，儿科睡眠研究人员玛丽·卡斯卡顿发现，他研究的青少年里有一半平均每晚睡7个小时，他们早上都很累，同时脑电图看起来很类似嗜睡症的患者。虽说这个问题在青少年人群中最严重，但比尔测试过的很多幼儿园学生和小学生每天早上也是哈欠连天，还说他们自己早就习惯了这种总觉得很累的状态。孩子在幼儿园能学到食物搭配金字塔，卡斯卡顿博士说，但根本没人教他们生命金字塔的基座其实就是睡眠。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休息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和昆虫都会睡觉，哪怕是果蝇也不例外。如果你让果蝇摄入咖啡因，它就能疯狂地跳上几个小时，但它最终还是会崩溃，并以睡懒觉的形式来弥补缺失的睡眠量。如果你不让实验室里的老鼠睡觉，它们很快就会死掉，就跟你不让它们吃东西死得一样快。睡眠可以优化大脑和身体的机能，如果没有睡眠，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因为睡眠不足，你的控制感会减弱，而你越累，就越难爬上床去睡觉。这么一来，再多看一集国土安全就更有吸引力了。这样一来，你抑制自己狂看 YouTube 的能力，以及阻止自己玩手机的能力就会逐渐消失。同时，在你疲惫不堪的时候，你也更可能都晚上11点了，还要吃下一整杯冰淇淋，而非选择在早上9点神清气爽的时候这么做。睡眠不足的确助长了我们的坏习惯，从表面上看，这问题似乎很容易解决。但睡眠缺失的怪圈实际上很难被打破，因为如果你累了，就会更加焦虑；如果你焦虑，你就会更难入睡。这不是个小问题，因为睡眠可以说是对大脑健康发育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了。许多父母都意识到了睡眠的重要性，并希望了解如何才能帮孩子获得更多睡眠。但事实不尽如人意，因为父母根本就无法控制孩子有多少家庭作业要完成，学校早自习的上课时间，或者孩子的某场足球比赛。直到晚上8点才能开球，但让他们急得直薅头发的最大原因是，父母没法让孩子说睡就睡。我们将深入研究这些困境，但首先让我们解释一下睡眠为何有助于增强人的控制感。睡眠和大脑，我们俩人都挺喜欢睡觉的，尽管我们自己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但仍然时刻注意要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获得充足的睡眠。我们对睡眠的这种关切源于这样的基本认识：好睡眠是一切活动的基础，这就跟房子的地基一样，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它既不很性感，还很无趣。但如果没了它，崩溃就不远了。如果让薄弱的地基搭配上多雨的冬天和潮湿的地面，那迟早要出事。睡眠就是大脑的食物，所以夜晚来袭，而你打算熬会儿夜，以便多回复一封电子邮件，或者女儿恳请你允许她晚睡一会儿，那么请想想睡眠的重要性吧，并跟你的孩子谈谈，再来做出最终的决定。缺觉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压力，而根据压力领域的重要研究者布鲁斯·麦克尤恩的说法，缺觉与慢性压力对身心产生的影响非常相似。这些影响包括更高的皮质醇水平，对压力有过激反应，更高的血压以及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效率降低。缺觉还会导致炎症，影响胰岛素的分泌，降低人的食欲，
也会让人情绪低落。麦克尤恩发现，对年轻人来说，慢性的睡眠不足跟急性的睡眠剥夺会产生同样的恶果。对于17、18岁的孩子来说，在6周内每晚睡4到6个小时和3天没睡眠的情况下，在认知任务上的表现没有差别。在我们的压力反馈系统正常运作时，早上醒来时皮质醇水平最高，而晚上睡觉前最低。皮质醇有助于让你获得起床所需要的那种力量，但在高度紧张的人群中，这种运作模式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他们在夜深以后试图安定下来好好入睡，皮质醇水平会很高，而当他们早上试图起床时却处于很低的水平。许多睡眠不足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情况。缺觉还会严重影响情绪控制的能力。如果你睡眠不足，杏仁核会对让人情绪波动的事件更敏感。这类似焦虑症患者的大脑活动。我们认为青少年身上的许多负面特质，比如打不起精神和判断力水平低下，实际上可能就是缺觉导致的。奈德曾温柔地问过学生，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真的很累的那天，往往你妈妈也特别唠叨，而你最好的朋友也老招惹你。这就是因为缺觉降低了你的灵活性，削弱了你在宏观层面上看待事物的能力，也削弱了你的判断力。睡眠不足的青少年也更有可能摄入咖啡因、尼古丁、酒精和药物来应对情绪波动。而他们本可以通过获得足够的睡眠来更有效应对这个问题的。缺觉就像一颗消极炸弹。根据杰出的睡眠研究者罗伯特·斯坦格尔德所说，他进行过一项研究，其中一半的受试者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过觉，而另外一半休息得很好。当他们看到正面、负面和中性的词汇时，会被要求评价自己的情绪。经过2夜的恢复性睡眠后，他们接受了突然安排的记忆测试。那些来自好好休息小组的人能回忆起超过 40% 的词汇，并且相当均匀地保留了正面和负面的单词。反观那些睡眠不足的人，他们记住的词汇更少，而且记住的更多是负面词汇。他们对正面词汇的回忆下降了一半，而负面词汇减少了 20%。 这个结果表明，当你被剥夺睡眠时，你对消极事件的记忆能力能达到对积极事件的记忆能力的2倍。斯坦格尔德总结说，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有偏差的，并且可能还很令人沮丧的对这一天的记忆。与慢性压力一样，对于那些本就容易患焦虑症和情绪障碍的儿童来说，缺觉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若你没有睡够，前额皮质和杏仁核之间的联系就会减弱，好比你的领航员睡着了，但你的斗师战士还醒着。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和其他精神病综合征中，都能看到前额皮质和杏仁核之间失去了连接。同时，睡眠不足和抑郁状态之间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与睡眠良好的同龄人相比，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的男性和女性得严重抑郁症的可能性分别是前者的 2.5 倍和5倍。如果使用 CPAP， 一种能让你的呼吸道在夜间保持畅通的装置，则可以显著缓解抑郁症的症状。女孩在青春期后患抑郁症的风险会增加3倍，这也可能与她们在这个年龄段更难获得足够的睡眠有关。缺觉还很伤身，它会影响血糖调节，进而导致肥胖。对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儿童的研究发现，每晚睡眠时间少于8个小时的孩子的肥胖率，要比能睡上10个小时的孩子高 300%。在休斯敦，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显示，每天少睡1个小时，孩子患肥胖的概率就增加 80%。缺觉也会让孩子更容易生病。
因为免疫功能也受到影响。缺觉也会导致能杀死癌细胞的体内细胞明显减少，以至于美国癌症协会已经把夜班工作归类为可能的致癌因素之一。睡眠对学习也至关重要。对学习来说，几乎没什么能比休息更重要的了。简单的说，在一个人睡了8个小时之后，让他学习4个小时，那可比在他睡了4个小时后让他学习8个小时更有效。只要有一点缺觉，人的思维能力和认知表现就会受到影响。在一个研究轻微睡眠限制的实验中，一些6年级的学生被要求比平常早睡1个小时或比平常晚睡1个小时，并坚持3个晚上。那些睡眠时间比其他同学少35分钟的学生，在认知测试中表现出了4年级学生的水平。他们实际上因此丧失了2年的认知能力水平。想想我们睡觉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吧。大脑会重放一天的经历，从皮层到海马体反复发送信号，用来整合和巩固记忆。最近学到的新东西会在屏幕上播放，让它能更深入地渗透进大脑，并将其与过去学到的其他知识结合起来。睡眠可以刷新整个大脑，并提高大脑的专注度，让它调整到最佳状态，投入新的学习。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科学家看到了被称为睡眠定子的短时间电活动，它能帮助大脑将信息从海马体内的短期存储位置移动到脑皮质中的存储长期记忆的地方。这种所谓的慢波睡眠有助于巩固新的记忆，并保存我们学到的信息。睡眠专家马修·沃克将其比作按下了存储键，电波从大脑的一部分传播到另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缓慢同步的吟唱。这有助于把大脑不同区域的信息串起来，并赋予它们彼此间的联系，编织出一套挂毯一般的信息结构。在罗伯特·斯坦格尔德对睡眠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参与者在3天时间里玩了7个小时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在刚刚入睡就被唤醒的时候，有 75% 的人报告说他们体验到了游戏的视觉图像。这表明大脑在睡眠期间还在继续掌握玩俄罗斯方块的技能。斯坦格尔德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在学习和完成新鲜事物后就睡觉的人，比那些在完成任务后熬夜的人，在第2天能回忆起更多的内容。就算你已经不是高中生了，也要了解睡眠对学习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去年春天，比尔决定在妻子斯塔尔的鼓励下学习希伯来语，而他已经学习了几年。比尔在早上上班前会学几分钟，在第1周还取得了不错的进步。有天晚上，斯塔尔建议他们2口子晚上8点45一起学希伯来语。比尔当时觉得状态很好，可以轻松地对话交流，弹吉他，并跟同事讨论来访者的病情。但结果到了那个时间，他发现自己已经太累了，根本没法学习。他慢慢地在自己工作簿的第1行里写出了几个由3个字母组成的单词，然后开始写第2行。他努力了几分钟来破译一个看上去又新又难的单词，可回头看了眼第1行后，才意识到第2行的词与第1行的词其实完全相同。他太累了，于是写完就忘。在晚上8点45这个时间节点，他正试图用一个只能发挥 10% 功能的大脑来学习。如果必须要学会这些新单词，那在他看来很可能要耗上几个小时。可他要是先睡上一觉，明早再开始学，他有信心20分钟内就能搞定。然而，对许多学生来说，他们恰恰就是伴着如此低效的心理状态，完成了大部分学习任务。睡眠和成绩互相有影响，这一点都不奇怪。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学生的自我报告中，
睡眠时间缩短与学习成绩下降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学校只要稍微把上学时间调晚一点，就能减少缺勤和迟到的情况。学生也不太会在校内打瞌睡，还能改善学生的情绪状态和学习效率。根据凯拉·瓦尔斯特隆最近取样了9000名高中生的一项研究，上学时间若被推迟到上午8点35及以后，学生的成绩就能提高1/4。瓦尔斯通说，越迟上学效果越好。当你把学校的上学时间从7点30改为8点30时，比起从7点30改到8点，你能看到更明显的效果。一旦得到休息，当你休息得很好，而且没什么压力时，前额皮质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调节你的情绪系统。如果你睡得不错，前额皮质和其他系统之间的联系就会得到更新与加强。我们那可靠的领航员才能接手调节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每隔一段时间，奈德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孩子，他不仅能考最高分，而且在校外活动中还表现出色。同时，他们也很开心，没什么压力。当他问及他们的睡眠规律时，这个学生会说，没错，我天天10点就上床睡觉去了。我这个人一累就表现不好。当然，这些孩子可能本身就更有效率，更爱学习。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并在合理的时间睡觉。但更有可能是这样，他们效率高，爱学习，那是因为他们休息得很好。简而言之，一睡解千愁。快速眼动睡眠 REM 能带走情绪体验中的痛楚。当我们处于 REM 睡眠状态时，大脑中是没有任何与压力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的。一天24小时，只有这点时间能这样。根据马修·沃克的说法，在 REM 期间，大脑会重新激活情绪和有问题的记忆，并在无神经化学物质干扰也没压力的环境中，通过反思性的梦境将它们存入脑海。古老的说法背后也有科学支撑，睡眠真的让明天早上起来就没事儿了。在一夜好眠之后，每个人都会体验到更强的控制感，但关键的一点是，要想入睡，你必须先撒手，你必须放弃刻意的控制，才能睡得着。显然，你不能替别人做到这一点，那么你怎么才能帮你的孩子获得足够的睡眠呢？睡眠障碍有很多种，我们也有必要仔细罗列一下这些障碍。同时，孩子的年龄不同，睡眠上的挑战也相应的有很大差异。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将本章的其余部分用于解答我们最常听到的由父母提出的问题：我的孩子究竟需睡多久？一般来说，学龄前儿童每天需要10到13个小时的睡眠，6到13岁的孩子则需要9到11个小时。对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来说，需要8到10个小时。年龄在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需要7到9个小时。以上这是大概的一个指南。世界顶级儿科睡眠研究人员之一朱迪斯·欧文斯表示，与其他大多数人类需求一样，人群对睡眠的需求可能也是呈中型曲线分布的。有些人需要多睡会儿才能更有效地投入工作或学习。要确定你的孩子是否有足够的睡眠，不妨考虑一下这些问题：他是不是靠自己就能醒过来？他白天累不累？他在白天会不安或烦躁吗？你可以依靠以上这些注意事项来指导自己去帮孩子获得所需的睡眠量。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要不要因为睡眠问题去看医生？父母应该注意一些常见的睡眠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失眠，以及跟睡眠相关的呼吸问题，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如果你的孩子打鼾、入睡困难或者觉不深，那你应该咨询一下儿科医生，如有必要还要咨询睡眠专家。这是为了排除一些像哮喘、过敏、扁桃体或腺样体增大这样的生理因素。要知道，这些问题同样也会干扰孩子的睡眠。
对于年仅4、5岁的儿童来说，也照样可能出现失眠的问题。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失眠其实非常普遍。睡眠相位后移综合征也很多见。这些孩子不到深夜1、2点就不觉得困，并且他们的生物钟也需要重置。同时，失眠常常与注意力缺陷障碍和自闭症有关系。你还需要排除掉压力、焦虑或抑郁对有睡眠障碍的儿童的影响。如果你的孩子并没有 ADHD 或自闭症，但依然无法安顿下来好好睡觉，或者需要房间里的成年人来帮他入睡，那么这是一种病根在行为层面的失眠障碍。早期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有效，因此你可以求助于认知行为治疗师或睡眠行为问题专家。我认同睡眠的重要性，但学校这么早就上课了，而我女儿的课外活动再加上家庭作业又让她没法早睡。我也不想让她放弃她很喜欢的那些课外活动，那我能做什么？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担忧，也亲眼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奈德的一位叫做凯莉的学生是个大学生，同时参加3个运动队，还预修美国历史、英语和微积分这3门课。他妈妈就很担心凯莉会睡不够觉。你掺和的事儿挺多呀。有一天，奈德对凯莉说，干得怎么样？还行吧。凯莉耸了耸肩，可我真的很累，人也非常紧张。我能理解，奈德说，我感觉你妈妈特别关心你是怎么适应这些挑战的。我出于好奇，想问一下，你通常什么时间睡觉？一般都凌晨2、3点吧。哇，你能跟我说说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吗？你既要当个好学生，又要当个优秀运动员。我知道你全力以赴要做到最好，但你这睡得也太少了。我一般要做5个小时的家庭作业。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提前休息一下，稍后再做作业，就能更快地完成。也许你4个小时就能写完作业，而且还能多睡会儿。但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再忙也不至于能忙到凌晨2、3点吧？我要做的事有很多。他说，除了3个校运动队之外吗？你还有什么可忙的？来，我给你捋一下。我参加了好伙伴项目，还参加了模拟联合国，而且我还领导着全校的社会行动计划，我还是校荣誉委员会成员。我同时也是学生大使、学生辅导员以及朋辈导师。我还要接受治疗。我在俱乐部玩长曲棍球，并且还参与了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锻炼身体的项目。我们都希望把每件事都完成得漂漂亮亮，但在凯莉所要学习的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一件恐怕是该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奈德表示，他不能直接告诉他某件事他不应该参与，但因为贪多嚼不烂，他参与每项活动的次数都不多。高效生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你明白自己无法面面俱到，同时应该知道你自己的幸福感必须排在首位。对于像凯莉这样成绩优异的孩子，或者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孩子，奈德经常会跟他们说点这样的话来给他们加油打气，你也完全可以拿来用。我知道你特别尽职尽责，你承诺了很多，也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失望，所以你就会开始熬夜，更加努力地完成所有工作。但这么一来，你其实牺牲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要是长期疲惫，那你就无法保持最佳状态。有件事你不知道，那就是你不必在所有方面都做得比别人好。你需要找出你想专注的东西，并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如果有一个课程你不喜欢，并且你也知道你为它耗掉那么多时间真没什么性价比，那么当然可以考虑去掉一个兴趣班，或者降低一点要求，把时间重新投入到自己身上吧，比如睡眠以及那些对你真正重要的课程或活动中。如果你拒绝了某个机会，不要把它看作辜负了别人，其实你是给了别人一个让他们成长的机会。
我跟我家10几岁的儿子说他要多睡会儿，但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睡足我要求的9个半小时。他说自己感觉很好，而且他大多数朋友也每晚睡不足7个小时。那我怎么知道他真正需要睡多久呢？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孩子在青春期后，睡眠经历了正常的相位移动，结果就是大多数孩子在差不多晚上10点45之前都无法入睡。让问题更复杂的是，青少年对光的影响更敏感，并且还会在夜间更多的使用电子产品。对于青少年而言，最关键的是要带着尊重跟他们好好谈，因为不想听父母念叨，你看我跟你说过吧。很多孩子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睡眠模式。我建议用下面的话来接近主题，并验证一下孩子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这么说，你可能没错，你也的确可能是那些能比大多数人睡得少的孩子中的一员。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想支持你，为自己做个明智的决定。正如睡眠专家和要么睡要么输一书的作者海伦尼·埃姆塞勒所言，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如果10几岁的孩子本人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睡觉时间表，或者白天也不怎么疲倦，那么逼着让他们接受改善睡眠的干预措施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首先假设你家孩子已经知道疲惫是什么感觉，以及睡个好觉又是什么感觉。你也可以承认，有些人是比其他人较少，可能只睡8到8.5个小时就够了。你还可能跟他讲，大多数孩子都不能很好地判断自己有多累，以及他们究竟需要睡多久。再邀请孩子来做一个实验，找几个工作日，等孩子从学校回家后，让他在上午11点的时候找一个没光线的房间躺下，看看他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入睡。如果他没几分钟就睡着了，这就是严重缺觉的迹象。还有个方法，就是建议他去做一项研究，让他熬夜，直到他认为是时候睡觉了再上床，连续3晚，然后让他评价一下自己白天的感受。他可以按照1到5分来评定自己的一些指标：警觉性、专注力、学业上的生产力、情绪、忧虑水平、挫折感以及待人接物的能力。在接下来这3个晚上，鼓励孩子早点睡觉，以获得你认为他所需的睡眠量。随后再让他描绘一下自己在这些日子里的感受如何。这样一来，他能体察到什么区别吗？如果他真的觉得没什么区别，那他可能真的不怎么需要睡觉。一旦得到休息。2，我家女儿很明显就是长期疲劳，但我没法说服她需要多睡一会儿。她说睡觉就是浪费时间，我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跟走钢丝一样难。你想要尊重她的自主权，不想让睡眠成为一个控制感的问题。你不能逼着孩子睡觉，也不能增强孩子睡觉的意愿，但你还是可以在晚上提供一种安静、放松的日常生活状态给他。如果孩子表现出了抵触，你可以说，你要是睡不着的话，我的责任就是帮你睡着。医生如果说你这个点儿就该睡觉了，那我肯定要确保这个点就给你把灯关好。睡眠很重要，其证据无可辩驳。你可能会在顾问角色中使用的一些策略还包括，通常由一个并不是父母的第三方提出建议时，孩子会更愿意认真对待。对于一个学龄儿童来说，告诉他你要听听儿科医生关于睡觉的建议，或者孩子所敬重的另一个成年人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你家孩子10几岁了，那就问问他是否愿意分享一篇关于睡眠的文章，好好看看。对于学龄儿童和更年幼的孩子，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个熄灯时间，然后再执行。要提醒他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你会在晚上对睡前活动和电子产品的使用有所限制。因为来自电子产品和同伴的压力会让青少年很难早早睡觉。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我也不想强迫你，但如果你愿意早点上床或需要什么帮助，那我很乐意效劳。在这种情况下，有点小激励是可以的，因为你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手段，让他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而是为了帮他在有一定挑战的情况下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这个小区别微妙而重要。对于年龄大点的孩子来说，更要给睡眠足够的优先级，尤其是在开车之前。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驾驶是非常危险的。如何规划他们的睡眠会更复杂一些。的确有用于评估孩子何时入睡以及他睡了多久的可靠工具，但需要进行大量培训来掌握其使用方法。而且父母实际上也没法在家中使用这些工具来追踪孩子的睡眠情况。此外，智能手环在收集数据时也并不可靠。但你还是可以让你的孩子做好睡眠记录工作，记下他什么时候关灯，早上问问他觉得睡了多久，以及他有没有起夜的情况。他可能不知道他睡了多长时间，这没关系，只要多问一嘴，比昨晚睡得好吗？帮孩子弄清楚他们有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这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信任、沟通和协作解决问题都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如果有需要用到电子屏幕的家庭作业，就鼓励你的孩子提前完成，稍后再做阅读类的作业，这样就能减少屏幕光照时长。问几个这样的问题：你要是知道自己提前睡上1个半小时就能发挥得更好的话，会让你觉得睡眠变得更重要吗？以及如果你知道睡不好觉就有患抑郁症的风险，那会让你改变想法吗？还可以和他谈谈你自己为了能早点睡觉都能做些什么。比如，你愿意让咱俩相互支持，然后都能好好睡觉吗？我提醒你，你提醒我，怎么样？我家上6年级的孩子好像摄入了太多的咖啡因，他每天都喝好几杯苏打水和星巴克。还好他还没开始喝那种能量饮料，我该不该担心呢？简单的答案就是该担心。我们很担忧饮用含咖啡因饮料的青少年人群会大幅增多，而且还很绝望地意识到，其中一些产品会被卖给年仅4岁的儿童。许多青少年每天都消耗高达800毫克的咖啡因，这相当于大约8杯咖啡的量。咖啡因对儿童发育的影响尚未得到很优质的研究，但我们知道儿童可以对其产生耐受性，而这将发展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摄入。咖啡因能在你的系统中留存几个小时，比如你在上午10点摄入了咖啡因，到了下午4点，它还有一半仍留存在你的系统中。虽然孩子比成人能更快地代谢掉他们摄入的东西，但这种兴奋剂在他们的生理系统中保留的时间还是太长了。我们建议，除了一些巧克力和偶尔来点苏打水外，不向儿童提供任何含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如果他们想跟他们的朋友一样，靠喝咖啡显得长大了，奈德建议可以来一点去咖啡因的饮品。哪怕你打心眼里愿意这么做，也照样不太可能让你家的青少年完全不喝含糖且含咖啡因的饮料。那么，最好的方法还是要跟孩子谈谈咖啡因所带来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短期内可能是积极的，但从长期来看，还是弊大于利。本来就困的青少年，如果摄入了咖啡因，那就会睡得更少。他们也会与成年人经历类似的副作用：紧张不安、胡思乱想、焦虑紧张、心率加快。如果你短时间内饮用了大量含咖啡因的饮品，或者突然喝了能量饮料，这些症状还会进一步加剧。让你家孩子在摄入咖啡因后，留意一下自己的警觉性、紧绷感或紧张程度。
当10几岁的孩子真正对这些指标加以关注时，有一些人会报告，咖啡因只能让他们醒着，但没法让他们更加机敏与清醒。同时，要让孩子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人的警觉性和精力。再告诉他，不使用兴奋剂，保持良好的休息状态。这对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其实也是个巨大的挑战。最后，他们还是有责任去弄清楚该怎么管理好自己的精力。比尔告诉孩子，如果他们能搞清楚怎么坚持好好休息，并且不对兴奋剂有所依赖，那么他们在进入青年期的竞争之后，一定可以身处前列。我就是只夜猫子，我家孩子也一样。对抗这种习惯并不容易，我们很难在合理的时间上床睡觉。你说的没错，当昼夜节律跟你的作息矛盾时，想早点睡觉可不容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上引用如下研究。学者肯尼斯·怀特研究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中有一组刚刚度过一个天天上班的普通一周，还有一组在没有电灯和电子产品的情况下外出露营了一周，刚刚回来。对于前者，受试者通常晚上12点30左右入睡，而褪黑素在这之前的约2个小时开始产生作用。而对于后者，褪黑素提前了差不多2个小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睡眠时间也因此有所提前。这项研究还发现，露营能减少晚睡者和早睡者之间在睡眠节律上的个体差异。夜猫子的生物钟经常因为接触电子媒体和电灯的光亮而被延后。简而言之，如果你和你的孩子都属于夜猫子，那你需要特别注意你从晚餐时间开始所接触的光照量，然后要比云雀型的人更早地开始逐步放缓生活节奏。你还可以购买专门的眼镜来减少蓝光对身体系统的影响，而现在也有许多设备自带一种能减少蓝光的内置显示模式。但是上网刷新闻、看电影或查阅电子邮件带来的刺激仍会妨碍你一夜好眠。所以一定要注意，不是只处理光线就足够了。我家10几岁的孩子为了赶着上学，平时必须早上6点30就起床，但一到周末就能直接睡到12点30，这样可以吗？对此，专家的建议各有不同。周末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起床时间明显晚于平时起来的时间，那我们将会感到有点发懵，也会有点不舒服，就跟我们倒时差的时候一样。出于这个原因，许多睡眠专家都建议青少年在周末不要比上学期间起床的时间晚超过2个小时。如果他们需要补觉，那就多睡一小会儿。还有一些专业人士，比如国家儿童医疗中心睡眠医学部的行为睡眠专家丹尼·卢因认为，这事儿需要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解决方案也很灵活多样。我们也同样认可这一观点。可以跟孩子聊聊理想的睡眠安排是什么样的，并列出最适合你和孩子的睡眠安排表。还要让他知道，如果他比上学时晚2-3个小时才起床，那就会有那种倒时差的感觉，还会让他在周日晚上更容易睡不着。只要他好好倾听了，也权衡利弊了，那就让他自己来做出决定吧。今晚怎么做？让好好睡觉变成全家人的事。再设定一个让全家人多睡会儿的家庭目标。奈德总是告诫他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要顾人先顾己，这是他从自己的理财规划中总结出的经验。这有点类似于，要想有钱付账单，那必须要提前留点存款。他告诉孩子，你需要1周内睡够63个小时左右，所以先好好规划睡眠时间，然后再对剩下的时间怎么分配做计划。对你和你的孩子而言，这条建议都能成立。你还可以和孩子谈谈你自己与睡眠有关的个人挑战，并告诉他们你是否找到了自己适用的好方法。同时还要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建议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评估你的孩子在睡觉前是否能有效地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不能，请阅读一些对专家所说的睡眠卫生或睡眠习惯加以探讨的文章。在你真正累了之前，就要准备好去睡觉，因为等你真累了的时候，就很难抑制住做点什么的欲望，进而再多看一集电视剧。鼓励你家10几岁的孩子去做同样的尝试吧。至少在孩子睡前30分钟，把灯光调暗，拉上窗帘，这就能触发分泌褪黑素。也可以试试遮光效果好的窗帘以及放松心情的音乐。还可以试试让孩子喝杯温牛奶，因为这么做确实有诱导睡眠的效果。如有必要，请咨询一下儿科医生怎么服用褪黑激素。对于很焦虑的孩子和患有 ADHD 的孩子，这非常有效。我们还鼓励让孩子在白天多做体能锻炼，对于入睡困难的问题尤其有效。如果你的孩子睡觉很轻或者入睡难，那么请考虑用白噪声发声器。如果你的孩子参加了运动队，你可以在搜索引擎里搜索一下相关的研究，里面谈到了睡眠对运动表现的巨大影响。有一项针对斯坦福大学篮球队队员的研究发现，在每晚睡眠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情况下，经过了几周训练，他们就能跑得更快，投篮也更精准。要让你的孩子知道，得益于睡眠专家的建议，不少 NBA 球队已经取消了投篮晨练，以便球员能获得更多睡眠。开个家庭会议，探讨一下在卧室里每天晚上在哪个时间段不允许使用电子产品。丹尼勒文建议孩子在睡觉前的30到60分钟里，不妨把电子设备放在厨房里充电。勒温还鼓励家长以保持尊重的方式来跟青少年交流。如果连续7晚在卧室里不让孩子用手机显得太严苛了，那坚持5个晚上行不行呢？然后你和你的孩子也可以讨论一下，在房间里用手机以及在房间外用手机需要怎样区别对待。如果孩子坚持说他离不开手机，是因为他要用手机当闹钟，那赶紧去商店给他买个真闹钟回来。他喜欢哪款闹钟就给他买哪款，毕竟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建议你家上高中的孩子去问问他那些每晚能睡够8个小时的朋友或同龄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孩子从其他孩子那里往往比从成年人那里能学到更多。如果你的孩子累坏了，那请提醒他要对自己和他人保持耐心，要帮助他认识到疲倦不堪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会有所不同，并且更会因家长和朋友感到烦躁。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孩子能学会让自己冷静下来，但也有一些人要学会这一点真的很难。有些孩子需要听着音乐，甚至要看着才能入睡。虽然这并非最优解，但总比没招强。鼓励你家疲惫的孩子在放学后或在大课间小睡个20分钟吧。小睡贵在小，一旦睡太久，就会导致整个人昏昏沉沉，并影响晚上睡觉的节奏。把小睡理解成用短暂睡眠的形式来提提神，再合适不过了。对于患有睡眠障碍以及严重缺觉的孩子，则可以考虑让医生专门写一份医嘱，让孩子可以不上早上的第1节课。如果你家孩子的生物钟没法被激活，那么在早晨接触强光可能会有不错的效果，但在尝试光疗前，请咨询相关专家。此外，如果天气允许，带孩子去露营吧。我们经常遇到那种一整年都没睡过好觉的孩子，参加个夏令营就能让他们重归正轨。因为没有电灯或电子产品，在夏令营期间，他们晚上9点30就已经躺在床上了。不过如下的2种情况就别去露营了。当下正是隆冬时节，或者你住的地方纬度很高，以至于很晚才能日落。只要使用得当，露营真的是个很有效的方法。
再读点跟睡眠有关的书，我们推荐的书是海伦尼·埃塞姆塞勒所写的《要么睡，要么书》，以及理查德·费伯博士所写的《解决你孩子的睡眠问题》。评估一下来自学校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早早上床睡觉。最后一条建议并不简单，所以我们整个下一章都将围绕着孩子的校园环境这一主题展开。第8章，把控制感带进学校。我们见过很多讨厌上学的孩子，这种讨厌事出有因，在校学生的控制感确实会随着年级升高而逐渐走低。为了帮我们的孩子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学校生活，我们恐怕需要先花点时间来站在学生的角度想一想，他们在学校究竟感受如何。他们在低年级的时候还有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但逐渐接触到了强制性的家庭作业，干什么都要排队，上个厕所都要举手打报告，并且几乎在每时每刻都要完全遵守各种各样的要求。在学校里很难见到自主权的踪影。从上学前班到上大学，我们都希望孩子能拥有让人愉快还能激发出创造性的学校体验。学校应该讲究劳逸结合，也应该保护孩子生而有之的好奇心，让他们每天都有很长时间能投入地做点什么。在一所理想的学校里，教师有权威感，而孩子则有选择权。这样的学校环境能做到几乎完美的自我调控。然而不幸的是，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似乎都并不能以此作为他们努力发展的方向。如今的教育趋势增加了教师的教学难度，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到底怎样才算好老师，已经越来越难由教师自己说了算。甚至在许多全日制幼儿园教学计划里，还采信了一种错误的假设：少点休息，多点学习，这样才能提高测验成绩。于是就导致校方只会在教学中安排一次短短10分钟的休息。哪怕是1、2年级的学生，也会受困于自己的家庭作业。而到了高中阶段，孩子又感觉外界只靠如下这几个指标来定义他们： 1. 日常成绩； 2. 标准化考试成绩； 3. 被哪所大学录取。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一种外部验证指标。一些学生很少能与之产生交集的成年人正在给他们排名列次。你还记得有个电视广告吗？人们走在街上，头顶上还飘着自己的信用卡评分。我才不是个数字。此情此景，我们都想把这句话喊出来。既然人人都把学校看作哈利波特里面的分院帽，那有些学生压力大也就不足为奇了。20多年来，有一项议程一直在推动着学校改革。然而这项议程的制定者似乎在大脑功能及儿童健康发展领域中，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基本的研究成果都不了解。教育界的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从没问过儿童大脑的健康发育需要什么，他们怎样才能好好学习，或什么时候教孩子阅读和代数是最合适的呢？相反，他们似乎总在问，为了达到我们学校、我们地区或我们国家的标准，我们要让这个孩子掌握什么？大多数改革都集中在把什么东西塞进孩子的脑袋里，然后把孩子考到吐，而非让他们的大脑好好的得以发展。这就意味着我们更要具备分明白轻重缓急的能力。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同时降低了学生、教师和管理者的控制感，也因此诱发了更大的压力感觉，降低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在教师队伍中滋生了更多的不满和倦怠感。我们知道，靠这本书我们改不了学校的政策，但我们依然可以向家长提供一些信息，让他们成为孩子最有效的拥护者。我们非常希望教育工作者好好阅读一下本章的内容，
我们也将提供一些提升儿童受教育体验的具体方法。纵然我们尚不能颠覆整个教育系统，因此尽管本章并不是针对学校政策问题的全面干预，但我们依然认为，认识到控制感的重要性，完全可以指导我们去好好想一想，这个每年都要占据孩子7到9个月时间的场所，到底意味着什么？让孩子多投入。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怎么让学生主动投入自己的学习中。尤其是在初中和高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能不学就不学，甚至有一些拔尖的学生也会采取奈德所说的2点一线态度，只要对成绩没影响的事情，那就肯定不做。我们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往往既缺乏好奇心，也没什么提升自我心智的动力。相应的，他们却会过分在意指标与结果。你能促进孩子多多参与课堂的最好方法，恐怕就是允许你的孩子在课堂之外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自我决定论，其提出者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莱恩发现，如果父母更支持孩子拥有自主权，他们的孩子就越倾向于报告说能够更好地通过自我监督完成家庭作业，做事情也更自觉，而且也会被老师评价说具有更强的自我激励能力、更强的胜任力，以及能在课堂上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他们平时成绩往往也更出色，而且在标准化考试中也能考出高分。课堂上的事同样也很重要，而且在教学环境中提供自主权其实也并不困难。简单到仅仅鼓励教师多给学生一些选项都能起到作用。同时，这也有助于让孩子有更多的手段来掌握技能，也可以用于探究学生的反馈，还可以鼓励他们去探索适合自己的策略，也能更好地去解释他们做事情的目的，以及你希望他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孩子建立了与老师的关系，而任务又跟老师有所关联，那他就会更加努力，也能做得更好。我们见过的老师很多，有的优秀，有的卓越，而有的只能算是一般。虽然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跟每个孩子建立这种关联，但的确有些老师没法跟任何一个孩子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关系纽带。这有一部分客观原因，就是老师本身往往也没有什么自主权，这就让许多人变得脾气暴躁、牢骚满腹。有证据表明，如果老师可以选择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教学质量会更高，而压力水平会更低。但不幸的是，另有最近的研究发现，老师的自主权水平在过去10年中呈现下降的态势。作为家长，如果你觉得自家孩子的师生关系不是那么稳固，那你可以这么做。在关系建立的阶段，你可以尝试帮孩子跟他的老师取得联系，也可以敦促孩子跟老师聊聊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或者问问老师他小时候的兴趣都有哪些。如果你的孩子跟老师相处得很不愉快，纵然可能很棘手，但你还是可以和校长谈谈，让孩子转个班，离开原来老师的管理。不过，你也许能做的最有用的是，还是要跟孩子强调，他要对他自己的教育负责。他的学习不是他老师的职责，不是他校长的职责，也不是你作为家长的职责。如果他上6年级的时候数学没学好，导致没有打好基础，以至于在7年级学初级代数时碰到了麻烦，这时彻底归咎给自己6年级时那水平不高的数学老师，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我们并不是让你告诉自家已经很努力的孩子，所有问题都出在你自己身上。相反，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认识到，不可能每个老师都是特别棒的好老师。指望上学这些年碰到的每个老师都是顶尖师资，这太不现实了。
无论有没有能提供帮助的老师，你都要帮助你家孩子制定好一系列策略，来好好控制与管理他自己的学习，否则他就会陷入困境。明明知道自己没在学习，却很无助，更无力去改变。如果孩子跟老师之间不来电，那么该怎么敦促你的孩子学习呢？他会加油努力，以证明老师看错了他吗？很棒啊！他会不会决定好好学习，这样才能永远不用上那个老师的课？这也很棒啊！跟孩子说，他没必要被一个可怜的老师限制住自己的脚步，别把学校太当回事，这本身就是人生的重要一课。你还能给孩子提供点实打实的帮助。如果孩子不想学，那么试着找个好家教或教学类的游戏，这能让他投入到数学或者科学知识中。对于初高中的孩子而言，你可以鼓励他们看看可汗学院上的视频课，或浏览一下其他的在线辅导网站，以帮助他们掌握本该在课堂上学会的那些知识。你甚至可以鼓励他们在老师正式讲课之前，先预习一些教材，这样就能在下一课中找到我能搞定的感觉。这比学了一天对着乱糟糟的知识头脑发懵的追赶进度强多了。你还可以鼓励孩子自主学习，并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同学。这可以建立他的自尊心，给他力量感，同时也是真正掌握复杂知识的最佳方式。降低学业要求和压力水平。之前我们讨论过压力对大脑情绪功能作用的影响，在这里，因为它还会直接影响学习，我们还要再重点谈一下压力这个话题。奈德在他的辅导生涯中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的孩子在平时考试中表现得非常好，但一参加正式的 SAT 或 ACT 时就会掉链子。他读了很多相关的文献，并跟不少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谈过这一话题，希望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最终，他发现了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在20世纪初，罗伯特·耶克斯和约翰·多德森这两位心理学家共同提出，人的表现水平会随着生理和心理唤醒的增加而提升到一定程度，随后则开始下滑。我们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唤醒，才能让我们的精神达到最佳的敏锐程度。可一旦我们压力过大，就会变得没法直接思考，大脑效率转而变得十分低下。奈德的学生用不同的方法交付学期论文，这也成为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的绝佳例证。平均而言，女孩的曲线偏左，而男孩的则偏右。这意味着对女孩而言的最佳压力水平往往还不足以激励男孩子，而男孩的最佳压力对许多女孩来说压迫性可能又太强了。作为父母，你要记住的是，能激励你的东西未必就适合你的孩子。对你来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你的孩子来说完全可能是个太过分的刺激。如果你把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考虑与学校的真实情况结合起来，你可能会看到有1/3的孩子处于最佳学习的状态，这被称为宁静的警觉。还有1/3的孩子过度紧张，而最后1/3则处于无聊而放松的状态。多年来，耶克斯多德森定律一再得到研究支持。学生在一个提供高挑战和低威胁的环境中学习最好，表现最佳。他们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的内容很难，但是可以安全地探索，犯点错误也没事，同时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高质量地完成工作要求。当学生知道了失败也无可厚非，他们就能承担起那些会让他们真正成长的种种风险。他们也可以培养出能够在保持高水平运转的同时还很快乐的大脑。然而，我们见过的很多孩子都没有条件在这种环境中去学习。他们在对大脑充满毒性的环境中学习着，他们过的日子充斥着压力和疲惫，同时还总是伴随着高水平的无聊体验。你知道有一种对战争的经典描述吗？
那就是无休止的沉寂猛然被突如其来的惊恐无情打断。在很多学校里，学生其实过的就是类似日子的少儿版。这样一来，有许多学生不仅学习成绩不好，还得了与压力有关的种种疾病。太多的压力会冲击前额皮质，它就是住在大脑里的金发姑娘。前额皮质的有效运转需要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之间的微妙平衡。一旦前额皮质处于无法完全运作的状态，学生就会失去投入专注和保持注意力的能力，而且他们有3个核心的执行功能，自控、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度也都会遭到损害。在学习这件事上，所有执行功能中最重要的那个，可能就是工作记忆了。有了它，你才能记住正在加工或更新的信息。工作记忆让你能把现在、过去和未来串联起来，让你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创造力的关要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工作记忆本身就等同于学习。有一些专家表示，工作记忆将成为新的智商指标，因为它能比现在的智商更好地预测学业水平和人生成就。一旦孩子蒙受了压力，并且其工作记忆受损，他们就很难把信息整合起来，也没法领会与跟上事物发展的脉络线索。我们可以站在大脑的角度上，把工作记忆想象成电脑里的内存，它能让程序运行起来，而不同于储存程序本身的硬盘。一旦认知负担太重，那就像在浏览器中打开了太多网页，这么一来，电脑就有可能运行缓慢，甚至直接死机。压力如果太大，对人脑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奈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学小游戏，他经常跟孩子一起玩，来展现工作记忆。奈德会快速地说，用1000加上40，好了，再加1000加30，加1000加20，加1000加10，最后得多少？当他最终问人们算出来得出了什么答案时，大多数人都会说5000。奈德有一个朋友是华尔街的债券交易员，就算是他也说答案是5000。这道题其实与数学没那么深关系，但与大脑如何工作紧密相关。它证明了人在加工一大堆信息的同时，还需要在大脑中好好的保留着它们，到底有多难。这时再加上压力的影响，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了。不久前，奈德接待了一个家庭的咨询。这家人的女儿学习非常刻苦，她在学校很努力，但是 ACT 的成绩很糟糕。完全可以这么说，压力简直要把她整个人都淹没了。奈德带她一起做这个每个人都会错的数学小游戏，还想让她明白，我们总是会在测试中犯些错误，而有些错误是测试的设计者故意诱使我们犯下的。不过上面那些数还没说过一半，这个姑娘就已经满眼含泪了，因为数学以及跟学校有关的一切已经变成了直指她内心深处的剧烈威胁。她的大脑当下最需要的根本就不是计算的能力，而是冷静的状态。记住，一旦我们遭遇威胁，我们就没法思维清晰，也不能有逻辑的好好思考，我们只会拼了命的逃跑，扎稳马步准备开打，或者干脆躺下装死。如果你的孩子一直在害怕他那严厉的老师会点他的名，然后他会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人现眼，那他根本不会琢磨老师现在正在教的任何知识。比起学进去，活下去往往才更重要。虽然我们希望学校能给孩子营造一些挑战，但学校的大环境还是应该让孩子能感受到接纳与鼓励的。听上去，这让学校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每个学校背后的问题是相同的。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从身体到情感都能感到安全吗？他们是否对自己在课堂上的所作所为拥有控制感呢？他们能否在安全的环境中勇于试错呢？除此之外，还要提醒你家孩子，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自我的发展，而非获得完美的成绩。我们之前讨论小赫敏这一群体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
要帮助你的孩子保持正确的观点。最后，为了减少孩子的学业压力，你最值得做的尝试之一就是自己先不要把学习成绩看得那么重。如果你把这件事看得很重，那可以跟奈德曾经接待过的一个学生的妈妈一样，给孩子道个歉。他给女儿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我们也征得了他的同意，可以在本书中引用一下。信上这样写道：今晚我让你失望了，我也期待你能原谅我。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理，但我还是想解释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下午，我见到你某个同学的妈妈，她问我你昨天数学考试的成绩如何。我耸耸肩跟她说，我都不知道有数学考试。当她嫌弃地冲我摇了摇头时，我觉得很耻辱，我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内心既纠结又困惑。回家后，我问了你这次测试前前后后的信息，还说想查查你的作业，看看你的成绩。你表现得不敢相信的样子，眼里含着泪盯着我。你一直是一个好孩子，聪慧、好奇、有创造力。你乐于助人，能宽以待人，也很勤奋，但并不那么争强好胜。另一个妈妈想跟我确定她家孩子是不是比我家的优秀，我却让她影响到了我跟我自己孩子的关系。我保证，我永远不会再问你考得怎样，也不会上网去查你的作业情况和成绩，甚至不会看你的成绩单，除非你想让我看。对我来说，你远远不是一个分数或一纸证书，你是上天给我的挚爱礼物，你值得我的尊重。我也希望自己能重新获得你的信任和尊重。我爱你。我们还认为，学生和成年人共同努力，一起来减轻学业压力，这也非常重要。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包括学生、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家长在内的减压小组，其目标是共同探索减轻学校里压力感受的手段。这样的小组可以专注于寻找提高学生和教师自主权的方法，在上学的时间段里创造更多的休息时间，以及修改家庭作业相关的制度。家庭作业要启发，别强制。在我们见过的孩子里，有几百个已经感到自己被家庭作业生生压垮了。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是对低年级儿童来说，家庭作业的增幅巨大。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从幼儿园到3年级的学生的家庭作业要比国家教育协会 NEA 和国家家长教师联合会推荐的多3倍。就算是幼儿园的学生，平均每晚也要做35分钟作业。至于那些就读精英高中的青少年，每晚平均要做3个多小时的家庭作业，而初中学生也要在作业上用掉2个半小时。然而，只有 20% 到 30% 的受访学生表示，他们认为自己的作业有用或者有意义。在近90年的研究中，都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家庭作业对小学学习有明显帮助。那为什么年幼的孩子还要做家庭作业呢？明明已经有研究表明，再怎么布置家庭作业，它起到的效果也有限。那为什么高中生还是会投入这么多时间来做作业呢？少量的家庭作业的确有助于提高初高中学生的学业成绩，但在实际的学习上，一旦超过了这个量，反而过犹不及。在孩子觉得疲劳紧张的时候，就会陷入事倍功半的窘境。家庭作业经常让亲子之间关系紧张，也总是削弱亲子关系的质量，并破坏孩子的自主意识。在家庭作业这件事上，人们往往混淆了手段和目的。比尔经常见到一些孩子，他们考得很好，对知识的掌握也很到位，但总是因为没交作业，在科目评分上才得了 C 或者得了 D。 我们的座右铭是要启发，别强制。我们希望教师能启发孩子去课堂外学习。有一些研究表明，当孩子对他们的学习主题有一定决定权时，就更有可能参与并完成相关的作业。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作业最好还是要让学生自愿来完成，而且不应该加以评分。我们相信，最好还是要给孩子推荐一些作业，或者是一个有助于达成目标的替代性任务，并鼓励他们去完成，而非强制他们去完成。甚至还要给作业打分。老师留作业的时候，也应该跟学生解释一下，他们能从中收获什么益处，还要留意学生对作业的反馈和建议。这跟明天之前读完必测教科书第20至50页，并答完10道习题这样的作业要求截然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教师会这样表达：如果你能在放学后找个时间研究20分钟，那你的大脑就会在你今晚睡觉时建立起新的连接，而这将有助于你去理解与记住学到的东西。要是你太累或者压力太大，那就做点别的吧。你总有感觉好点的时候嘛，到时候再研究也来得及。芬兰的学生享有全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教育成果，同时家庭作业方面的要求水平也最低。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每天能做半小时以上的功课。芬兰教育界最著名的代言人帕斯·萨尔伯格表示，他们的很多小学生和初中生在离开学校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家庭作业。芬兰的15岁学生既不聘用私人家教，也不在校外上什么额外的辅导课。他还指出，恰恰是这些让芬兰学生拥有了惊人的成就。要知道，许多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跟芬兰学生旗鼓相当的亚洲国家的学生，可是花了大量时间在校外接受辅导和上补习班的。多年来，比尔已经跟许多老师有过交流，这些老师要么不留作业，要么规定作业可做可不做，要么只给掉了队的学生留一些作业。他们中包括蒙台梭利学校的教师、公立中学教师，甚至还有一位在国际文凭课程中教经济学的教师。这位教师10年前开始推荐学生每周都完成一些材料阅读，但是不需要专门完成家庭作业。在过去10年里，他的学生跟那些天天做作业的学生没什么区别。奈德本人也会刻意的只给学生布置很少的作业，因为他对穷忙活向来没什么兴致。他希望他辅导的孩子能努力学习那些自己觉得有用处的东西。如果他们来接受奈德辅导的时候，说自己因为时间太少而没完成作业，奈德也会感谢他们坦诚相告，同时告诉孩子，他觉得他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利用时间。除此之外，还要让孩子知道，只要他们愿意，他就很乐意来帮助他们规划时间，以安排工作。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你所在的学校采取了与芬兰截然相反的方法，只要有的选，你就可以试着转校去一个认同以大脑为中心的学习方法的新学校。这样的学校旨在培养好奇的学习者，而非一切都为了考高分。如果你觉得家庭作业变得太过繁重，或者孩子表现得过度紧张，你也可以介入进来。学校总喜欢说他们选择的政策都是有理有据的，可以问问校长，学校里与家庭作业相关的政策背后有着怎样的证据支撑。你还可以用这句话：这对我家孩子不好使。这是萨拉·贝内特和南希·卡利什合著的《对家庭作业说不》中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如果家庭作业本身确实成为一个问题，你也会惊讶地发现，老师也会很愿意为之做出调整。你甚至可以给你的孩子一个特许令，作业的事随他去吧。如果老师布置了过多家庭作业，而且干预措施没奏效，那你可以不做，并依此来评估利弊。孩子的健康和幸福，以及他从个别老师那里得到的成绩，究竟哪个更重要呢？对我们来说，答案非常明显。等孩子准备好，再教他们。我们有个叫玛丽的朋友，她女儿艾米丽刚上幼儿园。艾米丽上的是学前班，
有包括养兔子、用通心粉来制作艺术品在内的种种课程。艾米丽对学习怎么阅读并不感兴趣，但她喜欢跳舞和唱歌，还能跟芭比娃娃一起玩上几个小时。至于艾米丽的姐姐弗朗西斯，早在她上幼儿园之前，阅读能力就很强了。姐妹俩之间的差距很让玛丽担心。艾米丽的祖父母也同样认为这是个问题，于是暗示玛丽该多多给艾米丽读书听。当玛丽和另一位妈妈聊起这件事的时候，这位朋友还跟着揪心起了他自己的2个女儿，进而担心起自己是不是也没有给小女儿读足够多的书。这些孩子是不是在他们上幼儿园的那一刻起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了呢？这种情况很让人焦虑，因为它以恐惧、竞争和压力，而非科学或现实为基础。父母不仅自己感到压力很大，他们的孩子也受牵连，甚至在正规教育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把无形的标尺，比较着这个孩子跟那个孩子。越早开始领先越多，基于这种错误的假设，孩子的学业基准点正在不断地提前。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孩子7岁时教他们阅读更高效，而且早早学习阅读的孩子所获得的任何先发优势都会在童年后期消失，但现在的儿童依然在5岁就要开始学阅读了。曾经被认为到了一定年级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如今被看作稀松平常的小事，而那些使劲才能跟上要求的，以及还没准备好的孩子，就会被认为低人一等。倘若孩子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就去学习那些被强加给他们的内容，他们自然会感到沮丧、尴尬，并且对控制感的体验程度也会很低。现实是这样的，虽然学校发生了巨变，但儿童本身没怎么变过。如果我们加以测量的话，就会发现今天的5岁儿童并不比1925年时的同龄人更优秀。今天的孩子跟1925年的孩子一样，在4岁半的时候才能画出一个正方形，在5岁半的时候才能画出一个三角形，以及在6岁半时，如果要记住自己数硬币的数量的话，最多只能记到20枚。而这些常规表现表明孩子已经准备好去学习阅读与算术了。当然，的确有些孩子表现不一般，但是孩子都需要先掌握数字，才能真正理解加法。他们必须学会辨别三角形中的斜线，才能识别和写出像 K 和 R 这样的字母。但问题是，20世纪20到70年代的儿童可以自由玩耍，并为自我管理等关键技能打好基础。但如今，幼儿园的学生却需要好好的阅读与书写。随着年龄渐长，大脑的发育使得学习几乎所有东西都变得更容易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钝具也照样可以造桌子，不过耗时更长，体验更差，并且可能会养成以后改不过来的坏习惯。我们从匆匆忙忙的学业特训中看到的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孩子握铅笔的能力很差。正确执笔其实还挺困难的，你需要具备足够精细的运动技能，才能在2个手指的尖端和拇指之间轻柔而稳定地握住铅笔，还要学会仅仅用指尖就能水平及垂直地移动铅笔。有一个20人规模的学前班，我们事先知道这个班级已经过早地鼓励孩子学习书写，其中有17个学生需要专门的治疗，来纠正他们为了拿稳铅笔而自己想出来的错误手法。你想想，有 85% 的孩子需要额外的帮助，父母也花了额外的钱，父母和孩子都会感到压力，仅仅是因为有些成年人毫不考虑儿童的发展规则，想当然地认为，嘿，如果我们教这些4岁的孩子学写字，那岂不是更好？我们看到这种催着赶着学东西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高中。8年级的学生开始学以前9年级学生才要学的科学课，10年级的学生则会读以往在大学里才教的文学作品。
在华盛顿特区外的蒙哥马利郡，学区会尝试教代数，而对象是8年级的大多数学生，而非9年级的学生。同时，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7年级的大多数孩子也能掌握。实际情况却糟透了，有3/4的学生没能通过期末考试，因为大多数8年级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来掌握代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孩子在18、19岁的时候开始上大学，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虽然总有例外，但总的来说，14岁的孩子往往并没有发展到适合上大学的地步。讽刺的是，我们一心要强化我们的孩子，但对于这一论题的思考一直在被弱化。奈德接待过很多家长，其中一些想让孩子上9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筹备 SAT 考试。奈德告诉他们，把孩子的时间和家长的金钱花在到时候自然会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上，并不明智。等待孩子在学校顺利地培养出技能，获取了知识，然后在高3的时候做一点备考的准备，这样做会好很多。过早开始备考不仅完全没必要，而且还会起到反面效果。这就好比跟你家14岁的孩子解读错综复杂的 401k 退休福利计划，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不会加入的。比尔经常处理一些过早开始学习的孩子所碰到的麻烦。他见过许多孩子一被要求阅读就不吭气，甚至哭了起来。那是因为他们曾经都因为读不好而难受过。当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就会将这种失败内化到自己的身上。比尔最近访问过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其本人的4岁女儿就很有挫败感。究其原因，是他自己写的日记没有同学写得好。综上所述，父母能提炼出来的最核心的关键信息本身其实非常反直觉。首先，早出手不一定结果好；其次，杯满则溢。为了对抗过早学习带来的影响，你可以按照下面说的做。如果可能的话，在择校时选一个在课程设计中能兼顾孩子发展规则，同时适合你孩子的。对有些孩子来说，做小池塘里的大鱼是最好的。宁为鸡头，不当凤尾，这能让他们有信心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困难吓跑，也能让他们变得强大，同时很有力量感。但如果孩子正在更大的池塘里跟更大的鱼竞争呢？那就帮助你的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课程环境。即使周围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你也要放轻松，看长远。大多数5岁就学阅读的孩子，在9岁时也并不比那些6、7岁才学阅读的人表现更好。比尔还清楚地记得，他家女儿5岁的时候，身边有些小朋友已经开始阅读书籍了。他们2口子就有一些轻微的恐慌感。虽然他们知道孩子在7岁时学阅读要比5岁时容易得多，并且过早让孩子学东西是有害的，也没法产生持久的好处，但他们夫妻还是想知道自己是否因为让孩子落在了别人后面，进而会危及孩子的未来发展。他们还考虑过要不要让他离开没有学业教育的幼儿园，但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理念，把他留在了一所不着急学东西的学校，直到4年级才开始给他布置作业。尽管开局不利，但他还是在26岁时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比尔喜欢讲这个故事，这并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强调，就算明知道趋势会把你带到错误的方向上，也很难做到逆流而上。请记住，急于开发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最终都会消失。经常有父母告诉比尔，他们家3年级的孩子正在做4年级甚至5年级的数学题，但比尔从未听过有26岁的孩子吹嘘说他们要比大多数28岁的孩子更成功。
不要过分关注高级课程班。如果你以牺牲心理健康和睡眠为代价，让孩子参加更多的高级课程班，其实这对孩子一点都不好。大学生能比高中生从白金中感悟更多，那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前额皮质在成熟度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情感成熟度上的发展水平，那么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随着年龄渐长，大多数学生就能理解和欣赏那些为成年人写的好小说了。复杂的科学理论与数据，量化的概念以及历史的主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多数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都能更轻易地掌握它们。我并不是说15岁的学生就肯定没准备好去上大学课程。我想指出的问题是，当这种情况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默认设置，其结果是很有破坏性的。用正确的方式来测验孩子。我俩都以给孩子做测验作为生计，所以我们不反对让孩子做测试。测验本身就是我们吃饭的手艺，而且我们也认为，只要使用得当，测验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神经科学家喜欢说，神经元彼此互联，共同激活。那些经过我们反复努力、深刻进行的思考，更容易在大脑中留下痕迹。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亨利·罗迪格是一名测验专家。他认为，虽然测验一词有着非常负面的含义，但它仍是最强大的学习工具之一。正如他所观察到的，比起简单的翻阅笔记，如果你努力去回忆某个事实或概念时，就更能加强你对它的记忆。测验不仅可以评估知识，还能改变知识。他说，测验还能帮助你觉察到自己遗漏的内容，并让老师知道该在哪些知识点上多花点时间。没有什么比客观的反馈更能够清晰地验证你究竟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测验还可以减轻考试焦虑。单独或在小组中参加测验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而适应这种轻微的压力能有效地锻炼你去更好地适应最终考试时的压力。也就是说，我们当下在学校施行的标准化测验其实存在重大问题。许多支持这些测验的政策制定者其实是政客，而非能启发学生的教育家。他们会探讨诸如问责制度、提高标准、缩小差距、拼尽全力学得最好之类的议题，却很少关心真正的研究。而研究恰恰证明了，严重依赖标准化测验对改善教育成果毫无成效。帕斯萨尔伯格简直是我俩最喜欢的芬兰人了。他研究过全世界许多国家所使用的基于考试的教育手段，并发现这些国家所考出来的成绩实际上正在下滑。相比之下，芬兰选择更加强调训练有素的师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设置，以及教育者之间那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领导风格。相应的，芬兰的孩子越考越好。我们还要从老师的视角来看看测验这个东西。测验让老师以分数为目的去教学，也降低了他们的自主性。这还会让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能不能继续跟学校签合同，往往会取决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如何。他们会更容易把其他的老师当作竞争者，而非合作者。同时，他们的学生也会成为他们自己进步的潜在障碍。他们可能会撺掇孩子留级算了，因为老师并没有被鼓动要像考虑学生的考试成绩一样去考虑他们的整体幸福感。考试的结果还频繁地被用于评估老师、学校与学区的综合情况，而所有这些都妨碍了老师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以及跟学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管什么事，
只要让孩子、父母和老师变得更紧张，还会降低他们的控制感，那就必然会失败。过分强调考试与测验，会让教育走上一条更加狭窄并让人沮丧的道路。每个学生每天都应该是有所期待的，而被考试驱动的教育挤掉了选修课的课时，还把这些时间集中于备考上，这就把学生的美好期待置于更多的风险之中。许多孩子在那些非核心的学业科目中才有着最夺人眼球的亮眼表现，比如艺术课、音乐课、商业模拟课和戏剧课。这些科目没法做到2点一线的快速提升，但孩子总是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点一滴打造好作品，精进自己的表现。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你家孩子可能并不喜欢几何学，但只要他知道学校还有合唱队、乐队排练、艺术课程或者商业模拟课，他就能真正的运用自己的创造力，享受他所投入的事情。而这肯定也会让他在学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在2014至2015这一学年，有超过65万学生选择了不在学校接受标准化考试。如果孩子自己想去参加这个考试，我们并不建议你逼着他们退出，但还是要跟孩子谈谈考试的利弊，并让他自己选择。如果你的孩子选择了要参加标准化考试，你仍然可以跟他们说清楚考试所具有的价值，以及考试并不具有的那些价值。教育档案局所提供的测试以及基础核心能力测试都只能用于评估技能和知识水平，并为教师教学提供参考。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些测验的成绩不是他们智力的标签。如何把控制感带进学校？总之，学校应该更多的关注怎么培养健康的大脑发育，而不要太发愁考试的成绩。学校更应该去探索，怎么才能让校内体验带来的压力降下来，并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调节。还要通过增进自主感来最大化学生的自我激励水平，以及通过将艺术融入教学的方方面面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参与度。有许多项目正在致力于打造压力更小的校园环境，其中就包括我们在之前讨论过的静谧时光计划。该计划于2009年首次在旧金山的一家中学亮相，而当时这所名为仿古中学的学校正陷在资金不足的泥淖中。中学里的大多数学生每天2次练习禅定，每次用时15分钟。比尔在2011年参观这所学校时，副校长跟他讲，在项目启动之前，学校辅导员办公室的门口能站上30个孩子，因为他们上课就是鬼混，统统被任课教师给撵了出来。而仅仅用了2年，如今一个这样的学生都没有了。加利福尼亚州和全国各地的许多其他学校都引入了静谧时光，而且也获得了非凡的成就。虽然静谧时光经常被用于那些资金有缺口的学校，但它对于资金充裕的学校而言也同样有价值。在芝加哥，有一所精英女子高中的学校管理员跟比尔讲，他同样也执行了静谧时光，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往医院送上哪怕一个既抑郁又沮丧的孩子了。一些学校还会通过教学生学习正念觉知与做正念实操练习，比如学习执行监管区程序，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在这个程序中，孩子会被教导要询问他们自己内在的感受如何，并学会识别某些特定的信号。如果孩子处于红色区，他们会情绪紧张和容易激动。黄色区虽然也是一个代表着高度活跃的区域，但孩子此时对自己的行为有着更多的控制权。至于绿色区，则会让孩子感到平静，同时保持警觉和专注。
这就是学习的最佳状态，是孩子能应对适当挑战的地方。然后还有蓝色区，这时孩子会感到无聊、疲倦或者悲伤。我们目睹过有些1、2年级的学生，整个年级都处于躁动的状态。这时只要老师解释一下，告诉学生是时候进入绿色区了，再鼓励全班专注地做几个能让他们身体平静下来的深呼吸，效果就能非常明显。还有一些学校正在把传统的高中体育课程替换为高强度的健身训练，以利用随剧烈运动而来的强大的认知力量，也有益于卡罗德韦克所倡导的学生的成长心态。我们支持以上所有对这些项目以及能健康地提升控制感的其他任何方法。我们所倡导的这种让孩子受教育的方法，并不总是能被外界所接受。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学校里，在形形色色的高级课程班里，种种比着冲刺过线的情况，就像每个街角都有的星巴克一样，避无可避。在比尔多年来交流过的青少年里，许多因为患抑郁症而服用药物的孩子会暗示，只要他们能上好大学，那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做的一切，所妥协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然而他们错了，正如罗伯特·萨波尔斯基所说，抑郁症是天底下最残酷的疾病。对孩子来说，他们会变得非常沮丧，因为太累，压力太大，而且已经被现实撵了太久太久。而对于一封录取通知书来说，这个代价也太高了。能上大学只是大学所有经历的一部分，而我们稍后就要讨论关于大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等你上了大学，会有什么在等着你。今晚怎么做？教你的孩子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负起责来，孩子应该感到能掌控事态，而不是在学校的影响下被掌控。请注意，这跟责备那些本来就很拼的孩子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跟老师学东西，要接受这一点，但别怪到老师头上。库珀老师已经尽力而为了，他只是不知道怎么以你学习的方法来教你。鼓励你的孩子去思考，有什么东西能激励他去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教的东西。提醒你的孩子要有大局观，成绩没有学做人与学做事重要。在孩子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抵制催着孩子提前学东西的压力。无论是在幼儿园学阅读，在8年级学代数，还是在高中学很多高级课程。建立一个由老师、家长和孩子共同组成的倡议小组，讨论你们能一起做些什么来减少孩子在学校中的压力体验。还要集思广益，进一步在学校中倡导开展有利于大脑的活动，比如运动、艺术和冥想。第9章，全天候在线，驯服技术的野兽。这些年来，父母向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些纠结于某个特定的文化时刻。我该怎么跟我家10岁的孩子谈谈恐怖主义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则被更频繁地问到：怎么做我才能帮上那些不喜欢阅读、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呢？我怎样才能让他好好做作业呢？但是如果要做一个表，涵盖了我们经常能听到的问题，其中肯定有这么一个问题排名上升的特别快：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后不要一直在那儿玩电子游戏？对父母而言，在20世纪80、90年代，游戏还必须连到家里的电视上才能玩，或者要依托价值不菲的掌上游戏机与专门购买的盒装游戏卡带才能玩。其实，至少游戏机跟电视机都还能被锁起来，这样在孩子吃晚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和上学期间都能加以限制。可如今，一大批年轻人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3至17岁的人群中，有 73% 的孩子，若要限制他们花在视频游戏、收发短信和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已经变得很难了。大多数美国孩子在7岁的时候，在屏幕前花掉的时间共计已经达到了整整1年。只有 35% 的青少年在放学后还会直接交际，同伴之间靠打电话交流的人也少得可怜。但每天会有 63% 的孩子收发短信。3至8岁的孩子每天对着屏幕的时间长达7个半小时，这个数字本来就够高了，但是对于11至14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数字还会一跃而至，长达11个半小时。这意味着这一代人的大部分社会和认知发展都将通过一个屏幕得以发生。对于年轻人来说，技术成瘾亦是一种新常态。只要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没法用社交媒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感到实打实的恐慌。同时，有些父母却对此充满了不解。亚当·布莱特是一位心理学家，同时也创建了一种项目，能把孩子正在使用的新技术交给父母。他指出，关于新技术使用方面，家庭要做出的决定跟其他的育儿决策大为不同，因为父母对于他们放到孩子手里的那个神奇工具知道的实在太少。有一位父亲最近在奈德的一次演讲过后找到了他，他有一个痴迷于技术的7岁儿子，他对自己的儿子非常关心，但他儿子只要醒着都在玩电子游戏。我求过他，也威胁过他，甚至还贿赂过他，什么用都没有。他说，他整天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不跟我说话，不跟他妈妈说话，也不跟他哥哥说话，只会在电脑上对着陌生人大吼大叫。其实游戏本身不是他最要关注的东西，事实上，他的儿子正在把自己孤立起来，同时也不跟家里任何人交流。技术本身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具有能让生活丰盈起来的强大力量，但它所取代的东西也都非常宝贵。而技术不断地训练大脑去期待不间断的刺激，这实在让人深感不安。在亚当·奥尔特的著作《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中，他谴责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从事技术工作并且最了解技术力量的人，其实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使用技术。他们中有许多人把自家孩子送到华德福学校，而这些学校是禁止在教室里使用电子产品的。他们还在家里积极劝阻孩子在12岁之前使用电子产品。科技大佬史蒂夫·乔布斯就小心翼翼地去限制自己孩子使用电子产品，而且也不给自己的孩子买 iPad。 连线的前编辑克里斯·安德森则告诉《纽约时报》的尼克·比尔顿，我家孩子说我和我妻子就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管着他们用电子产品，而我们自己却过分地关注科技前沿动态，那是因为我们俩亲眼看见过新技术有多危险。我自己体会过电子产品给我自己带来的影响，而我不想看到这种情况有朝一日发生在我自己孩子身上。设备不断更新迭代，技术发展势头迅猛，而我们一直在深入地了解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了解，人们已经意识到不断使用新技术会对年轻人的大脑产生些什么影响。与此同时，有些人认为电子游戏能够拯救世界，而另外的人则相信新技术正在毒害、侵蚀着我们。本章就将探讨在这两种观点背后的科学。技术可能令人生畏，也可能令人沮丧，它还可能刺激一种无助的感觉。以上这些困扰我们全都听到过，但这也恰恰代表我们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请把新技术想象成一只野兽，当它被驯服时，就能为孩子的生活带来更多快乐和可能性。学着去驯服一只还要和你共处好多年的野兽，这可是一种不容小觑的技能。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教你的孩子怎样才能保持上风。青少年会发现，
能跟人不间断地保持联系，这可太令人兴奋了。快忘了当年的情书和偷偷摸摸传纸条的事吧，人家现在可是随时随地都能互联互通。我的一个家里有保姆的朋友，见识到了新技术是怎样帮助他家保姆在一个陌生的新国家度过了自己的融入期的。他对此十分惊讶。他家保姆只有18岁，这是第一次离开老家，但他还是加入了 WhatsApp 的聊天群，还很方便地结识了其他的互惠女工。他还把照片发布在 Instagram 上，这样他的父母和朋友只要关注他，就能了解到他的最新动态。就算你并非跟家人远隔千山万水，也能从社交媒体中深深受益。害羞的孩子在网上互动时往往会更加积极，孩子还能通过组建学习小组和分享彼此的笔记来获得帮助。还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或被他人疏远，他们也能在网上与那些跟他们有同样境遇的人取得联系。就在几年前，儿童和青少年人群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在电子游戏上。当时的人们觉得游戏就是玩玩的东西，在孩子长大后又能产生什么影响呢？但随着电子游戏产业如今已经成为价值200亿美元的产业的一部分，情况早就不复当年了。这意味着会有很多的工作岗位以及职业的游戏玩家能通过从事他们激情所在的相关行业来谋生。在一些电子游戏竞赛中，整个奖金池可能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比尔咨询过一个非常聪慧的21岁青年，他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来玩一种交互策略游戏。作为玩家，他在全世界的排名能进到1%以内，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还远没能达到成为职业玩家的水准。他的计划是，要么成为顶级游戏玩家的经纪人，要么获取必要的培训和经验，以便将来能给游戏竞赛当解说员。有很多电子游戏真的很难玩，要用到诸如模拟侦测、手眼协调和假设构建等认知技能。这也就可以解释贝斯·伊斯雷尔的一项研究发现，为什么如果腹腔镜外科医生每周能玩超过3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在手术中的错误要比他们那些不玩游戏的同事少 37%。 这一领域的杰出研究者之一达菲·巴弗利尔指出，玩动作游戏的玩家必须掌握怎么去快速地做出决策，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以及怎么才能迅速把关注点切换到某个非常具体的聚焦点上。在实验室里，他和他的团队发现，每周玩动作类电子游戏5到15个小时，人们就能有更强的能力去感知突出细节和记住见过的标记。同时，游戏玩家还能更好地过滤掉那些不相关的信息。巴弗利尔在报告中讲，在多任务处理方面，游戏玩家似乎也更有效率。游戏设计师、演说家和作家简·麦格尼格尔从不掩饰自己对电子游戏的倡导。他认为人们玩游戏能广泛开发4个有用的特质： 1. 成功在即的紧迫感，立即采取行动去解决障碍的愿望，同时坚信自己可以成功。 2. 强化的社交能力。研究表明，在我们与别人玩游戏之后，即使赢的是对方，我们也会更喜欢他们。这是因为一起玩游戏会建立信任感。 3. 越玩越带劲。我们更乐于努力赢得胜利，而非放松或闲逛。 4. 史诗般的意义。玩家更喜欢依附于那些令人敬畏的宏大任务。麦格尼格尔说，这4个超级影响力能把人塑造为被超级赋能又心存希望的个体。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从整个地球的利益出发，去引导这种能量，那我们能够取得多么辉煌的成果。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电子游戏会让多巴胺水平达到峰值，并引发心流。这2种表现是需要孩子足够专注并长时间思考才能获得的。对于许多孩子来说，电子游戏就是他们能体验到控制感的最好的场所。
游戏设计师通过将游戏的难度调整到与玩家技能水平匹配的程度，来创造一个让他们专注、努力并参与其中的完美环境。因此，游戏设计师往往要通过长时间的程序开发来激发出玩家的完全沉浸感。他们还给玩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在这里犯错没什么丢人的，反而还是一种让你学到新技能并玩得更出色的手段。科学家已经得出了结论，游戏满足了人们对能力表现和控制感的需求，同时多人游戏也满足了人们对关系的需求。但是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尚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玩电子游戏时，人们所感受到的控制感和动力感能转化到现实生活中去。除了能提升手术能力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游戏玩家可以更加专注或精准地去完成与游戏无关的任务。甚至麦格尼格尔本人都承认，游戏玩家的4种品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这个没什么动感的世界中并没有得以显示。不过，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大脑。最近进化出来的便是大脑的塑料部分改变了对经验的直接反应形式。由于技术的原因，今天的孩子对视觉图像有了更好的记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如何浏览和解码数字化的世界的能力也更强大。数字化内容的轰炸改变了儿童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他们的阅读方式。以前的阅读是线性的，不能分心，只能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地读下去。现在，任何在计算机上花费大量时间的人都不再这样阅读了。他们寻找关键字与链接，随后简略速读。玛丽安娜·沃尔夫是一位科学家，她的著作《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是探讨阅读和大脑的最好的书之一。他已经在自己的大脑中看到了阅读模式的变迁。在电脑上忙了一天后，他试着去阅读一本冗长而复杂的小说。他说，我没法强迫自己把速度慢下来，我一直在略读并挑出关键词，还控制我自己的眼动来以最高速度产生最多的信息。这种变化的阅读方式正在影响着每个人。但是拿着 iPad 而不是书本长大的孩子所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心理学家拉里·罗森和教育顾问伊恩·朱克斯共同得出结论，由于孩子接触了新技术，他们的大脑与父母和前几代孩子的大脑完全不同。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就是，许多孩子无法忍受哪怕1分钟的无聊，也无法容忍一次只做一件事。但有趣的是，我们大脑中更原始的那部分，在过去的10万年里，其实一直都没什么改变。我们对压力的反应与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猛犸象和剑齿虎时的反应是大致相同的。我们的杏仁核还是会激活我们的反应，让我们吓呆不动或者迎难而上。帮助婴儿与父母之间建立安全联系的大脑系统也仍然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大脑里帮我们运行生物钟并确定我们对睡眠是否有需求的部分也没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虽然新技术可能会优化我们大脑的某些部分，但还是会削弱我们大脑其他一些部分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新技术的弊端。新技术的弊端。1881年，一位名叫乔治·比尔德的医生提出了一个理论，以说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困于过度紧张的问题。他把罪魁祸首归为新技术。这些新便利让生活变得更快，就像铁路和电报一样，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像怀表这样的小细节。众所周知，技术的突破通常让人们更多的去工作，而非腾出更多的空闲时间。想想蒸汽熨斗的发明吧，它旨在通过使熨烫更容易来让生活更方便。现如今，人们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开始熨衣服了，而不是每个月熨烫一次。只要做起来容易，我们就会做更多。就像我们愿意发电子邮件而不是写信，愿意发条简讯而非试图通过电话来联系某个人。
技术突破似乎在定义上就已经必然让生活更加紧张，因为这些突破加快了人们的步伐，并提高了可达成的目标水平。比尔德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突破，即电灯的推广，让我们能不再按大自然的节奏生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此的思考。但是如果你能想象怀表能造成的压力，那今天人们整天暴风骤雨般的在推特上写这写那，我们的压力水平应该比1881年高很多倍了吧。一个典型的成年人每天会检查他的智能手机46次，有 16% 的青少年报告说他们每个小时都要检查一次手机，还有 50% 的人说他们已经沉迷于手机的使用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出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不是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 Snapchat 软件呢？即使对于成年人来说，想要适度的使用新技术也被证明不太容易。况且孩子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到能够抵抗强迫行为或让他分神的事物的程度。一旦你刷新自己的电子邮件列表，查看你的短信，或打开你的 Instagram 账户，你就会受到多巴胺的冲击，尤其是在这时碰到什么积极的刺激，这种冲击会更加猛烈。这让人们被卷入一种基本的心理效应，间歇性强化。通过间歇性强化，就算不知道每次执行某个操作时是否会获得奖励，你还是可能会不断去做，而期望此时会驱动着你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训狗的人会给狗设立一个头等奖犒赏系统。如果你想让一条狗执行任务，不要每次它做出行为的时候都给它好吃的，而是隔上3次或5次再给它，这就能让狗更加享受其中。它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犒赏，也不知道即将得到的犒赏是什么。所以当你跟狗说过来时，它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也可能会得到一大块牛腩肉。这种预期会让它上瘾，所以它每次都会过来。当人们在老虎机前坐了几个小时，当孩子检查他们的手机信息时，其实是同样的效应发挥了作用。孩子收到的信息可能来自妈妈，是提醒他们别耽误了时间，同时也可能来自某个他正感兴趣的男生女生。每条短信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因此与生命中的其他阶段相比，青少年最容易受到各种具有潜在可能性的风吹草动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孩子还经常告诉我们，让他们很难停下来查看自己手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叫做 FOMO， 也就是害怕错过。如果你是个孩子，那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你使用的新技术越多，你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差。你使用的新技术越多，你的执行功能水平就越糟糕。这一点很重要。自我调节能力和执行功能水平这2个指标，在所有年级中预测学术成功的效果是智商所能实现的效果的2倍。以上是用360度的全局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利用对技术和多巴胺的普遍认识，探究一下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几个技术领域。在如下的5个主要领域里，我们要关注技术和孩子之间的关系。1. 盯着屏幕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我们不想让孩子乃至我们自己做太多的事情都依托于屏幕。拉里·罗森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屏幕前的时间与身体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注意力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增加呈正相关。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令人不安的文章，叫做《智能手机是否毁掉了一代人》。简特吉也认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当代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陷入非常不开心的状态。他的研究表明，尽管人们通过媒体不断取得联系，但当代年轻人越来越感到孤独、疲惫和被孤立。不同于阅读或绘画等其他久坐不动的活动，盯着屏幕还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这让它成为导致许多身心健康问题的独立危险因素。儿童每多看1个小时屏幕，血压就会升高，
而每多1个小时的阅读时间，血压则会下降。这些影响跟孩子体育锻炼的时间没有关系。如果你一天有大量的时间都坐在屏幕前，那么花1个小时跑上几圈是远远不够的。屏幕还带来了各种充斥着暴力的新闻，人们以前在家里从来都看不到这些。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那些直接接触过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的人的压力反应，以及那些通过媒体接触本次爆炸事件超过6个小时的人的压力反应。信不信由你，后者报告出了更高的压力水平。你可以滚动浏览一下你的 Facebook 内容提要，无论你是否刻意寻找，都能看到各种暴力死亡或犯罪的链接。这对成年人来说都让人不安，那可想而知对孩子有何影响。2. 社交媒体将控制权从你手中夺走，还转交给你周围的人。社交媒体依赖于可量化的朋友列表、点赞数量和我们揪心的关注者清单。对女孩子而言，尤其是这样。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花在 Facebook 上的时间越多，你的幸福感就会越低。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比如你的三明治，随后收到17个赞，那你可能会觉得真不赖。但是如果第二天你发了张三明治的新照片，却只有6个人点赞呢？那你就很容易被一连串的问题所困扰。我选错三明治了吗？照片没拍好？我的朋友不在乎我了吗？也许我让他们不高兴了吧？还是我表现得太想让他们点赞了？难道我丧失了与他们的联系？对于我们这些与宝丽来而不是 Instagram 一起长大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似乎傻乎乎的。但对于那些在网上进行大量社交活动的人来说，那些高潮和低谷与朋友亲自拥抱或怠慢我们时，我们的感受一样真实。很难想象心理上的控制点还能外化到比当下更彻底的地步。Instagram 与那些点赞就类似于全天候不间断的选美比赛直播。在你的867个在线的朋友中，任何一个都可以靠留下一段讽刺的评论，或者忽略了你最近的帖子来告诉你，你今天不怎么热辣。社交媒体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上转移开来，重新定位到其他人对我们经历的种种看法上。青少年已经倾向于深切关注他们的同龄人对他们自己的看法。通过将更多的生活细节公之于众，他们一步步放弃了那些仅属于他们的有限的生活元素。有一期《华盛顿邮报》的内容振聋发聩，杰西卡·康特雷拉追踪报道了13岁的凯瑟琳·波米弗林。她用手机作为生活中的社交纽带，像许多青少年一样，凯瑟琳会仔细甄选她想要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照片，挑出她认为最喜欢的照片。对我来说，100多个赞就算不错。他还描述了评论中 TBH 的重要性，这代表着被倾听或说实话。如果有人说 TBH 你可真漂亮，那就差不多算是在评论中证明了你的水准。随后人们可以看着这条评论说，她真的很漂亮。毫无疑问，中毒的社交媒体用户自然会不成比例地遭遇焦虑、抑郁和自恋的问题。现实如此惨淡，可惜孩子甚至都不这么认为。在最近一项针对13至30岁人群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人报告说，他们感觉自己被线上社交档案界定了，因为总是不得不忙于打理，以至于完全无法放眼于其他事物。3. 技术挤占了大脑本该用来培养健康的控制感的时间。技术让孩子无法获得我们所知的健康发展所需的东西：睡觉、运动、彻底的停工期、非结构化的由儿童主导的游戏，以及与朋友和父母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社交互动。最后，这一点对于压力来说是一剂强大的解毒药。虽然社交媒体是女孩更关注的东西，
但男孩往往把电子游戏看得更加重要。电子游戏开发者都是掌握了与动机相关的科学知识的天才，他们知道怎么让你参与进来，怎么给你合适的奖励，才能让你停不下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因为青少年还没有完全发展出至关重要的自我控制能力，他们真的特别容易沉迷，玩得完全停不下来。先撇开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会导致孩子更有攻击性的观点，以及孩子从玩电子游戏中能获得的好处，电子游戏依然问题很大，它甚至能让大约 10% 的孩子真正成瘾。像魔兽世界这样的多人角色扮演游戏尤其如此。这些游戏让玩家身临其境，还可以提升玩家与玩家之间的关联度。几年前，比尔的一位同事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进行了评估。据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4年都没离开过自家的地下室。他花了太多时间来玩魔兽世界。这个家庭最终还是从马萨诸塞州搬到了马里兰州，这也是让孩子彻底休息下来的策略的一部分。新技术与睡眠问题密切相关。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0项研究的数据，而这些研究涉及超过12万5千名6到18岁的儿童。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孩子每周有3次及以上在就寝时间打开屏幕看过，其睡眠不足的风险就增加了 88%， 同时睡眠质量过差的风险增加了 53%。 哪怕不是使用这些设备，调查结果仍然成立。只要在卧室里放一部手机或平板电脑，就会增加睡眠问题。该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本卡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公共政策来要求父母把在睡觉前移除电子设备变成一种大家可接受的例行步骤。有一次，我在向台下的父母和专业人士讲授睡眠与睡眠障碍时，第一次见识了电子游戏有多么让人放不下。在问答环节中，一位母亲站起来说，她家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已经状态很差，连续好几周都起床困难，因此她准备找当地儿科医疗系统的睡眠障碍诊所，给孩子做个广泛性的睡眠评估。结果评估员告诉这位母亲，在评估期间，他儿子承认自己定了一个子夜1点的闹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一起玩某个互动角色扮演游戏，直到凌晨4、5点，然后再告诉自己的父母，他一晚上都失眠，根本睡不着。最终的诊断是伪装睡眠障碍。4. 新技术似乎会降低共情能力。总看屏幕而不看人，这对我们孩子的同理心水平产生了可测量的影响。在过去30年中，大学生所报告的同理心水平下降了 40%， 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过去这10年里。这种现象很容易就能与面对面交流的减少联系起来。想一想，如果有个人在网上很残忍，他就不必眼睁睁地看到自己耍狠的对象。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同时也是《群体性孤独》和《重拾交谈》2本书的作者。他指出，人们正在步入沉默的春天。在雷切尔·卡森看到新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之后，特克尔看到了新技术对同理心的侵犯。他报告称， 82% 的美国人表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会降低其谈话质量。当他为《重拾交谈》一书采访人们时，受访对象会一次又一次地说，比起说话来，我宁愿发简讯。但恰恰是通过对话和面对面的互动，我们才学会了亲密感和同理心。5. 新技术可以轻松提供色情内容的入口，从而引领愈发暴力的性文化。新技术的黑暗面一直越来越黑暗，色情内容随处可见，以致渗透到了它不该出现的地方，以及我们没有主动寻找它的时刻。
美国女孩、社交媒体和青少年的秘密生活一书的作者南希·乔塞尔斯认为，色情内容正在使一种新的性暴力愈发正常化。想想所谓的贱人页面吧，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你应该去接触一下。贱人页面是指某个人在学校里收集女孩的裸体照片，随即在线发布出去。这并不是得到双方同意的分享，有的女孩甚至对此都不知情。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强烈建议让你的孩子知道，你会检查他收发的文字信息和社交媒体内容，直到你感到没有安全风险为止。顺便说一句，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保障孩子控制感的原则。第一，你事先让他们知道了，而非狡猾地去私下检查他们的电话。第二，你已经事先声明过，在某些领域中，他们仍然需要辅助轮的帮助。给孩子控制感，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所有的限制和规则。为了能让孩子自己获得安全感，他们需要知道你会帮着他们在深水中继续航行。也许已经没有比新技术更深的水了。驯服野兽。现在大家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了。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驯服野兽，使之迎合他们，而非对抗他们。这事儿听你的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于新技术。在安排规划的时候要非常周到，跟孩子一起做出各种设定，这才能让孩子遵守这些安排。孩子需要父母提供帮助，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用起电子产品来就没完没了。但在某些时候，这也倒逼他们不得不学会自我监督，自己给自己设限。毕竟，就算他们连自己玩游戏或刷社交媒体都管不好，你也没法陪着他们一起去上大学，并监督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本人必须要放松管理，进步需要一个过程，而这里有一些教给你的孩子如何驯服新技术这只野兽的最佳技巧。打铁还需自身硬。首先，你要认识到，在新技术方面，你很有可能有着一些不健康的习惯，大多数人都这样。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60%的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在屏幕上花费太多时间，而70%的孩子则认为他们的父母使用了过多的新技术产品。你自己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新技术使用模范。跟你的孩子聊聊，人们在使用新技术时普遍都面对矛盾，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告诉他一些对你有用或对你所认识的人有用的小妙招。要给你的孩子这样的许可。如果他正跟你说话，而你却在看手机，那他完全可以提醒你，让你别看了，而且你还要为此道歉，让他们看到你自己有多努力去处理跟电子产品的关系。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家人一起外出度假，她把电话给了她丈夫收着，以便眼不见心不烦。因为她知道，只要自己能够碰到手机，她就想要查一下自己的电子邮件，这会让她抽离此刻只关注自己家庭的重要时光。寻求理解。虽然儿童往往能适应父母的习惯，但很多青少年做不到这一点。相反，他们更多的会和同龄人保持一致。他们要学着在他们自己生存的世界中追求成功，而不是在你当年长大的那个世界里。他们必须要掌握一整套社会规则和运转方式，而这些规则和方式可能对你来说会很陌生。寻求理解现在的孩子，这样你就可以带有敬意的去帮助你的孩子在适当的时候关掉他手上的电子产品。如果你已经是10几岁孩子的父母，那么要了解到，互联网上是你家孩子最常社交的地方。就像你家女儿如果正在跟她的朋友聊天，而你不会无端打断他们，来上一句别说话了。在她给朋友发信息发到一半的时候，你也不能打断她，要求她别打字了。谈到电子游戏时，我们听到很多家长都说，这样玩游戏他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与孩子在对话中采取了缺乏尊重的语气。相反，
去和你的孩子一起玩玩电子游戏吧，并试着了解它的吸引力。你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发现自己也能玩进去。这个游戏真的很有趣，于是你就知道它对孩子真的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变得对它产生依赖，表现出对游戏既有兴趣还很通晓，这将有助于你有效地跟孩子协商玩游戏的限制，并在出现问题时进行有效的干预。当我们的孩子得到了尊重，并且在情感上跟我们保持亲近，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影响他们。出于以上原因，我们要了解一下孩子的兴趣所在，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真的能让孩子获益。回归自然。比尔的儿子在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户外领导力教育培训。他回家后讲，他讨厌自己的手机，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度过了3个月。他喜欢上了那种没人打扰、做事情不被打断以及重归自然的自由感。大自然有一套让我们复原与放松的手段，这不算什么新发现。在乔治·比尔德于1881年出版的关于紧张感的书中，他写道，风的呼呼声和叶子的沙沙声等噪声有着怎样的节奏感，而文明的声音却是无节奏的、不合理的。因此，就算无害，也很烦人。研究表明，孩子在沉浸于自然环境之后，甚至在看过自然界的海报之后，其感受和表现都能得到提升。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Shinrin-yoku 即森林浴来形容这种效应。行走在大自然中，我们可以清理杂乱的前额皮质，让自己平静下来，让自我回归到中心地位，并让我们在需要用到工作记忆的任务或测试中表现得更好。还有一项研究则显示，在无科技夏令营中度过5天后，孩子的同理心得到了改善。我们自己就认识了几十个得了新技术病的孩子。他们参加了这种夏令营，并报告说，在度过第1周后，他们甚至一点都没想念过自己的手机或游戏。如果你不喜欢背上背包去旅行或徒步，你也依然需要努力规划你和自家孩子体验一次被自然美景所包围的短途旅行，哪怕目的地就是个城市公园。你或许觉得这么做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请相信我们，这么做是有用的。与此同时，你在公园、河流或海滩停留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会注意到它的效果。告知而非说教。你的工作并不是要告诫与教授孩子该怎么用电子产品，你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表达对孩子能管好自己对新技术的使用的信心，并给他提供帮助。作为一个顾问，你并不需要做决断，而是要尽到告知与建议的责任。这么做总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好结果。奈德有一个学生，之前被安排在学校参加 ACT 考试，但这门考试并不是在周末组织的，所以他不得不先在学校挨过这漫长的一天，才能在上学日的晚上参加考试。幸运的是，在校的最后这段时间没什么安排，所以有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考试。奈德担心上了一整天学后，他的大脑已经非常疲惫了，而且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对新技术上瘾的孩子。这1个小时他很可能会靠盯着手机度过，所以他告诉了他，如果他没有离手机远远的，那在这1个小时里，他脑子里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他问，你需要我提点建议吗？他表示有这样的需要。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他说，你大可以睡个好觉，起床，热身，享用美味的早餐，然后再去参加考试。在参加 ACT 考试之前，你不会先上这一大堆课，也不会与老师和朋友有什么互动，更不会涉及在学校里的鸡毛蒜皮的事，而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最后1节课后要关掉手机，把手机锁在你的储物柜里，然后因为我知道你学校后面有个小树林，所以去散散步吧，比如溜达15或20分钟。
在树林里走走，会让你的大脑释放一下，暂时忘记那些你一直想放在心上的所有事情。通过清理头脑，你就能有更多的头脑空间，也就能够更清晰地思考，并在考试中表现更棒。他最终的考试分数远超自己的预期，对自己当天的考试表现也非常满意。通过合作达成解决方案。几年前，詹尼尔·伯利霍夫曼借着给13岁孩子买了第一部手机的机会，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后，像病毒一般扩散开来。信里充满了温暖、幽默和一些好建议。不要在短信、电子邮件中或通过这个设备的任何传播渠道中讲那种你不会在跟家人面对面时所说的话。在他儿子最终接受并签约的协议中，总共包含18个要点。这封信的受欢迎程度说明了这类场景对于诸多家长来说都深有同感。我们在此不再赘述霍夫曼女士的情况，但我们依然建议你要更进一步地执行这种理念，自己与孩子共同来设置一份协议。如果围绕新技术使用这个议题，他们本人参与做出了相关决策，那么他们就会批判性地思考自我监管的必要性，并且也更容易坚持协议的约束内容。如果你单方面地去压制孩子，他们就更容易奋起反抗。比尔多年前目睹过一个孩子为了绕过父母对看电视的限制，会经常做出种种努力。父母把电视机锁进柜子里，他就叫了个锁匠上门。父母剪断了电视闭路线，他逃课打电话给有线电视的供应商，把线路修好了。关键是他总能比自己的父母领先一步，这可是20年前的事。当时家长实际上还是可以把电子产品一锁了之的。不要试图在争执中，或者在你要求孩子关掉电子产品时费劲寻求解决方案。与任何类似的对话一样，双方都没有燃眉之急，以及没有什么需要立即采取的行动时候，才是合适的时机。作为父母，你不应该同意任何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事，但还是要听听孩子究竟怎么说。如果他的论点看起来挺合理，即使你可能想的跟对方不一样，也大可以先答应下来。我最近评估了一个名叫伊恩的13岁男孩，他在平面设计方面很有天赋，有几家大公司联系过他，还将他的设计作品用于企业的产品目录和视频制作。在许多方面，伊恩都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青少年之一。但与此同时，他总是很冲动，还患有注意缺陷障碍，并且有点强迫倾向，这使他比起大多数孩子来，在管理自己的新技术使用方面遭遇麻烦的风险更大。高强度的使用电子产品，让他能够长达几个小时聚焦于处理与设计相关的工作，但也让他很难把注意力转移并过渡到没那么刺激的活动上去，比如家庭作业、做家务或睡前准备。虽然他必须要用电脑来做家庭作业和他喜欢的设计任务，但他越是用电脑或手机，就越有压力和感到烦躁。他的父母说他们试过，让他别再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或手机，但这引发了极为可怕的争执。于是他们不得不放任他不好好睡觉。他们指出，当年他们能够简单方便地直接拿走他的电脑和电话来限制他盯着屏幕的时间。那时他们的儿子是一个更快乐、更讨人喜欢的男孩。当伊恩的父母询问该怎样帮助他来管理新技术使用的建议时，我问了他们一个熟悉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答案明显是伊恩自己的问题，因为这影响了他的情绪和他的学业，还影响了爸妈的情绪和工作。这是因为他因使用新技术而引起的烦躁，让他变得很难相处。我建议伊恩的父母考虑一下，帮助孩子学会以健康的方式来规范他对新技术的使用。
这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目标，不一定要立竿见影。我见过有很多新技术病的孩子已经厌倦了失控，于是限制了自己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我告诉他们要与伊恩通过合作达成解决方案，强调他们能理解新技术对他有多重要，还要强调他们希望能在设定适当限制的时候提供支持。我建议他们集体讨论把计算机和手机的使用保持在健康范围内的策略，并寻求一种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我还建议他们坦诚地问问伊恩，如果他限制不住自己对新技术的使用，并且似乎有了新技术成瘾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怎么办？最后，我建议，如果伊恩或他的父母认为是技术控制了他们应该去见见一个能跟孩子一起管理他们新技术使用情况的专业人士。终于，伊恩松了一口气。他担心我会坚持让他不再使用电子产品，同时他也很喜欢与父母一起去寻找解决方案的想法。了解你的杠杆作用。当孩子年幼的时候，你可以不允许他们访问设备，或启用父母限制功能，让他们只能访问被批准的网站，以此来轻松限制他们对新技术的使用。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就会变得越来越棘手。而对于青少年群体，你根本就无法一直监控他们有着怎样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但有一件你能做的事，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密码，并让他们知道你会永远知道这串密码。如果你还要给他们的信息流量付费，你可以把这当作让他们好好使用电子产品的条件。如果他们不在晚上把手机收起来，那你就不给他们付账单了。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所说，如果你的孩子声称他需要在卧室里用手机来设置闹钟，那请你直接买一个闹钟。最重要的是，要让你家的高中生知道，虽然你期待他们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但直到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很好地调控自身对电子产品的使用，确定不耽误自己好好成长，你才会把他们送到学费高昂的好大学去。因为一旦他们做不到，那也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你的金钱。一些常见问题：每天允许有多少看屏幕的时间？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答案很复杂。以前，当父母向我们询问打电子游戏的时间时，我们建议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但后来我们听说孩子会感到很沮丧，因为要花1个半小时才能在他们最喜欢的游戏里打到下一个级别。所以这里没有正确答案，但我们确实能提供一些指导方针。首先，鼓励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计划。与你的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会很有帮助。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看到你在监控你自己的使用情况。我们建议他们首先要确定他们需要睡多少个小时，以及他们想要花多少时间来参加体育活动或其他用不上电子产品的休闲活动。还有，他们需要花多少时间在学校作业、晚餐、家务以及为了上床睡觉和次日上学的准备工作上。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去考虑每天或每周要安排多少时间来使用电子产品。我们能做的就是规划好我们所知道的重要事情和往后的任务。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回答这个问题会容易些。我们相信，学龄前儿童通过与人交往，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与自然界交流，通过戏剧、唱歌、建造和手工，就能发展到最好的水平。没有证据表明幼儿需要新技术的参与才能达成最佳发展，也没有研究发现早期接触过新技术的孩子能受益其中。我如何让对电子产品爱不释手的孩子对其他东西产生兴趣？对于合理使用这个概念，你和那种除了电子游戏什么都不喜欢的孩子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对于学龄儿童，我们建议
构建一种讨论，让他们认识到你是希望他们能够使用新技术的。同时，你也知道这些电子产品对他们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你的孩子看起来很喜欢新技术，那可以跟他说，你长大了可能会成为一个搞技术的哦。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你不希望他们错过的事情，比如花时间和家人共处、阅读、与朋友交往或者睡眠。比如这样说，我知道这些游戏非常有趣，而且我不是说你不能玩，但作为你的父母，我担心你还错过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谈谈你一周要有多少时间来享受你想玩的游戏，并且理出每周你要做的其他事情，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你了。如果我们都能就这个计划达成一致，并且你还能坚持下去，那我就不来打扰你了。我倒是想限制孩子看屏幕的时间，但我孩子的学校要求他用电子产品做作业，有时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我该怎么办呢？虽然电子产品能用多长时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成年人应该共同努力去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他们把时间全都花费在屏幕前。我们支持家长与学校和管理者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告诉他们你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并告诉他们已经有研究表明，孩子在屏幕前花费太多时间是有害处的。同时，你要为你的孩子能不通过电子产品完成作业提供解决方案。你要与其他的家长以及校长就这一问题开展对话，同时要与其他对此问题与你保持同样关注的父母一起努力。这样，你的孩子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单独挑了出来，也不会觉得是父母保护过度。我的女儿才上5年级，但她非常想要一部智能手机。她说她班上的每个人都有，所以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但我认为5年级的学生太小了，还不能用手机。我该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你不应该做那种你自己觉得不对劲的事情。比尔的孩子上高中时，他们常常抱怨自己是全年级唯一没有车开的孩子。但比尔本人为这件事感到非常自豪。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么做帮助了他的孩子，而非伤害了他们。关键是，就算其他父母觉得可以，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拒绝。与此同时，你还要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保持开放的态度。如果你的孩子觉得自己被外界忽略了，那么要探索他这种想法的来源，要表现出同理心，并解释说你并不想让他感到难过。考虑一下，让孩子一步步认识手机这种东西。很多孩子都在用他们的手机发短信，所以第一部手机也许能通话和收发短信就够了，不用加上互联网的功能。我们还建议你与孩子的老师谈谈，看看孩子所说的内容是否属实。你的孩子真的是因为没手机而被孤立了吗？你还可以和其他家长聊聊，他们的孩子用手机干什么？这会引发问题吗？通过讨论来形成某种联盟，以给孩子使用手机设定类似的标准和限制。父母在电子产品的处理上聚在一起，能起到不错的效果。而一旦父母和孩子在这个主题上聚在了一起，那效果会更好。我不希望因为我限制了孩子对新技术的使用，导致他没掌握需要精通技术的种种能力。我听不少人说，通过接触新技术，能提高孩子的多任务处理能力。那我的孩子难道不需要接触电子产品才能跟得上吗？让我们放下这种恐惧吧。在硅谷的华德福学校不能接触电子产品，而其中 75% 的学生是科技企业高管的孩子。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担心自己的小孩会落后于他们本人的技术能力水平时，这些技术人员说，他们已经让对技术的学习变得非常容易，孩子以后肯定能迅速赶上来。
虽然玩上几个小时的电子游戏似乎确实能让你更好地处理多项任务，但这时你仍然表现得比一次只完成一项任务要糟糕得多。如果需要有意识的思考，那你就不能一心二用，所以实际上多任务属于用词不当。如果你试图同时关注2件或2件以上的事情，那么你实际所做的就是在任务之间快速转换。多任务处理会同时影响学习和表现的质量。采用多任务处理其实非常低效，人们会犯更多错误，任务最终处理起来也会更慢。多任务还限制了深层思考和抽象思维的水平，以及表现出创造力和提出新创意的机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今青少年被称为 App 一代。他们会回避那些没有直接与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多任务处理已被证明会提高皮质醇水平，这就意味着这么做还会给神经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冥想和正念如此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对多任务处理而言扮演着强有力的解毒剂的角色。他们强调体验当下，而非三心二意。我该怎么判断我的孩子是否沉迷于新技术？在什么时候我需要去寻找专业帮助？根据技术类型的差异，相关数据有所不同。在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对在社交媒体上花费3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孩子而言，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性是别的孩子的2倍。道格拉斯·金泰尔等研究电子游戏成瘾的学者则会使用如下这些评估标准，如1，在花了多长时间玩游戏这件事上说谎； 2，为了获得兴奋感，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 3，玩的时间减少时会烦躁或不安； 4，通过游戏来逃避其他问题； 5，为了能玩游戏，不再做日常工作，也不完成作业； 6，偷游戏或者偷钱买游戏。最容易在电子游戏、社交媒体或互联网方面发展出成瘾情况的孩子，通常具有某些特征，例如易冲动、社交能力低下、压力耐受性低下、认知灵活性差，以及存在社交焦虑。男孩会比女孩更脆弱一点，而且遗传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涉及调节多巴胺系统和影响能参与系统调节的血清素受体的基因。灵活度低、有强迫性思维和多巴胺系统敏感的孩子，尤其难以为自己设立限制，特别容易产生滥用或上瘾的情况。比尔已经评估了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曾这样说：我可以停下玩游戏，但我停不下来想游戏。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孩子容易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那么与他协商出一些硬性限制就非常重要。他必须遵守已和你商定的限制，以便还能继续使用电子产品。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例如一个孩子会因为父母拿走他的游戏手柄而威胁父母时，家长就更应该寻求专业帮助了。我们还建议要帮助你的孩子发展社交技能，因为许多人转而沉迷于新技术，就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感到舒适还能联系上其他孩子的环境。另一种文化上的转变，许多青少年会探讨新技术的影响力以及抵制其消极影响的必要性，这让我们愈发感到乐观。如今有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运动，我们也希望这会让父母更容易对新技术施加限制。在一项针对年轻千禧一代的研究中，有 80% 的人表示需要放下电子产品，并开始享受一些简单的事情。在千禧一代中，烘焙、缝纫和手工艺等更安静的实践活动已经越来越受欢迎，甚至零售业也正在加入这一去科技化运动。越来越多的商店和餐馆开始将自己打造成无科技品牌。我们知道有几家餐厅会不留情面地要求禁止使用手机。
而西雅图有一家桌面游戏商店则使用了这样的营销口号：不插电再重连。也许我们最喜欢的去科技化运动的例子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女子篮球队。几年前，他们在比赛期间自愿放弃使用手机，还引起了媒体圈的轰动。不再用手机可能是我们作为团队所做出的最好的决议之一。后卫莱克西·布朗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喜欢我的手机，但这件事告诉我，我并不需要它。相应的，队友玩纸牌游戏并且互相交谈的次数比用手机的时候要多了不少。而另一位队员讲，当我们拿回手机时，我们简直就想把它立刻还回去。今晚怎么做？举行一个家庭会议，讨论该怎么设置不适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或地方，至少在用餐期间或在卧室里不应该有手机。但你可能还想为全家人开辟出更多无手机的区域。有一位朋友的妻子是这样说的：上沙发就别拿手机，如果你人在沙发上，那就跟我说说话。成为健康使用新技术的好榜样。例如，开车时不要发信息。如果你需要在车里给人发简讯，请务必先停好车。如果你的孩子走进房间时，你正在用手机，请先停下来，跟孩子打个招呼。如果你需要检查一下手机上的信息、电子邮件或提醒，请先征询他人的同意。我看一下手机可以吗？可能是爸爸找我们。我跟某某说过，我要查查他发来的信息。尝试周一到周五，每天至少与孩子一起体验30分钟不插电的私人时光，而到了周末，每天至少要安排出1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不能接打电话或查看手机。考虑在周末的时候定下一段时间作为无电子产品时间段，而是做做煎饼、读读书、玩玩游戏的专门时间。如有必要，请与你的孩子协商出不用电子产品的最佳时间段。如果让你的孩子放下手机很困难，那请让他设计一个计时器来提醒他每10或15分钟才可以查看一次手机。在我们看来，10至15分钟看一次似乎还是很痴迷，但只要你别那么死板，很难在不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段里坚持下去的孩子就不会那么反感了。我们既要尊重也要理解，即使是在短时间里不使用电子产品，对他来说也可能很难。外出时要指出某个人因为使用电话而忽略了另一个人的社交场合，然后问问孩子，你觉得对方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你打算给年幼的孩子买部手机或提供给他互联网的接入手段，请学习一些相关资源，比如亚当布莱特的 apparent101.com 以及美国儿科协会的媒体和儿童沟通工具包，以进一步教育孩子如何使用他会接触到的游戏与应用程序。娱乐软件评级委员会提供有关怎么在游戏里设置家长控制的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是，要和你的孩子谈谈，让他们知道，帮他们学会如何善用技术，这是你的工作。可以这样说，这个小东西里面有个大世界。如果你在上面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害怕的事，那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要让孩子知道，你会随机检查他们的简讯和 Twitter 页面，直到你觉得他们没有以对他人有害的方式来使用这些东西，或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然后要说到做到。提前跟孩子说好玩电子游戏的规矩，关键点是不要在该退出游戏的时候弄得大家不愉快。如果你的孩子存在电子产品滥用的情况，请考虑咨询心理咨询师或辅导员。第10章，锻炼大脑与身体。精英运动员往往会做一些乍看之下让人费解的训练动作。他们不去练举重用的杠轴，而去练习瑜伽球，
而且总是在调用又大又显眼的肌肉之前，先练习和调节身上的小块肌肉。如果人们未经专门训练，甚至都看不出来这些小肌肉有健美的效果。但这些肌肉能使运动员更不容易受伤。哪怕是个拳击手，如果不在意这些小肌肉，在把孩子从浴缸里抱出来的时候，也可能闪了腰。对于在街角走着走着竟崴了脚的那个跑步运动员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他们的整体状态非常好，但可能忽略了要保持良好的根基。这样一来，身体其他部分的正常运作就得不到良好的支持了。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对那些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小块肌肉加以锻炼的几种方法。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一个有韧性、大脑健康的孩子。当遭遇生活中的诸多障碍时，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们都该有个好底子。我们希望能帮我们的孩子构建一个既能够巧妙思考，又能从各个方面抗住打击的大脑。虽然我们希望他们一帆风顺，但我们也并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事情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期待，没有获得希望自己想要的结果时，表现得惧怕风险，甚至直接崩溃。大多数孩子都没有被教授过赋能增效的心理策略，比如提前做计划并将目标可视化，反驳消极思想，以及在你想要的东西没达成时，你该怎么想怎么做。本章列出了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接待孩子时，以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都靠得住的一些成功策略。我们借鉴了在成功心理学领域中颇有影响力的作者的观点，如史蒂芬·科维、伯恩·崔西、阿黛尔·戴蒙德和丹尼尔·西格尔这样的神经科学家。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甚至已经使用过其中的一些方法，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们对孩子也同样有效。让孩子好好坐下来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他们10几岁的时候。那可以说，亲爱的，让我们来谈谈怎么才能锻炼你的大脑，好吗？他们很可能会拒绝你，这很正常。但是了解这些方法策略依然会有所帮助，并且还有一些手段可以让这些方法自然而然地成为你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练习1，设定明确的目标。事实上，每个著书立说探讨过成功心理学的人都同意，设定目标至关重要。我们俩都使用目标设定技术和可视化策略来发展我们的业务。我们也恳请你从小就要教孩子这样做。对于一些人来说，写下一个简单的目标列表就很有效，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想象一下他们目标的视觉图像会更有效果。例如，想要邋遢的孩子保持书桌干净整洁，那可以尝试在他的书桌收拾整洁后立刻拍张照片。他会把这张照片标签化，并注意到钢笔、铅笔、纸跟家庭作业分别都在哪里。等他下次需要收拾桌子的时候，他就可以看一下图片，再照着打理。出门上学前的准备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他本人也同意，不想让准备出门上学的过程总那么难受，那么他可以参考一张他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好出门的照片。外套穿好了，头发梳好了，背包和饭盒也都拿好了。如果他能看见自己所追求的具体是什么，他就更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这种技术对于那些不能很好的规划、组织自己生活的青少年也很有用。因为在对工作记忆的需求量上，匹配图片低于阅读清单。至于目标实现的可视化到底多有用，已经存在大量的文献对此说明。这基于大脑无法真正区分实际体验和想象出来的生动体验。在著名神经科学家阿尔瓦罗·帕斯卡尔·列昂主持的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中，有一组人被要求在一段时期内每天都要弹奏钢琴音阶，
而另一组参与者则被要求在没有实际演奏的情况下，靠想象来演奏这些音阶。研究人员发现，两组参与者都表现出了与手指运动相对应的大脑区域的增长。对于运动员和康复病人来说，这个实验以及类似研究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一旦孩子长大了点，还会有一种被称为心智对比的目标设定方法，也很有效。心智对比技术由纽约大学的加布里埃尔·厄廷根开发，旨在帮助学生去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这种方法通过绘制达成切实目标的路径的形式，以保护那些好高骛远的人免于被失望感击倒。这种方法也能有效支持那类整日阴沉沮丧的人。他们对任何目标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提上10几个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这个目标永远达不到。心智对比的第一步是让孩子设定他自己的目标，这不该是一个集体目标，也不该受你的影响。这个目标还必须既可行又具有挑战性。第二步是鼓励你的孩子就他所希望产生的结果写下几个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应该瞻前顾后，而要随心所欲地写下任何想到的东西。第三步是让你的孩子考虑一下，实现这一目标具体有哪些内在障碍。请注意，这时你并不是要让他们考虑什么外部的障碍。再一次要求他们拿起笔，在纸上记下这些障碍，考虑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当这些障碍浮出水面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来应对。有时奈德的学生会把他们的 ACT 或 SAT 成绩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随后在第二步写下的话，则可能是冷静、自信或专注。当他们考虑内在的障碍时，就会写下匆忙、压力和困惑。这样，他们在心理上就已经在准备应对考试，还会想象一下那种压力或混乱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就会想象自己克服这些障碍的情景，或者至少是忍受这些障碍的情景。他们会对自己说些什么话呢？他们又该如何提醒自己使用一些考试技巧？比如，这跟与校内考试不同，不会的问题不用答，留出更多时间分配到每个问题上，是否才更合适？当他们遭遇障碍，他们的应对计划又是什么？他们已经预见到了潜在的挫折，也能接受发生意外状况，这将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去应对挑战。奈德有一个学生受制于社交方面的困扰，还在转学后被诊断患焦虑症。他与辅导员一起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模拟那些让他不舒服的社交场合，并练习怎么说及怎么做。他练了一遍又一遍，纵然他知道他很少能有机会去用他所练习的那些话，但是知道该说什么，这就让他不那么焦虑了。这样一来，社交上的遭遇对他而言也就不再那么难以预测了。我们也坚信，孩子应该在教室里、音乐室里、运动场上，甚至在自家后院里去设置个人最佳目标。并不是说竞争本身有什么不好，你的孩子在他真正想赢的时候，当然要学着如何去争取。但是当他的竞争对手是自己的时候，往往更有效。他可能无法控制其他人练习的努力程度或者水平高低，但是他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练习程度，以超越他本人之前的最短时间或最高得分。看到自己在某件事上越来越好，这是非常有益的。事实是，在给自己设立目标这件事上，多年轻也不嫌年轻，多老也不嫌老。奈德常讲他的岳父，一位职业滑雪运动员的故事。他都活到下半辈子了，才决定要投身于单板滑雪中。奈德也曾经决定要试试滑雪。每一个滑雪板新手在滑了一天后都会知道，这一天过得真的令人非常沮丧。你会摔很多跤，
如果你已经20多岁了，你还会浑身湿漉漉的，而且满身淤伤。但只要坚持了1天，你站直的时间就比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时间要长。在第2天里，你会滑得马马虎虎，但到了周末，你就能从初级斜坡上顺利滑下来，并产生一种感觉，觉得努力真的有成效。学习新技能并精进其中，这能激发出你内心的动力。这个充满考试的世界，对设立个人最佳目标来说，简直是一方沃土。奈德的一名学生艾利逊，为了更好地准备 ACT 考试，特地来咨询他。他父母说，他们希望他能考到34分。他问他自己的目标是多高，而他说自己想考到31分或32分。随后，奈德得知他目前的成绩是24分。把目标定在34分并没有意义，那是他父母的目标，而非他的目标。但是将他的目标设定为32分也没意义，因为这种跨度根本不切实际。他们就这一点谈了谈，最终确定艾丽森的合理目标是考到28分。这个分数既符合现实，又具有挑战性。如果他之后能够考到28分，那他就能像攀岩一样锁定住。从28分这个舒适区开始，艾丽森就可以开始为他所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了。然后他就能继续向前看，31分或32分就成了非常合适的目标。他也能够瞄准拿下，一气呵成。无论是在考场上、斜坡上，还是在你孩子想要学习怎么造车轮的自家后院，这些为他设定目标的方法，让他从 A 点进步到 B 点，都能激发出他的内在动机和控制感。练习2，注意你的大脑要告诉你的事。根据我们的经验，当一个孩子理解他脑子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就更能自控，并且往往能行为更得当，表现更优异。哪怕稍微了解一下大脑，就可以恢复他的控制感。即使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能够理解大脑的基本功能。儿童精神病学家、全脑教养法的作者丹尼尔·西格尔，在孩子面前用4个手指头裹住拇指握拳，并用这种视觉信息来教育孩子，在受到压力时，大脑里会发生什么。拇指代表着强烈的情感，比如恐惧、忧虑和愤怒，而它上面的那些手指则代表了大脑的另一部分，以帮助人们清晰地思考以及解决问题。当人们的担忧或愤怒变得太强烈的时候，其他手指就会失去对拇指的控制。西格尔称之为滚水冲开了壶盖。当孩子觉得自己大脑里的壶盖要扣不住了的时候，西格尔鼓励他们考虑一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才能平静下来，比如前往一个指定的冷静点，这样他们的拳头就能再次握起来。比尔测试过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孩子本，他是一个9岁的男孩，他的父母担心他有注意力涣散的问题，而且容易焦虑，还有完美主义倾向，以及他对挫折的容忍度非常低下。他们迫切地希望了解他们该如何帮助本在家庭和学校中表现得不那么敏感与糟心。在测试的最初几分钟里，比尔就看到了他们想表达的情况。虽然本思维清晰，表达清楚，但他总是会用这样的话打断比尔：我不擅长这个，做什么事我都慢吞吞的，和你要给我打个低分了，对吧？当他要迎接第一个有点难度的挑战时，他猛地一拳捶在桌子上，说：我做不到。如果比尔给本施压，他就变得非常焦虑不安，都到了马上就要哭出来或闹脾气的地步。他们间的对话如下：比尔，我能看出来这让你压力很大，我可以跟你讲讲我的想法吗？本，行。比尔，我感觉只要你头脑里没蹦出一个好主意，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傻。本，没错，真是太让人沮丧了。比尔，我打赌你肯定知道自己并不傻，
我觉得你也许知道自己的词汇量要比大多数孩子大很多。本，我确实认识很多词汇，有的单词全年级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比尔，你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你大脑里的一部分，它叫做杏仁核。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它的任务有点过于繁重了。杏仁核是一种威胁探测器，它一直在寻找任何可能伤到你或让你感觉不好的事情。它根本无法思考，它只能察觉到可能的危险。当它抓住了什么东西时，就会让你感到压力。这样一来，你就能躲开危险了。我知道有一些孩子的杏仁核似乎发现不了任何威胁，但我也知道有很多孩子的杏仁核非常敏感，几乎发现所有东西都有威胁。而我认为你也有一个非常敏感的杏仁核。本，我肯定有，什么事都能吓到我，让我心情低落。你该看看我在学校是什么样子。比尔，对你来说那一定不容易。咱俩既然要合作，那我们就应该记住，你的杏仁核真的非常敏感，而且它已经超过了它本该有的水平。因此，每当你不能立刻想出答案时，我们就可以提醒你的杏仁核，是它反应过度了。跟我在一起，你很安全，而且你肯定不傻。如果你开始变得紧张、沮丧，或者陷入了困境，咱俩就会知道，这意味着你的杏仁核在试图让你感到失望，以免你觉得自己傻。然而实际上你并不傻，所以大可不必感到失落。本，好的。当他们重新回到测试中时，过程容易了很多。在那个早上剩下的时间里，本那强烈的完美主义和太低的挫折容忍度，甚至成了比尔和他一起开玩笑的对象，因为他们反思的是他原始大脑里被误导的功能，而非他性格中的什么缺陷。当比尔在评估后期问到本的社交和情感生活时，他使用了与本有关联的意象比喻。比尔，我今天早上在你身上看到的这种挫折感，在学校里总出现吗？本，是的，我很容易就生气了。比尔，那你想来一根家常引信吗？本，什么意思？比尔，你知道如果炸弹有一根很长的引信，那就意味着它的爆炸会延缓吗？如果用了一根短引信，那就意味着它一点就炸。我的猜测是你的引信有些短，因为你的杏仁核实在是太敏感了。本，也就这么长。比尔，你想加长一下引信吗？本，那要加长不少呢。比尔，我们会更多的来谈论这个问题，咱俩也要和你的父母谈谈，他们该如何帮上你。我也会帮你找到一个可以指导你变得没那么易爆炸的人。使用简单的语言和生动的图像解释情绪的科学规律都非常有效，因为这能把问题从个人领域转移到科学领域中去。并不是说光凭一席话，本在学校里就能不焦虑了。要延长他的引信，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给他一个框架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重要的第一步。比尔最近重新评估了本的情况，他现在已经14岁了，并且情绪得到了更好的管控。他仍然很紧张，也很容易受挫，但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非常成功的学生。他还独立自主地打理着自己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曾经给他带来压力的考试，现在变得舒适和轻松起来了。比尔认为他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告诉孩子，他从他们的神经心理学评估结果中知道了什么。当他们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以及还有着什么样的短板的时候，就会让他们更有信心地认为自己成年之后还能在这个世界上保有一席之地。练习3，练习备选计划思维。我们看到的许多孩子都蒙受焦虑和沉迷的驱使，但卡利，一个非常聪明、富有创造力、精气神十足的17岁孩子，可以说是我们曾见过的最焦虑的少年。
他一心只想上哥伦比亚大学，而压力似乎并非来自他父母。在因为词汇问题、数学问题以及应试策略接待过卡利之后，奈德清楚地知道，他对这样一所大学的强烈焦虑和强迫性关注已经干扰到了他好好思考的能力。几年前，比尔给他做过测试，卡利和他的父母一致认为，回来看看比尔能否提供帮助会是个好主意。他告诉比尔，他课业繁重，没时间去看治疗师。他已经在服用他的精神科医生认为最安全的抗焦虑药物，并且他有好多作业要做，也没法再早点上床睡觉了。比尔和卡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与奈德的每次辅导会晤都应该专门留出一部分时间来关注所谓的备选计划思维。卡利需要考虑一下，如果他没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该怎么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要调整好自己对此的感受，甚至对于其他的选择培养出积极的态度。那种如果没考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担忧，可能会彻底击垮他的整个生活。只有放下这种担心，他才能够让压力反应平静下来，才能专注于做对那些他能答出来的考题。面对潜在阻碍时，要想保持住健康的应对方法，备选计划思维是一大关键。虽然卡利一开始表现出了抗拒，但他最终还是接纳了这一想法。他开始想象自己在密歇根大学的生活，并选择了它作为自己的替补志愿。他认为密歇根大学拥有出色的校园精神，那里的生活也很有趣。他还被安阿伯那轻松的氛围所吸引。他与刚毕业的学生交谈，还听到了他们曾非常喜欢的一些奇妙机遇。他很高兴地了解到，从密歇根大学毕业这个梦想可能会更好，因为在那里他的成绩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当他开始想象另一种未来时，卡利的焦虑水平便有所下降。备选计划思维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问题。通过设想出不同的未来走向和设置备选计划，孩子就能了解到，哪怕首选计划不能顺利达成，那也不是世界末日。备选计划的思考能加强前额皮质调节杏仁核的能力。其实这就是前额皮质的工作。制定计划和目标，如果你的首选没能达成，你还能清楚地知道你该做什么，这样就更容易让你保持冷静和维系控制。对于孩子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能比我就要，但我就是做不到的感觉更让他们感到紧张了。备选计划允许你更具建设性地去思考，如果我不能这么干，那我就能那么做。它还提升了人的灵活度和适应性。随着时间推移，练习备选计划思维能让你变得信心充沛，进而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奈德会一直亲身实践备选计划思维，这经常能让他从平日里的场景中以及灾难性的假设中得以解脱。最终，他收获了掌控感，因为他已预料到并决定了该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对于一些人来说，备选计划思维可能会包括考虑选择截然不同的成功路径。有些人依托不同的路径，最终达成了有意义并幸福的生活。他们的故事是我们能帮你拓宽眼界的重要源泉。对你来说，明白美好结局可不止一个，以及拓展你的认知框架，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你缓解压力。我辅导过一个特别棒的孩子，他叫罗杰。当时他的 ACT 成绩非常差。在分析他考试那天的情况时，我了解到罗杰那天在去考场的路上迷了路。我们当时的谈话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一开始在路口拐错了，结果这一天都过得很糟糕。我说，不过并非每次击球都能本垒打。在棒球比赛里，如果你挥了10次棒，击飞或击丢了7次，但另外3次全都击中了，照样可能会进名人堂。你只要握紧球棒，好好打就行。没错，但下次我必须打个好球才行啊。好吧，我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想，但我是这么想的。你可以在4月再考一次 ACT， 如果4月不顺利，你可以在6月再考，
如果6月进展不顺利，那么9月还有另一次 ACT 考试安排。如果9月进展还不顺利，那你可以在10月继续参加。如果10月进展依然不顺利，你可以在12月再来一次。但是如果到了高3的12月，你这分数还是止步不前，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另安排一个计划了。罗杰笑了，制定 B 计划非常有帮助。天知道啊，朋友，我继续道，你最好每周6早上抓点紧，要不然就得一遍又一遍的去参加这破考试。对你而言，设立一个目标总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你有不止一个机会去做真正正确的事。所以，没错，我们很乐意看到你这次挥棒能有顺利一击，然后你跳上一段庆祝胜利的舞蹈，咱们就完事儿了。但如果你没能做到，那你还要卖力气，再试一次。练习4，带着同情心与自己交谈。我真笨，我简直是个白痴，我怎么会这么傻？我们经常听到孩子发出这样的评论。许多家长在听到孩子长期的自贬言论时，都会感到非常绝望。但是先不要急着跟你的孩子辩解。如果你的孩子陷入了这种我什么都干不好的恶性循环，你应该这样说：这只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而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听听，我很乐意与你分享我的看法。如果你的孩子不想听，那就先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再等个更适合的时间来跟孩子谈谈。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自我控制上的问题，所以强加于人的智慧可能会让他们更固执于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开展对话的另一个方法是提醒你的孩子，你也经历过一些困难境遇。可以这样说：当时我是这样做的，你想听听吗？再强调一次，如果孩子说不，就请不要继续分享了。但通常这时孩子还是会说愿意听听。如果他愿意聊聊，你可能要这样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时跟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同于跟别人说话的方式？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同在一个垒球队，有人朝我传来一个普通的地面球，我却让他从2腿之间穿了过去，你会怎么说呢？可能会这样说吧：没关系，你肯定能接到下个球。为什么呢？漏接球肯定是个糟糕的错误，但你本能地知道，支持和鼓励会让自己更有可能接住下个球，而非把你的手套丢在地上，再尖叫着说自己的技术有多烂。教你的孩子像他们最好的朋友一样去支持他自己，说：来吧，你能做到的，希瑟。采用第3人称自我对话要比采用第1人称自我对话强大得多。如果你的女儿通过名字来指代自己，她就更有可能采取距离更远、更具支持性的朋友立场，而不是当个吹毛求疵的评论员。让我们再深入研究一下，我们该如何处理类似漏接球一样的错误。如果你的孩子认为这个错误没有什么理性的解释，而且自我惩罚说全怪自己太笨，那么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有知错就改的能力。因为除了不再那么笨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导致更好的结果。有效的自我对话让他能够保持认可自己的能力，他绝对不笨，他只是没留神犯了一个错误而已。然后他就可以调查一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给了他一个缓冲的机会。通过提出究竟是哪里不对劲导致问题发生的具体解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可以在流程中着手处理与改变的地方了。这里的关键点是要就事论事。如果存在一个不会威胁到你孩子的身份认同的因由，他就可以看看到底错在哪里，并吸取教训，继续前进。练习5，练习重构问题。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指出孩子思维过程中的问题，并让他们重新构建思维，以帮助他们更巧妙地思考。想想压力这种东西，就算简单的给不同的压力做标记，都能改变人的表现水平。波布朗森写过一篇报道，
专业音乐家和运动员在上场前都会感到焦虑，但是他们会将其解释为一种活力感，而业余爱好者则将其解释为一种负面的感受。对于前者，焦虑引发了心流，而对于后者来说，焦虑成为一种威胁。不是控制感的高低，而是这种对控制感的定义提高了动机水平，平息了焦虑感受。比起客观事实来，主观感受对大脑及其反馈模式产生的影响更深远。语言是非常强大的，我想要比我不得不更可取，同时我宁愿也比我不得不效果更好。这玩意儿挺烦人，但它并不可怕，或这是个挫折，但它不是灾难，这样的话都有助于人们进行思考。我们喜欢把生活看作一种选观点的游戏，你可以自主决定如何构建各种事件。想象一下，你16岁的女儿正在学习舞蹈，之前约好她会在晚上9点给你发条短信，现在是9点15，她的短信还没发来，而且也没回复你的短信。胡思乱想，她被困在某条水沟里，这样有用吗？并没有用。那她很可能是忘了短信这茬事，而且跟朋友在一起也没顾上看你的短信。这样想会有用吗？很显然，后者是一个不那么离谱的选项。所以我们大可以选择这样想，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真实情况能发生什么改变，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哪种观点更能让你安心下来？我们的朋友语言心理学家布伦特·托尔曼认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你都可以选择最有帮助的观点。当你问自己最可能的解释是什么时，你的答案通常并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灾难。的确，有时候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在你的生活中，每天都假设会发生灾难是没有意义的。你不妨听听我们的朋友亚伦的故事。他有一次去开一个工作上的重要会议，途中车被追尾了。他下了车，对肇事司机并不怎么友善。随后他注意到对方车上有一块海军陆战队老爸的牌照，而那个司机在大声地道歉，并解释说他和妻子正着急赶到医院去，女儿就要做手术了。亚伦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愤怒和沮丧让位于关切和提供帮助。我们可以选择把另一名司机看作一个混蛋，也可以看作一个匆忙赶路的正常人。我们可以选择将错误视为我们自身有所欠缺的证据，也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生活过程中必要的，甚至在无意中还起到了好作用的一部分。重构包括仔细审视我们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将其重新定向，它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这也是一个能把正念融入其中的理念。向你的孩子解释一下，许多身体上的感受是由思想引起的，帮助他们将这两者加以联系，并让他们在紧张、悲伤或犯糊涂时留意自己身上相应的迹象，教他们开始去倾听自己的思想，并把理性的想法和不理性的想法区分开来。就在前几天，奈德的一位学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考试期间发生的事情。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他说，做什么都感觉没意义。随后我开始思考起自己来，想到我永远不会取得好成绩，永远不会考进宾夕法尼亚大学，永远当不成一名建筑师。奈德的回答是这样的：你一道题都做不对吗？难道你真的一无是处？你真的不擅长要考的科目吗？你真的考不到好成绩吗？如果你这次没考好，难道你永远都考不好吗？如果你没考好，难道你就一定不能进入一所好大学吗？就算你没进到所谓的好大学，难道你就不能成为一名建筑师吗？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奈德继续说道，如你一般充满好奇心的人，即使是在最没优势的大学，也照样能得到很好的教育。无论去哪里上大学，你都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当然，你还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参加 ACT 考试。因此，当你感到压力时，一定要进一步思考一下那些下意识产生的想法。你真的能采信这些想法吗？让我们感到失控的最常见的心理习惯之一就是灾难性解读。也就是说，把一个小小的鼹鼠丘看成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帮助孩子避免灾难性解读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教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这样问问自己：这是个大问题还是个小问题？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孩子被教导要区分开灾难和那些暂时令人沮丧或尴尬的事情。区分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会有生命危险，和我会感到失望，但我不太可能死掉。如果这只是一个小问题，那第一道防线是利用自我舒缓机制，如前往冷静点、深呼吸，或者采用备选计划思维，让自己平静下来。对于大多数问题而言，这些工具就足够了。一旦感觉问题太大，我们则希望孩子要去寻求外界的帮助。练习6，动起来，多玩耍。奈德有一个学生，平时爱跑步，但是很容易焦虑。他说自己的父母告诉他，他不应该把用来学习的时间花在锻炼上。这是奈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听到过的最糟糕的建议了。情绪一词的拉丁文词根的意思就是移动。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是相互联系的，大脑中只是身体移动的部分与负责清醒思考的部分紧挨着。我们的运动控制功能与我们的心理控制及执行功能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重叠。这也是运动有益于人们培养自我调节能力的一个原因。锻炼对大脑和身体都很有益处。它可以增加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从而保障人的心智稳定，让人们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保持警觉以及心态平静。运动还会刺激 BDNF 蛋白质的产生，这被认为是大脑的肥料，因为它对大脑的生长和将神经细胞连接在一起这两件事都很重要。运动可以为大脑提供更多的葡萄糖和氧气，这能促进神经系统发育，还能促进脑细胞的生长。简而言之，人们经常说运动比思考更有助于产生清晰的思路，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可以刺激和加强前额皮质的控制功能。对于宁静的警觉这种状态而言，锻炼也很重要。约翰·瑞迪在他的书《运动改造大脑》中表示，如果学生在学校课程中大量锻炼，其学习成绩会显著提高。此时，芬兰再次成为先进典型。他要求学生每经过40分钟的教学时间，就要进行20分钟的户外游戏。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奈德告诉他的学生要坚持跑步，还鼓励他的所有学生都培养某种锻炼习惯。有氧运动比无氧运动能赋予大脑更多的益处。在把握正常的强度水平时，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那就是你在锻炼中应该做到能够说话但没法唱歌的程度。锻炼是应该费点劲，但不应该让你觉得到了要命的地步。阿黛尔·戴蒙德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精神科学家之一，他特别赞成这样的运动，同时用到核心执行功能、工作记忆、意志控制和认知灵活性。比如跳舞，在你学舞蹈的时候，你必须运用你的工作记忆来学习新动作，你还要调控抑制自己的动作，你还必须灵活地调整你的动作，以匹配音乐或适应舞伴的舞步变化。瑜伽、武术、骑马、击剑、打鼓和攀岩都属于这种运动类型。在这类运动中，你要同时运用智力和运动技能来提升自己的执行功能水平。让一群高中生去攀岩是一回事，但让年龄更小点的孩子参与这种大脑健康运动，往往容易吓到他们。这时，游戏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游戏对于健康大脑的发育也至关重要。
小脑位于大脑的底部，正好在脊髓上方。至少在最近这100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运动协调与否取决于小脑。如果你伤到了自己的小脑，你甚至连站都站不直。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才刚刚开始研究小脑是如何影响思维的。患有小脑损伤的患者在制定计划、选择词汇、判断物体形状以及创建比例图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小脑在学习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小脑功能的差异，同时也与注意缺陷障碍有关，并且也是自闭症的一个影响因素。小脑是最不具可遗传性的大脑结构之一，这意味着经验而不是遗传是其运作良好的关键所在。玩耍让孩子强化了他们的小脑，并学着掌控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不仅适用于我们人类，几乎对每个物种而言，玩耍和小脑发展的比率都会在统计图上呈现出倒 U 型的曲线。这表明大脑需要全身都动起来才能达到成熟。而且玩耍对于大脑的刺激还存在一个敏感期。为了孩子的小脑好，我们要抵制让孩子做某些有用功的冲动，要抵制那种不让他离开你的视线超出1分钟的担心，要拒绝让他加入那种会要求他做这做那的组织，让他做自己想做的，让他玩自己想玩的。今晚怎么做？考虑一下本章的各种练习方法，并询问你的孩子是否认为其中有一个能帮上他、你或全家人。举行家庭会议，分享你写下的目标，询问孩子对你的目标或兄弟姐妹的目标的看法，接受他们提出的建议，鼓励孩子设定他自己的目标并实现它。这样问：在下个星期、月、学期、夏天结束之前，你想做点什么或完成什么？帮助他们设立 SMART 目标，即具体、可衡量、可实现、切实、有实现。一旦你将目标分解为离散的、可操作的具体步骤时，在看到进展时就能增加你所释放的多巴胺。以孩子的 SMART 目标为基础，增加心智对比技术。存在什么内在的障碍吗？如果你的孩子遭遇挫败，他将如何处理？他会有何感受？他又该怎么重整旗鼓，继续前进？全家人实践一次备选计划思维。问问你的孩子，他们是否想听听你对他们的首选计划与备选计划的看法？如果他们不想听，那就靠边站吧。在积极的自我对话和自我同情方面做好榜样。你可以这样说：昨天我在工作上闯了祸，而我意识到自己太苛责我自己了。我对别人向来不会这么严苛。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贬低自己并不能帮我改正错误。让身体健康成为全家人认同的价值。不要强迫你的孩子参加体育运动，也不要替他选择某项运动，但要跟他解释一下，家里每个人都将体育活动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很重要。同时还要帮助他们决定他们最终选择的运动项目。第11章：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及自闭症谱系障碍。控制感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有利，但是患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或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的父母则会面临一系列额外的挑战。有时候，这些孩子需要跟别人一样多的控制感，但他们所接受的干预实际上会弱化他们的自主意识。研究表明，安排任务和外部刺激因素通常是能帮助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儿专注于完成任务，以及在课堂和家中良好表现的最有效方法。因此，许多家长和专业人士拒绝让这些孩子在做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时具有太多发言权。但我们对这种认为别人安排和自我管理互斥的概念持异议。我们的观点是，
应该为这些孩子提供高水平的外界安排和组织支持，前提是他们不经常对抗这些安排与支持。有学习障碍和其他特殊需求的孩子，往往在觉察不到外界帮助时能学得更好，表现也更出色。同时，奖励和其他外部激励因素也会削弱这些孩子的内在动机，所以应谨慎使用。许多父母认为，有发育困难的孩子在生活中没法靠自己做出决定。对一个普通孩子汤姆来说，自己来决定课程项目选什么主题，或是不是要参加课外提升班，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对于有多动问题的哈利来说，他可能就做不到。我们依然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在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里，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阅读障碍或其他学习障碍的儿童。他们一旦获得做出决定所需信息而没有被强迫的感觉，就有非常强的能力去在深思熟虑过后做出选择。他们仍然很了解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同样希望自己的生活顺风顺水，往往会乐意有人能给他们提供帮助，以及有人能让他们调节到学习更好、表现更好的状态。一些研究证实了给予特需孩子自主权有种种好处。有这样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患学习障碍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在家里能有自主感，他们往往就能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好，还能更顺利地处理个人所经历的挫折。第二项研究发现，患高功能自闭症的学生若被老师评估为自主性较强，其在校内就能表现出更强的自主能力，而这相应的又导致了更强的学业能力。最近，针对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青少年及其家长的一种新治疗方法 STAND 则非常强调要促进青少年自主。它由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玛格丽特·西布利提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好在我们的经验很多。多年来，我们俩，尤其是比尔，都看到了，一旦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一种控制感，他们就能茁壮成长。只要你想想大脑的运作模式，很快你就能明白原因。大脑随着其使用而得以发育，我们不希望任何孩子在习惯于长期对抗外界控制的情况下完成大脑发育。我们知道，倘若在学校过得不好，或存在冲动意志方面的问题，的确会让人有压力。可我们同时也知道，控制感不仅能对抗压力，还能促进大脑健康成长。如果我们希望没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都能拥有这些优势，那么他们对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来说，难道不是更重要吗？本章内容并不牵涉每个孩子，但也许比你想象的影响面会更大一些。2013至2014年，有650万名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了特殊教育服务，多达 20% 的学生至少患有一种学习障碍，有 11% 的儿童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每68个儿童中就有一个自闭症患者。不仅如此，一定程度上，因为还有尚未被诊断出来的有障碍的学生没有被包含在内，所以以上针对学业困境、注意力困境和社交困境的统计数据，几乎可以肯定都存在被低估的情况。再非官方一点的讲，我们俩真的很难想起某个拥有3个子女的家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存在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或自闭症谱系障碍的问题。本章无意全面探讨所有的特殊需求，以及如果你的孩子有特殊需要，你应该怎么办。每类问题本身都足够写本书了。相对的，我们希望的是向你展示一些方法，以给予这些孩子控制感，并向你保证，只要你多留心思考，你就一定能做到。学习障碍。比尔给一个11岁的名叫迈克尔的孩子做过测试，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性情温和的男孩，但他数学不太好，而且很难调节自己的情绪。
尽管迈克尔在完成测试的上午部分时跟比尔合作愉快，但午餐过后，比尔的一个同事让他做数学题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紧张，甚至开始失控。他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不要不要，甚至有一次还口中发出嘶嘶的声音，朝着比尔的同事把手做成爪状。再清楚不过了，他已经受够了数学。让迈克尔在候诊室里冷静了几分钟后，比尔询问他的母亲是否要在当天就试着完成测试，还是让他回头再过来。迈克尔无意中听见了他们说话，于是大声说他必须要在当天结束测试，这样他就可以去玩具反斗城了。因为说好了，这是他好好完成测试的奖励。比尔也希望他能做完测试，但他显然没法靠处于恐慌模式中的大脑来完成数学评估。比尔把迈克尔领到一边，问他为什么一碰数学就焦躁。迈克尔解释说，那是因为他觉得既恐慌又沮丧。比尔听了迈克尔的回答，然后告诉他，他的杏仁核已经超载了，还提醒他要注意自己大脑有着潜在的危险。比尔知道迈克尔可能会有觉得尴尬、沮丧或丢人的时候，因为数学对他来说的确很难。为了逃避威胁，迈克尔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迈克尔似乎挺认同比尔的话。比尔继续向他解释，只要他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他在做数学题时有安全感和掌控感，就算题目很难，他们也能在当天下午完成测试。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迈克尔明确表示，他跟比尔和厄尼相处的时候是有安全感的。厄尼是天天来比尔办公室上班的一只小狗。大家一致同意，让迈克尔回到比尔的办公室参加数学测试，而厄尼坐在他旁边。如果他感到有压力了，就暂停一下，跟厄尼一起玩几分钟。仅用了2-3分钟，迈克尔就开始一边做数学题，一边抚摸着厄尼，还开始喃喃自语起来。这个例子很有戏剧性地说明了提高孩子的控制感是如何帮助孩子努力学习的。哪怕他面对的任务真的很困难，很容易让人泄气，也同样成立。许多有学习障碍的孩子都像迈克尔一样。杰罗姆·舒尔茨的著作《无处可藏》重点探讨了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所面临的压力。在课堂上的老师和同学面前，这些孩子往往无法掩盖自己的不足。他指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不仅担心着所有孩子都在担心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朋友是否还在生自己的气，所以才不跟他拼桌吃午餐。他们还担心会被戏弄，被别人说又傻又笨，以及因为得到特殊帮助或待遇而被别人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确实需要一些专门的待遇，他们还需要阅读专家或数学专家的帮助，而且在理想情况下还要1对1的与他们相处。因为干预强度是最能预测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情况改善的变量之一。但问题是，儿童通常会在被强迫的情况下得到干预。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在被单独拎出教室去获得特殊帮助时，都会有被迫感和怨恨感。他们常常认为自己在课外辅导、言语治疗或放学后的专门治疗方面有着被强迫的体验。一旦他们觉得被牵着鼻子走，孩子甚至会去抵制那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并以此来重获控制感。许多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并不会感恩于外界的帮助，反而会感到愤怒、有怨气，而且认为问题都出在父母、老师或家教身上，是他们让他多了一堆要额外完成的事情。对所有孩子来说，这种紧张感都会伤及他们与别人之间那种很重要的相互关系。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言更是这样。最后，强加于孩子的帮助往往都没多大帮助。这种情况很容易让父母特别紧张，因为如果不帮助孩子，孩子可能会落后得更严重。
父母常常这样觉得，他已经很泄气了。我担心，要是我们不再支持他去参与这场残酷战斗，那他就输定了，然后一蹶不振。所以家长和老师必须像走钢丝一样，既要提供足够的支持来满足学业上的需求，还要激发孩子的自主权，并尽力不要把所谓帮助硬灌给他们。那你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走好这条钢丝？我们建议你可以从以下3个简单的步骤开始。1. 抗击那些不必要的作业。对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的整个家庭来说，家庭作业都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压力。如果孩子阅读上有困难，那在他累了的时候，就算每天晚上30分钟的诵读或默读，都可能让孩子觉得是一种无情的要求，或是太过严苛的惩罚。同样的，本来孩子能做10道数学题，却被留了20道题的作业，他也可能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这是很多家长所倡导的一种还债式努力。我并不是说你不该鼓励在家阅读、书写以及做数学题，恰恰相反，如果你的孩子机灵，并且能专注地花时间去练习那些对他来说很难的事情，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本来就有阅读障碍，而且讨厌在晚上读书，那就请读书给他听，或让他听一段之前录好的阅读录音。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语言理解都调用了相同的大脑系统。这意味着阅读或听有声书都有益于大脑中最终参与阅读理解的部分。2. 鼓励孩子自我理解。帮助你的孩子去了解他在学习上的挑战与优势。如果你觉得自己搞不定，那就请咨询能鉴定学习障碍的专业人士，教你家孩子的老师或家教，跟他们讨论一下孩子的优缺点。同时要帮助你的孩子去理解，这种挑战是正常的。告诉他们，有1/3的孩子都面临着某类问题，这应该有助于缓解他因我跟别人不一样而产生的压力。此外，由于学习障碍一定程度上源于遗传，因此请跟你的孩子讲讲其他的面对类似挑战的亲戚，尤其要多谈那种在生活中做得很出色的家庭成员。告诉你的孩子，已经有几十个名人承认过，他们小时候也有过阅读障碍或其他的学习障碍，比如在数学、写作或阅读理解方面的困扰。此外，你还要跟他说明，许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往往是厚积薄发，因为他们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来发展他们相对较弱的技能领域，以及挖掘自己的优势。他们终将发掘出自己的优势所在，我们只需要静待花开。3. 提供帮助，但别强人所难。跟孩子聊聊这些事的优缺点，资源服务、家教辅导，看言语治疗师或者其他的职业治疗师，让孩子自己做最后的决定，只要别太离谱就行。对他来说，自己选择每周接受1天辅导，要比逼着他每周去2天更能让他全力以赴。后者只是对时间、金钱和善意的一种浪费罢了。这并非意味着你就不能跟孩子谈判，尤其在你认为孩子需要的帮助要比他自以为的更多的时候。如果额外的辅导意味着他的作业量会超过他大多数朋友，那么只要他敢于尝试，你就要给他提供一些激励。你还要跟孩子讲，如果他觉得某种干预没有用，那他也可以选择退出。如果年龄较小的学龄儿童拒绝接受特殊帮助，比尔建议你这样说：所有对学习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都说你需要帮助，而为人父母，我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你能得到正确的帮助。但是我希望能真正帮上你，但如果没有你的意见，我就没法知道到底帮没帮上忙。因此，如果你讨厌在学校看到特教老师来找你，咱们就多请私人家教。要是你觉得请家教也没用，咱们就再找另一种方法来帮你。在比尔的经验中，
即使是那些一开始总是抗议的孩子，最终也会喜欢上他们的家教、特教老师，或者学校里的学习指导师，并欣然接受与这些懂他们的人一起努力所带来的好处。因为孩子打心眼里想好好干，那我们就坚信，只要他们不感到被逼迫，最终就一定能好好干。每当我和孩子谈论他们的评估结果时，我首先强调的是他们的优势。等我过渡到要谈他们面对的挑战时，我会试着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已经了解到的自己的情况。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对我的反抗，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投入治疗。例如，如果有一个孩子患有阅读障碍，我会说，我没明白，对你来说，听明白词汇的确不容易，而且你在阅读的时候也会觉得速度慢，难度大。如果我发现他们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我会说，我所掌握的是，相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你更难让自己对那些无聊的东西保持注意，而且你一旦要快速完成某项任务，就容易出错误。在向孩子解释了那些对他们来说很难的任务之后，我经常会问，你想让做这件事变轻松吗？孩子几乎总是回答想。对于学龄儿童，我会接着说，我打算和你的学校合作，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我还会帮你的父母找到能教你这样的孩子的好老师，你到时候会在校外见到他的。因为这些孩子一般都真的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其实很少在这时表现出对抗。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我通常会这样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找一个专门的导师，或者我可以帮你在学校争取一些专门的待遇。你需要我这样做吗？最后，我会向所有年龄段的孩子解释，如果他们保持专注与努力，这些干预会帮助他们在大脑中建立新的联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写作或数学题就会变得没那么难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一。比尔在临床实践中，每年要评估数百名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状态招致了极度强烈的尴尬甚至羞耻感，而还有一些人则能接受这种状态，事实上甚至还对此保有某种幽默感。在过去的1年里，比尔见过这样一个少年，他穿的 T 恤上印有如下的字样：我爸妈说我不听话，有条理的人懒得去找新东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如果孩子对自己面对的挑战能有一种幽默感，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自知来管好自己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并增强自身的控制感。根据定义，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难以控制他们的注意力。对于那些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且以注意力涣散为主的孩子来说，的确是这样。他们倾向于缺少聚焦能力以及注意力紊乱，而那些属于综合症状的人，则在无法聚焦和行为没有条理之外，还有冲动或过度活跃的问题。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很难让自己去做被要求去做的事。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坚持他们想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甚至都不容易。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多巴胺基线水平往往很低，他们的大脑使用多巴胺的效率要低于大多数孩子。因此，比起更大的长期奖励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更小、更及时的奖励。尽管多巴胺过去被认为主要跟快乐有关，但最近的研究也发现了它与动机、驱力和努力水平密切相关。康涅狄格大学的研究员约翰·萨拉莫帮助阐明了多巴胺、动机和努力之间的联系。他进行了一项研究，在实验中，老鼠可以在2堆食物中2选1，一堆靠近它们但量很小，另一堆量是前一个的2倍，但放在一个小栅栏后面。多巴胺水平较低的大鼠几乎总是采取简单的方法，
选择小的那堆，而不是跳过围栏追求更大的奖励。萨拉莫解释说，低水平的多巴胺使人和其他动物不太可能追求事物，所以比起快乐来，它其实与动机和投入产出分析更有关联。对患有抑郁症的患者进行的研究则证实了多巴胺对动机的影响。多巴胺水平越高，你就越倾向于离开你的床，类似于跳过围栏以尝到更大的甜头。对于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来说，事实还要更复杂。那些在冲动控制方面不够成熟的人，经常做些事后才后悔的事情，因此缺乏对自己能把事物处理好的信心，因为他们总是想起一出是一出。所以一旦他们被中途纠正或被反复告知要赶快停下，情况往往就会变得更糟。他们尽可能地去尝试，却往往没法让自己满意。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也往往缺乏一致性，这也让他们的行为更加不可预测。正如一些大脑扫描研究表明的那样，你越跟他们说加把劲儿，他们越是努力集中注意力，他们的大脑的激活程度反而就越低。记住，是压力影响了注意力。因此，如果你儿子早上穿衣服都费劲的话，你最不该做的就是一个劲儿地催他。许多旨在帮助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干预措施，都试图让他们免受来自自己的伤害。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未来迟早出问题。许多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在整个学生生涯中都受益于组织的帮助。但是，如果这个系统被强加于他们，或完全由妈妈来管理，它就会降低他们的控制感和学业动机，并强化这样的想法。有人对他的学习、工作和行为负责，但这个人不是他自己。算总账的日子迟早会到来，迟早有这样一刻，这个孩子会接受他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想法。玛格丽特·西布利指出，由于他们很难靠自己来开始并持续保持注意力和投入度，因此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青少年很可能会错失掉发展出自立自主技能的机会。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机会靠自己来独立完成任务，而且存在着一种成年人要给他们持续提供帮助的行为趋势。西布利估计，有 40% 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父母会在孩子10几岁时有无助感和绝望感，从而导致养育参与度严重下降。而另外 40% 的父母则会勒紧管教的缰绳，过度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要说后面这种情况，比尔见得太多了。他经常会问那些在做作业的时候遇到麻烦，而且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要是你没交作业，那谁会最难过？偶尔会有个小孩说这真太让人泄气了。我考得不错，但我有几科只得了 C， 因为我平时老记不住交作业。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答案几乎总是我妈。如果比尔继续问，在最揪心的人里，谁是第2名呢？他们通常会回答我爸，然后是老师，然后是我的家教，然后是我的治疗师，然后是我的妹妹。至于孩子本人，则很少能出现在名单里。这些成年人支持孩子，本意都非常好，他们只是想确保万无一失罢了。但是年复一年地试图保护一个孩子，这会让他自己变得脆弱。如果他想天天都能交作业上去，那就允许他通过电子设备来交作业，免得还要花心力记住要把作业带到教室去。我们可以鼓励他去跟老师沟通一下，让老师在每个课程开始或结束时提醒他一下。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一下家校之间的沟通系统，这能帮他确保完成任务，把必要的材料及时带回家，以及准时交作业。请记住，说1000到10000，他的功课是他自己的问题。如果在这件事上你比他还要努力，那你其实并没有帮到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2，提供帮助
别强迫孩子接受，确保你的孩子知道在他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他该怎样寻求他所需要的帮助。为了让一个孩子产生做作业或在早上准备好去上学的动机，你可以为此提供一些奖励。这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因素，也是让孩子的大脑更有效运转的一种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要认为这是让孩子听你话的最佳手段。提醒他，随着他越长越大，情况也会越来越好，日子也会越来越轻松。有些孩子在他们10几岁的时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他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相关症状。还有一些孩子则学习了很多有效的方法，缓解了这一系列问题。只要你的孩子肯努力，情况就会有所改善。然而，对于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所在的家庭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有这一障碍的青少年的前额皮质的成熟度往往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经常大器晚成，因为他们就是需要等待自己的前额皮质完全成熟并发挥功能，这样他们自然就能搞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建议父母要表达他们对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已经尽力而为的理解，并鼓励他要对自己保持耐心。这是一条让人重获希望和信心的好消息，它也能让人们培养出一种成长性的思维倾向。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通常都被鼓励要服用兴奋类药物，所以有关干预的问题经常也跟吃药有关系。像安非他命、专注达或派甲酯这样的药物都能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许多孩子，特别是青少年，会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确吃了药会更专注，但他们还是不喜欢必须吃药的那种感觉。这些父母向比尔征求他的意见，而他通常会建议他们要告诉自己的孩子，没有人能逼着他服用药物，也没有人想让他服用让他感觉不好的药物。只有当药物能以最小的副作用显著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时，我们才想让他继续服用。父母也可以告诉他们的孩子，不同的药副作用也不同，他们可以试试别的药，还有很多方法能帮他更好地耐受药物的影响。如果你的孩子想要寻求一些其他方法来改善他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症状，那还有一些别的选择。例如，我们已经在本书中谈到过认知行为疗法的好处和通过协作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再次鼓励你去研究这种技术的开发者罗斯·格林和 G. 斯图亚特·阿布隆的相关著作。另外，要告诉你的孩子，体育锻炼有助于提高多巴胺的天然分泌量。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冥想也有助于减少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状，以及降低焦虑和改善大脑功能。2009年，比尔和他的同事萨里娜·格罗斯瓦尔德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超验冥想对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中学生有何影响的试点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实际上能够坐下来冥想15分钟。经过3个月每天2次的冥想后，根据学生的报告，压力和焦虑的症状减少了 43%。该研究还发现了这些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行为上的调节和情绪上的控制。第二项控制良好的研究由脑电波评估专家弗莱德·特拉维斯主持。他研究了超验冥想对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中学生的脑电波活动的影响。人们对脑波活动本身有强烈的兴趣，因为在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身上，西塔波通常都对贝塔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超验冥想组与延后启动组，后者在学习超验冥想之前会预先留出来3个月的时间，以提供对照数据。研究开始3个月后，延后启动组的西塔波与贝塔波的比值增加了，这不同于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
学习了超验冥想的受试者的数值水平逐渐开始向正常水平接近。在6个月后，也就是两组被试均接受了超验冥想的学习后，两组的西塔波与贝塔波的比值都有所下降。一些研究人员也在研究正念练习是否能改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在儿童身上的症状表现。虽然在这个领域中对误差控制得当的好研究很少见，但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正念练习可能的确有所帮助。比尔的经验是，在兴奋类药物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时，的确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接近药物所能发挥的作用。但任何可以降低压力水平的方法，其实都能让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的大脑得以更有效率的工作。比尔最近评估6岁的亚当，他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及一些行为上的问题。他的老师跟他母亲讲，虽然亚当是个非常善良的男孩，但他也是老师见过的最难管和最爱搞破坏的孩子之一。在家里，亚当那与人作对的倾向让他很难服从管教，而他对母亲的直接抵抗往往会引发痛苦而徒劳的争斗。在他做神经心理学评估的几天后，比尔与亚当的母亲见了面，一起讨论评估结果，并聊了聊该怎么提升他的自主感。比尔谈到了靠协作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告诉亚当的妈妈，如果他只是试图强迫亚当去服从，那他恐怕很难看到孩子在进步了。几天后，这位母亲给比尔发来了下面这封电子邮件：我试图通过协作的方法来处理亚当对我的蔑视，而非强迫他或使用什么专制的手段。这招简直太棒了。比如我说咱们5分钟后睡觉，亚当就会立刻尖叫道，不睡。他甚至会站起来准备把我拽倒。通常我会尖叫着回应他，那不行，你必须要去睡。但这一次我并没有打他，我只是看着他，然后走过去拥抱他，还吻了他的额头，再告诉他不必那样惊声尖叫。他放松下来，感觉几乎融化在了我的怀里，然后他自己决定把电视关掉，上了楼。虽然他在我睡着之前还跟我讨价还价，要在手机上听会儿音乐，但我们的确避免了一场剧烈的冲突，还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玛格丽特·西布利的 STAND 计划也采取了相同的角度。他建议采取那种尊重对方的非强制性的方法来帮助青少年及其父母阐释自己的个人目标，评估自己的需求和改变的意愿。对 STAND 计划的研究表明，它能让组织相关的技能、攻克相关行为、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交互和养育压力等方面都有所改善。毫不奇怪的是，还有研究发现，参与 STAND 计划的父母会比参与其他传统疗法的父母更有可能在治疗结束时采用自主支持型的养育方式。奈德最近遇到了一个患有中度学习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他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得益于此，他才能茁壮成长。在聊了他喜欢和不喜欢的各种课程之后，奈德问他放了学喜欢做什么。从他的回答中知道了他是个电子游戏的忠实玩家。你玩游戏的时间长吗？奈德问道。很长。这会干扰到你上学吗？还是你能把玩和学都搞定？我白天在学校就能做完作业，他说。一过5点，我吃的药的药效就过去了，那我做什么事都要用掉2倍的时间。所以当我能专心的时候，我会努力先把作业做完。真不错呀，内德说。我也很奇怪，人们会经常把事情拖着不做，然后花上2倍的时间去完成。他们每天晚上的效率并不高，但还是要把事情都做完。我知道，他说，作业做完了，我就能玩游戏了。你能管住自己玩多久吗？奈德问道。还是你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哦，没有，他说，我这人不喜欢太累，我也没法保持注意力集中，
所以我并不会通宵玩游戏。这个故事所强调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并不会阻止人的自知、自律和自控。作为一个只能短暂保持注意力的孩子，专注于任何不怎么有趣的事情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哪怕老老实实的坐着不动都不容易。抚养这样的孩子同样也困难重重，但是一如所有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仍需要一种自主感，以获得快乐的感受和好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而我们都记得，这种自主感对他们而言更难获得。虽然他们有时的确需要被外界拉一把，但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策略，同那些让他们集中于注意力的方法一样，都能够帮到这些孩子。在某些情况下，利用主动的行为管理策略，比如与孩子共度亲子时光，对孩子投以积极的关注，利用自然与逻辑的后果，以及通过协作解决问题，依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你家孩子的行为无法得到控制，如果他一再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且不能通过对话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他根本无法激发他自己的动机，我们还是支持你，至少在近期还是要继续采用依托于奖励和后果的结构化行为指导方案。自闭症谱系障碍。对自闭症患儿来说，他们不仅有着自闭症谱系障碍中典型的社交困难和行为僵化问题，还在与承受压力和自我激励问题做着斗争。身处这一障碍谱系之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似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非常容易感受到压力。有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的杏仁核功能异常，以及杏仁核和前额皮质中处理情绪与社交互动的部分之间的联系存在问题。对这些孩子而言，绝大多数人熟悉的环境与互动都让他们感到有压力与难以琢磨。他们可能要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对新的教室或新的治疗师有安全感。对他们来说，学校组织的集会和实地考察根本就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反而成为降低学校生活可预测性的巨大障碍。谱系中的许多孩子都比大多数孩子更能强烈地体验感官世界中的刺激，而这更像是一种对他们的威胁。他们通常觉得控制感很低，那是因为他们很难理解社交环境的逻辑，而且他们在指导自己的行为方面也存在困难。根据自闭症的一种理论，很多孩子都会采用像拍打、摇摆、旋转、踱步或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这样的刻板行为，来帮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中保持秩序感。相应的，这种刻板行为就限制了他们的适应性。不出所料的，焦虑症和睡眠障碍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儿中也极为常见。身处谱系之中的孩子可以从降低新颖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策略中深深受益，这还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控制感。这些策略包括使用可视化时间表，让孩子尽量减少体验必须的事物变化，通过给他们讲故事来让他们加深对世界的理解，教他们如何理解他人以及社会关系，并确保他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感觉压力太大，有一个可以去的安全场所。以上这些方法都得到了广泛使用，并被证明是能帮助孩子保持安全感的成功干预措施。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也可以学着如何控制他自己的思维。有一个优质的新规划使用了备选方案思维，并鼓励孩子在他们开始感到不安时这样问自己：这是件大事还只是小菜一碟？有研究表明，其他的减压练习，比如认知行为疗法、瑜伽、正念训练和鲜艳冥想，在身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身上也是大有可为。因为这些策略都可以缓和压力，所以他们可以让孩子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业学习上，还能让他们更有效地激活自己大脑里的社交系统。比尔后来才知道，
在他之前，关于超验冥想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影响的试点研究中，其中有一位受益良多的学生，其实也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在他开始做超验冥想之前，他跟别人没有目光接触，也在社交中被隔离，而且在学校里也没有任何朋友。经过3个月的冥想，他的老师说他开始和其他孩子说说笑笑，甚至还邀请另一个孩子去他家玩电子游戏。他甚至还组织了一次会议，与校长讨论要为喜欢电子游戏的同学开办一个新俱乐部。通过把他的压力反应降下来，他便能够激活自己与其他孩子交往所要用到的那部分大脑了。在比尔的第2项研究中，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女孩参与了冥想练习。她的父母期待这能减少她的精神类药物的摄入量，进而最终让她彻底摆脱药物。在她的精神科医生的支持下，他们成功了。她的老师在研究结束时告诉比尔，他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好过。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孩子去冥想，他们就不需要药物了。但它确实表明，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可以定期冥想，并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益处。比尔最近还评估了一名患有自闭症的高中生，他和他的父母一起练习了一种名为瑜伽放松术的技术。他的父母报告说，每当他们一起练完这套瑜伽，孩子那天就能明显过得更好。当比尔问他们多久练一次时，他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每周只练了1次。他问对方，既然这个方法如此有效，那为什么他们不每天都练呢？而他们只是回答说，我们从没这么想过。我们坚定地支持建立起定期做减压练习的习惯。说了这么多，对自闭症谱系障碍而言，应用行为分析疗法 ABA 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干预手段。它把预设好的目标和一组特定的行为策略施加身处谱系之中的幼儿上，并且很少会强调要提升自主感。这似乎在表面上与我们的论点有所矛盾，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对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来说，大脑中的动机系统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对那些能刺激大多数其他孩子的社会奖励反应较少，而通过制定精确的目标，并采用特定的奖励来强制执行目标行为，应用行为分析疗法通常就能非常有效地帮助儿童学会与他人互动，培养语言技能，并学着以社会能接受的方法行事。通过奖励、施压或设限来控制自闭症谱系障碍患儿行为的治疗方法，的确可用于建立儿童为了发展自主性所必备的基本技能。与此同时，许多相关专家认为，行为上的疗法应该与对自主的关注加以结合。这一领域的实际研究很少，但如上所述，至少有1项研究表明，当父母和老师支持自主性时，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就能在社交和学业方面都有所改善。比尔在与自闭症领域的专家交流中达成了这样的广泛共识：如果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儿最终能变得上进而独立，那他们必须先培养自主性。他们必须使自己堪称自己行为的发起者，并感受到自己能做出选择，该如何引导自己的生活走向。因此，比尔支持要在干预措施上强调支持培养儿童的自主性。在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成年人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找不到工作，其部分原因就是在上进心和抗压能力出了问题。这让尽早强调提升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培养显得非常重要。父母还应尽可能地对孩子的激情表现做出反馈，并允许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把他们来自兴趣的能量转化成他们的心流体验。强烈的兴趣也可以成为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产生联系的一种手段。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也意味着患自闭症的孩子很有可能会与其他面对挑战的孩子有所交往，尤其是那些与他兴趣一致的孩子。年轻人欧文·苏斯金德也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
他的经历被他拿得普利策奖的父亲罗恩·苏斯金德写成了一本出众的书《躲在迪士尼里的童年》。正如书中所言，从欧文3岁一直到他高中毕业，比尔一直跟进他的发展，也与他和他的父母进行了多次谈话，讨论他对沃尔特·迪士尼电影的非凡热情。小时候，欧文一遍又一遍地看电影，在那虚构的世界里，他能感到安全，并且有着强烈的控制感。私底下，他开始着手画电影里出现的人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浸在这些电影中的时光培养了他伟大的艺术才华，还培养出他对整个世界深刻的理解，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彼此的责任感。在欧文14岁的时候，他勇敢地和临终的祖父共度了一段时光，并安慰老人家。根据他从自己心爱的电影中上过的德育课可知，他这一生过得很伟大。其他的家庭成员都会焦虑地避免上楼跟欧文的祖父相处，因为他们会害怕或者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以及做点什么。但欧文知道此时该怎么做，同时还充满了自信和勇气。尽管患自闭症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某些强烈兴趣曾经令人感到气馁，但像欧文这样的孩子已经帮我们重塑了自己的思维。如今，亲和疗法的会议已经得以召开，而这种疗法会利用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那深深的兴趣和激情，帮助他们去搞定更大的世界。处理儿童问题的专业人士经常会说，你要是觉得这孩子有自闭症，那他基本就是有自闭症了。自闭症的谱系非常宽泛，而父母更应该在因人而异的基础上，大胆地选择有针对性的方法。国家儿童医疗中心的凯瑟琳·阿特莫尔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自闭症专家，她本人也是自闭症谱系障碍患儿的母亲。她指出，有一些患自闭症的孩子很想交朋友，并成为人群的一部分，而还有一些则会非常乐意独处在自己的世界中。给这些各不相同的孩子提供相同的干预措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孩子真的想在社交方面做得好，他说，我会建议每周做30个小时的干预，而重点是要帮助他们培养社交理解能力和提升社交技巧。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会接受干预的动力，而这也可能真的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帮助。对于那些社交动机较低的孩子，太强调社交互动的话，不仅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干预其实也没有效果，因为他们会抗击所有能让他们更擅长社交的干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及对他们来说什么才重要，而非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总是最了解他们的人，或者无视他们的想法，一厢情愿地来提供治疗。我们在本章中所推荐的方法哪个都不简单。如果你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父母，那你的任务真的很艰巨。养育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妈妈爸爸都会担心孩子的未来，以及他们的消极行为会不会对他们的兄弟姐妹有影响，而且还会经常感到内疚。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因为要带着孩子穿过整个城市去看专家，还有平日里对预约和日程安排的琐碎管理，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因约束孩子不当行为带来的挑战。有研究发现，如果一个自闭症患者20岁左右，那他母亲的压力荷尔蒙及皮质醇的水平，平均来看要跟身处战场的士兵差不多。我们知道，父母的压力会传染给孩子。然而，当你的孩子遭遇挑战时，让你专注于减少自己的压力并快乐起来，又会变得更加困难。整个家庭其实都很容易去适应孩子自己的问题。强尼还没做完作业，那我肯定不能出门赴约吃饭。而这一切都会伤及你自己的心态，而强尼则会传染到这种伤害。当我们的孩子费劲拼搏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大多数工作其实还是要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传递的最基本的信息之一，就是父母要专注于不要成为焦虑源。你可能要为孩子去抗击你自己的恐惧，抗击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甚至可能还要与孩子本身做斗争。做个深呼吸吧，在付诸行动之前，要先确保你自己的大脑没有被焦虑淹没。在奈德合作过的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患自闭症，而另一个孩子则非常容易焦虑。随着得自闭症的那个孩子开始学冥想，他们的妈妈也跟着开始学着去冥想。于是在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他竟能变得非常平静。虽然他的这种冷静可能无法为孩子解决所有问题，但反过来想，如果他压力太大，那情况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冥想这种方法不适合你，那也没关系。但你在给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时，请确保你正在做的那些事的确算得上是支持。今晚怎么做？尽一切可能减小与家庭作业相关的压力。即使你的孩子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你也依然要担任起顾问的角色。比起教师或监工来，这种角色起到的作用更好。在孩子所接受的干预措施的种类与时间方面，尽可能多的为你的孩子提供选择。要能接受他拒绝参加或减少参与量。如果可能的话，找一所可以给孩子提供便利的学校，这样他就不会有压力感或觉得跟不上。鼓励你的孩子去尝试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学习方法，并找出哪些最适合他自己去采用。有特殊需要的学生通常很难了解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且不愿意使用别人不用的策略。因此，把这条看作一个长期目标，并继续努力吧。要提醒你的孩子，你最了解你自己，并鼓励他多加注意怎样是有帮助的，以及怎样是无用功。必要时可以使用奖励，但要尽可能在尊重孩子自主性的前提下说出理由。我知道，在你处理自己数学作业的表单时，你其实很难让自己对它足够专注。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有趣到让大脑的前部分泌出足够的多巴胺来让你集中注意力。我会给你一个小奖品，因为这会更好地帮你的大脑转起来。有些孩子非常讨厌家庭作业，并因此拒绝你的奖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与学校谈谈有没有什么方案能替代孩子的家庭作业，例如看视频课程或听有声书。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个中学生，那要帮他争取更多的资源倾斜与额外的学习时间，以便他可以在学校就完成大部分家庭作业。为你的孩子提供服务他人的机会，例如让他帮助比他年幼的小朋友或照顾小动物。对于面对挑战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能培养健康的控制感的好方法。把大脑的工作机制交给你的孩子，并告诉他们学习如何做某事，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脑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做练习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让神经元战队吸收更多的新成员，并投入在阅读、数学、写作、体育和许多其他事情上。跟孩子好好谈谈那些对他来说很难处理的情况，换作是你会怎么做？例如，我昨晚琢磨怎么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想到，如果我能写下所有我需要完成的任务，再按照优先级排序，并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着手做，可能行得通。我准备下次就这么办。因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同时患睡眠障碍的风险很高，所以要特别注意他们入睡快不快，起床难不难，以及他们在白天会不会看起来很疲惫。如果你的孩子好像有睡眠上的问题，请咨询你的儿科医生，如有必要，也请咨询睡眠问题专家。心理学家威马克·杜兰德同时也是一个自闭症患儿的父亲，
他写了一本叫做《睡个好觉》的好书，这是一本改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睡眠情况的指南书，我们也建议你另行参阅。第12章 SAT、ACT 和另外4个字母。标准化测验在青少年和他们父母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日历上，它总与孩子的另一些活动安排相伴出现，比如考驾照、成年舞会和毕业典礼。许多人认为 SAT 是高中里最关键的大事。考试时这几个小时的发挥能决定孩子的命运，考了多少分就直接决定了孩子能上哈佛大学还是只能上个普通的州立大学。如果父母能跟孩子一起读完本书，那我们会倍感欣慰。但我们还是发觉，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只跟父母对话。本章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家长要读一下，但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高中生更要自己来读读看。毕竟不管怎么说，他们才是最后坐进考场里的人嘛。因此，在这一章里，我们与高中生直接对话。一般而言，考试这玩意儿简直烂透了。一谈起标准化测验，能说的东西数不胜数。在诸多批评中有这样一条：考题只允许有一个标准答案。思想、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的多样性，这些都不会在标准化考试里赢得回报。除此之外，它还没有设立申诉的流程机制，你不能质疑考卷上的题目。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大家都需要靠批判性思维这一技能来解决没有固定答案的困难问题，而你却还要接受那种坚持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的考试。考试从不会酌情给你一部分分数，也从不会考虑任何背景因素。奈德的学生经常问他，这题都是什么人出的？凭什么让他们出题？简短的回答是不凭什么。最早的标准化测验之一是比奈西蒙智力量表，它是由法国教育家阿尔弗雷德·比奈开发出来的。他设计的这个测试一开始不是为了评估智力水平，而是为了去识别那些需要外界提供更多帮助的孩子。这个测试之后被用于把人们分成3、6、9等，而这也让比奈本人很是担心。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其著作《人类的误测》一书中指出，给某个事物简单的直接指定一个数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对它进行了测量。或者，正如这句古老的格言所言，可测的东西未必都重要，重要的东西未必都可测。是我们对指标的痴迷催生了这种考试工业体系。这是一个价值达数十亿美元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市场。考试本身是无罪的，人们为了考试所做的事情，以及孩子及父母对考试的看法，这些才是问题。标准化考试的确有一定的价值， SAT 和 ACT 考试经常能够拽出一些孩子身上未被发现的阅读障碍问题。一旦某个在学术方面很严谨的学校里，有一个平时成绩全是 A 的学生，却在 SAT、ACT 考试里成绩平平，这就是一个警示信号了。平时成绩一般般，考得也一般般，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平时名列前茅，考试却名落孙山，那就值得深究一下了。对于这种平时成绩和考试分数之间的巨大差异，奈德已经嗅出了焦虑障碍、注意力问题或学习障碍等一系列问题。他也为此指导过大概100个孩子做神经心理学评估，或者安排与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会面。虽然他没有靠自己就能诊断出问题的工具，但标准化考试的直接结果已经帮他发掘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最近接待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但该学生正被学校里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不仅如此，他还有个更大的困扰源头——标准化考试。奈德发现这个男孩阅读能力很强，但是阅读速度太慢。不过奈德并不能确定问题具体在哪里。神经心理学的评估证实了奈德的观察，
这个孩子的言语推理能力强过 98% 的人，那他的阅读速度呢，只超过了 5% 的人。这么看来，难怪他会感到沮丧了。但恰恰因为他很聪明，所以在他上学的12年里，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曾怀疑过他有阅读处理速度过慢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学生就读于某所私立女子名校，他的平均成绩为 B 加， PSAT 成绩却仅有400分，这并不太常见。奈德问他，在学校的这次考试中，你是不是没发挥好？是不是没发挥到你认为自己应该能达到的程度？是不是当时时间不够用啊？这个女孩的妈妈满脸疑惑地看着奈德。要是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她问，难道他那么多老师就没有一个会提前告诉我们吗？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是没有。如果孩子特别聪明、勤奋，哪怕是非常好的学校，也往往发现不了他身上的学习障碍。这些孩子会自己制定出相应的补偿策略，这也让他们能够顺利在学校混下去。事实证明，这个女孩有一个与注意力有关的问题，经专业评估确定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但由于她本人并没有表现出破坏性，所以她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任何老师的注意。对孩子来说，因为很想低调地躲过预警雷达的侦查，他们会非常努力，而这其实很常见。他们的表现并不差，所以雷达不报警，人们也不知情。标准化考试有时的确引出了这类问题最初的蛛丝马迹。比奈当年所恐惧的事，最终还是成了现实。人们用他的测验的分数来作为智力的指标，从此以后，测验开始变得问题重重。的确，如果很多知识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能在 SAT 或 ACT 中取得好成绩。但一个人是可以既聪明又博学，且仍然考不好试的。这样一来，有的人选择相信这些考试能证明他们有多聪明，还有的人认为考试并不能反映出他们究竟是多么聪明的人。而这两类人其实都没错。虽然说1000到10000，但是这些考试的分数高，对于申请好大学肯定是有帮助的。但只要你一想到某个测验能评断你的智力，就觉得有压力，那就肯定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该测验并没有这种资格。要记住， SAT 和 AP 考试不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影响你的未来。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我们仍努力去让广大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不要再认为分多高就能决定命多好。你算算，有 75% 的人得分要比 25% 的人低，这并不是少数人，而其中又有许多人活得非常成功。所以标准化考试大多都很没劲，但如果你想上大学，那这又是一个必须迈过去的坎儿。已经有近1000所大学认可不同的考试途径，但是需要你考 SAT 或 ACT 才能上的大学会更多。所以你不妨参加一下相关考试。只要你着手这么做了，你其实也能学到一些东西，也许不同于你所想。我们其实对你如何学解代数方程式并不太感兴趣。我们认为考试的真正前景所在，是你可以通过它去学习如何管理压力的技巧。正如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一种激烈的情绪能像恐惧一样夺走心智中行为与思考的所有能力。换句话说，在面对挑战时，你如果没有了理智，就算掌握再多的知识也白搭。NUTS 1，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介绍过了这一内容，但如果你只是恰巧读到了这里，那我们先暂且帮你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俩最喜欢的神经科学家之一索尼娅·卢比安提出的，会让生活充满压力感的几件事物的首字母缩写。新奇 novelty, 不可预知 unpredictability, 对自我的威胁 threat to the ego, 控制感或者缺乏控制感 sense of control,
以上这些其实都跟 SAT 或 ACT 考试沾边，不过这个边还是不沾为妙。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 NUTS 的视角，看看考试到底是怎么回事。新奇，奈德曾经接待过一位当过军官的来访者，他叫麦克，当时26岁，毕业于西点军校，当兵时还受过伤。他来找奈德帮他更好地准备 GMAT 考试。自打麦克上次在高中里学数学，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现如今看到要考的数学内容，他感到压力非常大。对于几何这东西，自9年级后他连想都没想过，所以现在一筹莫展。奈德鼓励麦克，告诉他只需要重新了解几何学的基本原理，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推理演算，等他碰见 GMAT 要考的几何题时，就能知道怎么解了。哦，麦克说，就跟伞兵学校里的训练方法差不多嘛。这个比方奈德从来没听到过，表示愿闻其详。理论上呢，这位大兵说，你可以在早上刚知道该怎么从飞机上跳下去的情况下，当天下午就真枪实弹地跳一次，但这并非美国武装部队里面的训练方式。你要花好几天去做万全的准备，包括怎么用你的装备，如何使用滑槽，如何跳下平台，怎样做好落地翻滚的动作。有2个星期，你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动作，直到根深蒂固。在第2周快结束的时候，你要穿好装备，等着上飞机，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迈出机舱跳下去，因为你对整个流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跟伞兵一样，考试那天你不要安排任何新奇的东西，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路该怎么走，甚至座位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要清楚地知道你在考试中可能会看到的内容，以及该怎么搞定它。你要练习细节，直到根深蒂固，这样一来，真正的参加考试就是小菜一碟了。你可能会认为标准化考试很差劲，但这玩意儿一直都很差劲吗？没错，考题本身会有变动，但是大学理事会和 ACT 总部里很多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就是为了确保考试的难度保持不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考生有同感。经常有学生告诉奈德，考试越来越难了。但是奈德也已经多次参加 SAT 和 ACT 考试，他向他们保证情况并非如此。他提醒学生多参加模拟考，就能让新奇感消失。如果考试中的某些东西让你感觉没见过，那是因为在你掌握的流程中发生了些许变化，而你可以完全控制住这种变化。例如，你可能会在审题时太过着急，所以考题显得好像更难了。但只要慢下来，你就会发现它们还是那样。你所讨厌的那些小考小测，其实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能改进你所掌握的流程，并让你专注于流程本身。这样一来，考试那天你所见到的任何内容也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正如格言所说，拿用的标准去练，才能拿练的成果去用。纳奥米是我所辅导的最早一批孩子中的一员，他用了一种我一开始没觉察到的方式来抵抗考试。他的妈妈心烦意乱地找到了我，想知道为什么在备考上花掉了所有的时间和金钱后，他女儿的分数却依然没提高。我当时想说，这可问倒我了。当时他离开办公室时可是表现很好的，我这里和考场中间有什么区别呢？但万幸我当时没这么说，而且我后来亲自和纳奥米见了一面。纳奥米一开始都没法真正说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说考题比平时练的要更难。我问了问在考场有没有什么人打扰到他，比如监考老师之间的小声对话，或者别的小孩在一旁抖脚。他主动告诉我，他跟妈妈在考试前有过一场争执。实际上，争执就发生在开车去考场的路上。
他妈妈跟他讲，他学的还是不够努力，所以才考不好。然后我哭得泪流满面，真的很伤心。纳奥米说，但等我到了考场，我已经觉得自己冷静下来了。哦，好啊，我说，考试时保持冷静的确很重要，所以我很高兴你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也对也不对吧，纳奥米说，还有件事。原来当时纳奥米和她相处7个月的男友刚刚分手1周，而她跟他在同一个考场。唉，好吧，我说，这真挺让人紧张的。还有吗？还有，是这样，我跟我男朋友分手后，其实又找了个新男友，不过很快也分手了。这事儿我还挺难受的。而就是这个跟我在一起没几天的男生，我真是服了，当时也跟我在同一个考场。简而言之，纳奥米的这一天里有很多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而且还很让人紧张。据说泰格伍兹外出还要带上自己的家具，这样就方便他随时再造一个自己的房间，也就能通过控制细节来减轻他的压力。现在的纳奥米没法太多控制自己的经历体验，但像他所度过的这样一天也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后来我建议他要投入的去参加考试，而前提是他不要把自己的情感生活搞得那么热闹。NUTS 2，不可预知。我们经常被问到，新奇性和不可预知性之间有何区别？简单的讲，新奇的东西往往不可预知，但并非所有不可预知的东西都有新奇性。比如，你有一个平时很友善的朋友，但他感到紧张或有压力时，就会变得非常刻薄。相处一段时间后，你也就不会觉得他说的那些讽刺挖苦的话有什么新鲜的了。但这些话依然不可预知。这样一来，每当你路过他身边，你可能都会觉得如履薄冰。你可能会觉得考试这东西本身就不可预知，毕竟你也不能预知会考什么题目，但这并非完全正确。只要做了足够的备考工作，你就能意识到，就算具体的考题会有所变化，但考题的类型依然非常相似。通过对流程保持专注，你就能最大限度地减低不可预知性。另一种应对不可预知所带来的压力的方法是备选计划思维。如果你打算举办一场派对或婚礼，你也不知道在这个重要日子会有什么天气，那该怎么办呢？那位乐于助人的婚礼策划人就会这样建议：如遇下雨，你可以花$5000租个大帐篷，这样宾客就不至于变成落汤鸡。这就叫做备选计划思维。心理测量学家的工作依赖于学生能对某些具体内容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来加以回应。他们不仅根据学生的学习内容，而且还根据他们所接受的教学方式来设计问题，这样有助于测试编制人员能在正常响应与错误响应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在压力情境下，学生有时会缩窄他们的感知范围，这就意味着他们会默认平时老师怎么教，考场上就怎么答。这种认识根深蒂固，而且并非偶然的事，真要这么做，往往还会吃力不讨好。奈德的同事亚伦这样建议道：不要总问自己这道题该怎样解，这样可能会让你直接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相反，要问问自己这道题能怎么解，这样就能拓宽你的视野，打开你的思维，让你能用上工具箱里的任何一样工具。你可以凭直觉把答案看出来吗？你能往里面插2个数试试吗？你能蒙个答案，然后反过来检查一下，看看都对吗？这些方法里没一个是你的数学老师能喜欢的，但反正他又不在这儿，那就去用当下最适合你的方法吧。如果你会用一阶导数去解微积分的题目，那但用无妨。但如果有个题掰着指头数才是最轻松的方法，那也完全行得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于任何问题而言，解决方法都是多多益善的，只要选对那个最适合你的就行。
只要相信不止一种方法来解题，就可以简简单单地缓解压力，并能帮你更清晰地去思考。除了备选方案之外，我们还建议你做一些专门的备灾规划，这很类似于心智对比的方法。这是奈德在一次惊险考验中吸取的教训。他一直很擅长标准化考试。有一次，他以专业指导教师的身份参加 SAT 考试，却惊讶地发现，当监考老师吹哨收卷的时候，他居然还有5道题没做完。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他知道自己能把节奏把握得非常好，而且通常都可以提前完成试卷。他环顾四周，看了看来参加考试的其他学生，发现他们都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的样子。奈德本人其实也愣了一秒，但他立刻询问了监考老师。打扰一下，他说，不好意思啊，请问您确定时间到了吗？是的。好的，奈德说，我之前也参加过这种考试，但这次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您介意再检查一下时间吗？监考老师叹了口气，说，好吧，本次考试上午9点05开始，这部分内容需要考25分钟，现在是……他瞥了一眼手表。哦，他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大家还有10分钟时间来完成考试，请继续。奈德给所有的学生都讲过这个故事，这样他们就可以练习如何同时保持尊重与冷静，并且如果对考试所碰到的情况觉得不对劲，还要积极主动地去处理。只要你知道怎样才能临危不乱，你的控制感就能相应地得到强化。NUTS 3，对自我的威胁。 SAT、ACT、GRE、GMAT、LSAT 和其他标准化考试显然在本质上并不危险，它们可能会让你做噩梦，但它们并不太可能把你送进急诊室。它们所展现出的威胁都针对你的自我。有很多非常棒的学生，他们第一次参加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比自己预期的要低，结果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也许他们并不像自己一直所想象的那么聪明。值得一提的是，测试分数并不能准确反映智力水平。知道凝练这个词的意思，或者会解2次方程，都不能证明你有多聪明。它们只能证明你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不知道这些知识也并不能说明你笨。ACT 和 SAT 是对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测试，有些你在学校学过，还有些则没学过。但是分数不能成为标记你余生的标签。如果你发现自己40岁的时候还在吹嘘你当年的 SAT 成绩，那么肯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奈德有一个叫做安妮的学生，他模拟考试的成绩不好，奈德怀疑他有与焦虑相关的问题，并会见了安妮和他的妈妈。他问了一些常见的问题，涉及考试、安妮的日常生活，以及安妮所认为自己面对的一些困扰。问题问了一半左右，安妮的2眼已经泪汪汪了。奈德停了下来，并尽可能温柔地问他，你现在在想什么呀？安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好笨。是这样，奈德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微积分或高等物理的题目，反正我肯定不会，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你不笨。我见过很多孩子，而且我能看出来，你其实很有能力。你刚刚体验到的其实是压力。无论你的大脑有多优秀，一旦它真的遇到压力，就没法做到它本来能做到的事。压力之中的大脑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所以除了谈谈备考的事情外，咱俩还要谈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你应对压力，这样你才能做好你本就能做好的事情。还有一种叫做刻板印象威胁的效应，也是一种特别容易产生对自我的威胁的有害形式。乔什·阿伦森对这一现象研究颇精。
如果有人害怕外界因为他们所属的群体而对他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他们就遭遇了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为了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乔什讲过一个他与自己的房地产经纪人共进午餐的故事。有一次，该房地产经纪人问乔什：“你们犹太人是怎么看待金钱的？”这让乔什一时语塞。随后他问对方究竟有何用意。他说：“其实我一个犹太人都不认识，但我最近工作上接触到了几个，发现他们都挺炫富的。”因为乔什本人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他在当时有心这样去回应对方：“来，我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之前听说过这种关于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但这种话有着很强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如今你正把这种刻板印象用在你遇到的任何可能是犹太人的个体身上。你现在正秉持着一种刻板印象，而且还在继续传播它。”在一段时间的尴尬过后，他们继续吃完了午饭。这时该结账买单了。乔什立刻想到，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花钱大手大脚，所以我才不要拿起账单来进一步强化这种刻板印象。他是我的房地产经纪人，应该他来买单才对。随后他又想到，等一下，对于犹太人而言，还有另一种刻板印象，犹太人都很吝啬。这样一来，如果我不结账，我就会让他强化这一刻板印象。就因为这一张账单，他的脑海中思绪万千。带着对这种效应的认识，想象一下，有个非裔美国男孩坐在一大帮白人孩子中间，跟他们一起参加标准化考试。他走进考场的时候，随身带着的刻板印象比 B2 铅笔都多。他还很可能背负着装满了别人对他的种种假设的重担。就算他知道那些刻板印象其实毫无根据也没用，只要他知道其他人对他抱有那些想法，就足以构成威胁了。在这种压力之下，他的想法很容易就会从成功的一面转向失败的一面。每个看到我没考好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个黑人，而这会加深他们对黑人考不好试的成见。我们鼓励每一个在考试中遇到对自我的威胁的人，要在考试前花点时间，就几个关乎更大图景的问题写点东西。这样能改变你的想法，进而提高你的控制感。比如回答这些问题：我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无论我考得如何，我都是个怎样的人？曲棍球员、姐姐、活动家、朋友，回答什么都行。这个练习有助于提供给你不同的视角，让你知道自己绝不仅仅只是个考试分数。在一项研究中，孩子被要求在作文中肯定他们的自我意识，而非洲裔美国学生的成绩因此显著提高，与其他种族学生的成就差距缩小了 40%。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入战士模式。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大学网球手会在上场之前听内容非常激进的黑帮说唱。博士耳机拍过一个非常棒的商业广告， NFL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四分卫拉塞尔·威尔逊听着麦克摩尔演唱的《市中心》，并设想着麦克摩尔对他说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看看这个手拿冰沙的坏家伙吧，看看这个亲力亲为的坏家伙吧，这儿的地盘都归拉塞尔·威尔逊，这儿的空气也都归拉塞尔·威尔逊。有很多研究都支持这么做。军队研究过美军士兵在压力下的状态与他们探测简易爆炸装置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简易爆炸装置造成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大伤亡。简而言之，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特别善于在模拟中发现炸弹的士兵往往认为自己是捕食者，而不是猎物。这不足为奇。该研究还证明，即使是地球上最敏感、最机敏的大脑，一旦被压力压垮了，也发现不了任何蛛丝马迹。
捕食者的心态被证明是这些士兵成功的关键。通过减少他们的焦虑，他让这些士兵从满心恐惧的同辈中脱颖而出。这个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研究与备考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关系非常大。多年来，奈德一直在试图帮学生了解，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是如何受到他们的情绪，尤其是他们的焦虑感影响的。他见过很多孩子学得不错，而且平时的小考小测也都没问题，但随着真正的大考越来越近，他们就开始紧张起来。出于恐惧，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应试手段，最终招致了毁灭性的结果。在考试前感到紧张完全正常，但你还是可以通过选择你对考试的态度以回避这种压力的。你要想着征服考试，而不是在考试中夹缝求生。运动员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来帮助他们在比赛那天进入状态。雷同的音乐、仪式和对成功的可视化处理也都能帮你更好的备考。请记住，进考场的时候是带着“哎呦，我的未来胜败可在此一举了”的态度，还是带着“我要让这些废物尝尝我的厉害”的态度，可全靠你自己选。杰弗里上高中时橄榄球打得非常好，他也很欣赏能有一所高校打算招募他，但有人告诉他，如果他想去，就得先把分数提上去。可惜他的成绩一直在原地踏步。在他父亲就此事致电给我之前，他已经接受过2位私人教师的指导了。他爸跟我说，杰弗里其实是个好学生，他在学校数学能得 A， 但一考试就只能得个500分上下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过去这1年他过得挺辛苦。原来他还在这个学年中期转了次学。我想深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他的父亲却不情愿地说，那是因为他在以前的学校里遭遇了霸凌。球队的球友以前老是欺负他，而据说教练却对此视而不见。杰弗里可能觉得每次考不好，其实都证实了其他男生说的没错，他们说他是个窝囊废。他当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模拟考试，而是找到一种方法能回击他所感受到的对自我的威胁。我见过杰弗里2次，在他考试之前，我们用于沟通的时间实在有限。我给他解释了恐惧感是如何遏制了他大脑中负责战略的领航员系统，并告诉他我俩需要他的捕食者大脑，而不是他那猎物大脑。除此之外，专注于流程也会对他有所帮助。杰弗里是一个外接手，所以我告诉他，这就相当于打球时要专注跑位，不要理会人群，同时要敢于跟防守队员硬碰硬，而非怕他们撞到你。我还鼓励他在去考场的路上听听音乐，这能让他虎虎生风地走起来。他还需要用猎人的心智状态去参加考试。花点时间来想象这次考试，并在脑海中排练一下。我说，把它想象成你在打比赛，不要想象自己没骨气地去参加考试，而要把自己想象成面对对方顽强的防守，完成一次精准的跑位。想想以前学校里的那些废物，以及出这张可怕的试卷的人，都要哭鼻子。你要激活自己的前额皮质，而非你的杏仁核。除此之外，我们一道考试题都没探讨过。杰弗里的得分提了将近180分，他成了主导比赛的关键人物。之前阻碍他的是他自己的恐惧感。一旦我们能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克服这种恐惧感，他就能真正做好他一直以来本就能做好的事情。NUTS 4控制感。当你已经快要迟到，却遭遇了寸步难行的大堵车，你会紧张到什么地步呢？你的手会开始出汗，你的心脏会跳得更快，你还可能看着跟你同处车中的其他人，觉得他特别不顺眼。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压力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被限制住了。对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你无能为力。
这时的你丧失了控制感。如果有人要求你解除某个困难的等式，或回答一道阅读理解题，你同样可能不会表现优异。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你大脑中只在逃避掠食者的一部分正在发挥作用，它只会促使你撒腿就跑，而非让你冷静下来，考虑有没有其他选项。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控制住局面，那你可能会更加平静放松，也更能好好思考。你还可能因此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我们在本章中所探讨的一切，新奇性、不可预知性和对自我的威胁，都会削减你的控制感。但考试是有套路的，你可以了解这些套路，并相应的来调整自己的方法。比如你平时做事是个有条不紊的慢性子，所以考试的时候要稍微加快点步伐才能做完题，那你就可以在这方面加油，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也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如果你能专注于过程而非结果，那无论是参加考试还是出舱跳伞，你都能获得更强的控制感。但我们还有个问题没解决掉，如果你的妈妈或爸爸总插手你的事，你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就是那个造成压力的交通堵塞，该怎么办？奈德总会和孩子谈到这类事，而他是这样跟他们说的：首先要知道，你的父母是爱你的。有时候爱意和恐惧会混杂在一起，而对有的父母来说，大脑里与恐惧有关的部分一旦发挥作用，他们就会变得过度插手孩子的事情。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感到压力。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对他们来说，提出批评或大喊大叫，要比冷静倾听或顺其自然更容易释放压力。这并不意味着你作为他们行为的接收端能有什么好的体验，但至少它解释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其次，听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请你尽己所能地剥去他们话语里的恐惧感，仔细看看你能否在他们的言语背后收集到真正的好建议。能够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并考虑某个特定问题的所有观点，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我们希望你能多多倾听，但如果父母所说的话真是太不靠谱了，那还可以试一下奈德从他那睿智的朋友克里瑟琳那儿学来的一招——绝地武士控心术。如果你的妈妈或爸爸来找你，还这样说：嘿，尼基，我真的认为你应该……这里插入你父母提出的任何不靠谱的建议。你可能通常会回答：别烦我了，妈妈。接下来会怎样呢？父母差不多会无一例外地认为你不听话，或者你压根儿就不明白这事儿有多重要。因此，他们很少会放手不问，走开不管。通常他们会一遍遍地不断重复，一再强调，而这只会让你更加沮丧。接下来你就知道，一场争执在所难免，因为你越来越不想听，而他们却越说越多。那么，如果你改变了你们相互作用的整个模式呢？一旦你妈妈或爸爸说他们认为你应该做某件事，你就回答说：谢谢你能告诉我，妈妈，或者这个说到了点子上。只要你的父母觉得自己起到了点作用，他们就更有可能自己暗暗感到宽慰，并跟你说：不客气，亲爱的，然后走开，去把那些成年人告诫孩子不要做的事情统统做一遍。关键是正面对抗是行不通的，因此请试着让他们觉得自己真发挥了作用。如果你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你可以表面上说这个说到了点子上，然后你在脑海里想疯子才买账呢，或者你表面上说谢谢你能告诉我，但内心想但我可从不认为你说的对。最后，尽力在与父母沟通自己的需求时保持尊重。有时候写一封信会很有用。你可能会尝试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而且很努力的想帮我考出好成绩，但你终归不能替我去考试，
我感谢你能帮我，但我需要你多考虑一下，我本人到底认为什么才是适合我自己的。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它不仅能在考试上帮到你，还可以帮你在未来几年里重建与父母的和谐关系。几年前，我曾有一个学生很努力地想冲破阅读与数学科目的600分大关，数学尤其使他伤脑筋。前半张卷子里的简单题目，他总是错太多，然后又花太多时间死磕最难的那些题。给他设立的攻击计划是让他在考试时慢慢来，力保做对 70% 的题，剩下的 30% 根本就不重要。如果他看到他那 30% 的题里面有他会做的，那他可以挑几道做一下。他理解自己应该怎么做，但他就是无法好好执行这个攻击计划。考试一开始就犯下的错误，也进一步压低了做对 70% 的目标。真正的症结是，尽管他理解了考试策略，但他还是很难做到不去做所有的题，因为这让他感觉很危险。让他自主选择要做哪些题，以及要跳过哪些题，这给他带来责任感，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负罪感。所以我一把抓过练习册，划掉了每个数学测验里的最后4个问题。但要是我会做这几道题，可怎么办呢？他问。那也不要做，我说，不要在乎这几道题，也不许你做这几道题。我画了红叉的那几道题，你看都不许看。他后来又参加了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我问他。简直太容易了，他说，最难的那些题他一道都没做。那数学考了多少分呢？610。太好了，最惊喜的还在后边，阅读考了640分。看到了吧，他不但通过减少需要做的数学题来节省了时间和注意力，不再犯下低级错误，他甚至在阅读考试中也获得了更多的精力。在考试前1周，要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名马拉松运动员。跑步的人在比赛开始前这1周不会训练太多，相反，他们还会练得少一点。他们要竭尽全力照顾好自己，比如睡眠和适度锻炼。你可以复习一下，让自己在考试内容上保持最佳状态，但不要再逼着自己进步了。毕竟考试是要让你回忆起自己已经知道的知识。你还可以做一些心智对比，想一想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该如何处理。再选择一个歌单，能让你立刻投入捕食者模式。除此之外，你还要把负面与紧张的影响丢在一旁。考试前1天晚上，看点情景喜剧或喜剧电影，因为笑是缓解压力和开拓思路的好方法。在笑过和放松过后睡觉，比起在学习之后睡觉，更容易让你获得良好的睡眠。接下来就上考场吧，你搞得定。父母们，放松点。我爸妈在意的是我的成绩和分数，而不是我。奈德总能听到他的学生们这么说，虽然他知道这话并不是真的成立，但显然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父母们，接下来这部分内容是给你们准备的。经常有父母问奈德，他们该不该让他们的孩子去接受某种专门考试，而他的建议始终如一，不要替孩子做决定，给孩子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就好了。告诉他们你信任他们，也给过他们忠告，然后就顺其自然吧。采取这种方法有很多理由，这对你们的关系有很大好处，能教孩子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还鼓励自主性。如果你总是督促，实际上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分数。孩子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越大，他们可用的工作记忆也就越少，他们的动力水平相应的也就越低。正如奈德的儿子马修曾振振有词地说过，你或妈妈越是让我做这做那，我就越是啥也不想做。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你的孩子会拿考试当做一种成本极高的对抗手段。奈德的同事接待过这样一个学生，他誓死不参加模拟考试，但无论如何，他的父母还是给他报了名。
他们开车送他到考场，也确保他真的进了考场。而且因为孩子有焦虑障碍，他们还确保他能得到相应的特殊待遇，包括额外增加考试时长。这场长达5个小时的考试的结果如何呢？一张涂满了的答题卡，上面画的全是各种可爱图案，却没几个正确答案。我们知道这很难，你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有时你觉得只要他再专心点，或者如果你能让他离目标哪怕再近一点点，他就能成功。看到他在任何事情上的挣扎或失败都能伤到你。你是想保护他，让他尽可能简单的顺利前进。记住，我俩也是当父母的人，我们能明白这种感受。但是你和你的孩子绑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而为人父母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要有时主动站到赛场边线上去，这样孩子才会时不时来找你抱他一下，听你跟他说2句打气的话，然后再重归属于自己的赛场。边线才是你要站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挺直腰板吧，别忘了为孩子欢呼，并在这一天结束时跟他们说，你最关心的是他们，才不是什么无聊的考试成绩。今晚怎么做？如果你的孩子对参加考试感到焦虑，那你可以在他们进行考前练习时坐在房间里陪着。这时你可以看会儿书，而非查看你的电子邮件。在考试前数周就讨论一下备选计划的情景，以帮助你的孩子免于焦虑。你可以这样说：你想不想跟我聊几分钟？咱们谈谈什么样的想法能帮你减轻压力。如果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也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灾难。这本就不是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如果你在 ACT 考试中想考到30分或33分，可结果你得了28分，那你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达到想上的大学的分数线，该怎么办？咱们谈谈备选计划吧，并让你的大脑知道，就算你没有实现目标，那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在你的孩子参加考试之前，针对他认为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价值观，让他想一想，或写下一段话。在理想情况下，你别提出要看这段话，还要告诉他这些话只属于你。在考前1周，开车带孩子去一趟考场，以便他们能看看考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孩子可以提前将考试场景可视化，他们会在那个重要日子到来时更好地控制当时的情况。做好让你家孩子多次参加 ACT 或 SAT 考试的规划。如果孩子知道他们还有退路，他们就能做得更好。要知道，有一点压力实际上可以帮孩子表现得更好。但是为了把压力保持在最佳水平，首先要让睡眠成为全家人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接下来再跟孩子谈谈每周用于学习 ACT 或 SAT 的时间分配，以及要相应减少哪些课外活动。第13章，准备好去上大学了吗？许多人将上大学视为道路的终点，而且永远停不下来去想象这件事成真的那一天，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番体验。这让我们想起了人们即将为人父母的时候，会格外担心怀孕和分娩的各个方面。随后宝宝降生，而担心却并没有停止。事实上，父母们会发现，真正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大学里的环境与大多数孩子在高中时所经历的环境截然不同。许多青少年在离开家之前，其实还没有发展出应对这种环境中所需的一些基本技能。他们可能忙得昏天黑地，但那都是为了能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精力也都投入到了他们的家庭作业和课外活动里。除此之外，还要按时完成学校的申请工作，而他们的父母为了不让以上这一切事情脱轨，一直都在垂帘听政。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一旦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唠叨他们、提醒他们，以及给他们设定种种限制，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比尔曾在苏珊2年级时评估过他学习障碍的情况。
苏珊被诊断出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但多亏服用了派甲酯，她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表现都还不错。后来她上了一所私立名校，并在大3的时候又来拜访比尔，再次做了评估。她抱怨说自己经常为了备考而不得不熬夜学习，偶尔还要连熬2个通宵。她要如此长时间学习的原因是自己越来越难集中注意力，而且学习和记忆的事情也遭遇了更多困难。我觉得，她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为了治疗我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而服用派甲酯，而它正在侵蚀着我的大脑。她还补充了这样一点，她妈妈觉得她的问题其实出在喝酒上。那你平时喝多少？比尔问。每周要喝4次，每次喝4、5杯吧，他说。比尔说这都足以让他被界定为酗酒了，而苏珊却这样回答，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每周有6天都要喝，每次喝12杯呢。这个故事值得剖析的地方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苏珊现在必须要把自己的负面行为跟专注与学习所碰到的困难联系起来。其实大学生活以类似这样的方式影响了许多聪明的孩子，这是因为大学校园通常本身就对大脑有负面影响。接下来让我们罗列一些为大多数大学生所承受的日常压力因素。平均就寝时间在凌晨2点到3点之间。比尔曾评估过一个高中生，最终在褪黑激素的帮助下控制住了他的睡眠问题。在高3结束时，他基本都能做到在午夜前睡觉。随后他上了大学，因为室友天天都要熬到凌晨4点才睡，他的生活规律被彻底打破。正如另一位大学新生最近在咨询比尔的时候告诉他的，凌晨3点30才睡觉，那是非常正常的。毕竟在大学里，一切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3点之间。大量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是一个经历着严重睡眠剥夺的群体。一般而言，大学生每晚只睡6到6个半小时，还有些研究得出的结论甚至比这个数还要小。当然，人们睡觉时存在一些实打实的障碍，比如室友开着灯或者周围噪声太大，这些都会让上床睡觉变得很困难。但大学生的睡眠周期通常也严重失调。罗伯特·斯坦格尔德将这种情况叫贪睡症。考虑到很多压力本身就与学校相关，大学生的睡眠周期缺乏规律性，加上酗酒和滥用新技术导致的睡眠障碍问题，这些导致大学生所蒙受的睡眠障碍其实并不比老年人少。没有获得足够睡眠的学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学习成绩变差，发生各种情绪问题的风险也会进一步提升。但对于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还有一种诡异的心理因素在发挥着作用。睡得少仿佛成为一个荣誉勋章，睡得越少就越值得吹嘘。奈德曾以背靠背的形式约谈了4个女生，她们来自同一所私立的精英女子高中，才刚刚完成高1的学期论文。第一个女孩表现得挺能拼，她说，我的论文一直写到了深夜2点才搞定。等她离开后，第二个女生走了进来。奈德说，哇，苏西还真挺累的，这学期的论文很难吧？没错，第二个女孩说，我昨晚就睡了2个小时。到了第3个女孩，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家昨晚上整夜都没睡。那最后一个呢？她简直跟达菲鸭谈到兔八哥的时候一样。通宵？通了几宵？哈，我可是2天没合眼了。请记住，这些女孩才仅仅是高中生，待进了大学，父母鞭长莫及，这个问题只会进一步严重。当然，筋疲力尽的人还要玩命竞争，这本身就很荒谬，但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其背后有何原因。如果一个寝室里的2个室友都要准备化学课的期中考试，他们一个晚上10点上床睡觉，
而另一个人则把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的时间用来学习，这就可能让那个早早睡觉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备考。而熬夜到凌晨2点的那位则可能会这样想，如果考试结果不如意，那这些额外增加的学习时间也会让他免于承担责任。嘿，至少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对吧？于是恶性循环就这样发生了。长达数小时的非结构化时间，大学生不用成天坐在教室里，也没有硬性要求每周学习40个小时。有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他们每周只在学习上花费15个小时。而最近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学生每周花在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上的时间有19个小时，而在社交和休闲上会用掉29个小时，剩余的可支配时间还有很多。而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决定该怎么安排时间的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很棒，但对很多人而言却可能很危险。他们会发现自己离开了以前时间高度结构化的日子。当时他们每节课45分钟，而且还按顺序安排好了。如今却拥有完全的自由。课程是可选的，什么时候吃饭也没规定。午夜过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有很多深夜派对可以参加。与此同时，却很少甚至没有相应的监督。过度饮酒的文化已经是一种常态。哈佛大学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有 44% 的4年制大学生在喝酒上达到了过度饮酒的水平，男生连喝5天及以上，女生连喝4天及以上。每个班里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都这样。年龄在18至22岁的全日制大学生比没有上大学的同龄人更有可能喝酒，喝的酒也更多。这表明大学生活实际上很可能在鼓励大量饮酒。比尔最近给一个在某私立名校刚上完大一的学生做了一次咨询。他告诉比尔，大学里的那些爱社交的孩子都会在周2晚上、周4晚上、周5晚上、周6白天和周6晚上敞开了喝酒。他还说，这些人每天都会抽大麻。过度饮酒不仅会提高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并参与许多危险活动的可能性，还有证据表明它还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海马体中新神经元的发育，进而影响人的学习和记忆功能。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青少年饮酒的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他们喝酒是为了找乐子，现在他们是为了借酒浇愁。这并不奇怪，因为压力在年轻人摄入化学品这件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处于青春期的猴子如果有压力，其酒精摄入量会增加1倍。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当青春期的孩子处于高压状态时，吸烟、饮酒和吸毒的人数都增加了 100%。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要更焦虑。一旦生活失控了，要么去应对，要么就放弃。酗酒是许多人选择的应对方式，它提供了一种强烈的逃避感。一旦孩子喝醉了，他们就会感觉自己更强大，跟外界有了更强烈的联系。它的确立竿见影，但从长远来看，它是灾难性的。食品问题，许多大学生从来没自己买过菜或做过饭，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好好吃饭。非但如此，一旦你感到疲倦，大脑里调节饮食的化学物质就会出故障。前额皮质的抑制功能，也就是那个告诉你别吃了的声音，会愈发衰弱。那些在食堂吃饭的孩子很可能会受进校就胖15磅现象的影响，而且全面的饮食紊乱障碍也通常在大学才开始出现。事实上，有 25% 的大学生试图对抗与暴食症相关的行为以控制体重。饮食失调通常表现为一旦缺乏健康解决问题的机会，就铤而走险地选择固执而不健康的手段，以产生控制的幻觉。兴奋剂滥用，那些没有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但自认为患了这种障碍的学生，经常不受约束地使用安非他命和其他兴奋剂类药物。越拼的学生就越爱用这些药物，因为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这些药能提高学业成绩。兴奋剂的使用者也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大量饮酒以及摄入非法药物。此外，许多学生为了提升自己在派对上的体验，会在已经摄入其他化学品的情况下额外服用兴奋剂。把以上这些加到一起来看，大学宿舍恐怕是交战区之外压力最大和规范程度最差的生活环境了。我们外出演讲时从不回避这种联系。最近我们在一个讲座上收到了一张来自某个听众的纸条。我是一个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兽医。你讲得对，我在大学里看到的几乎就和战场上一样糟糕。在阿富汗，至少我们还有个指挥官要求我们熄灯呢。难怪大学校园中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而自杀已经成为大学生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理查德·卡迪森博士早在2004年就对大学校园内的心理健康危机发出过警告。他的担忧部分基于1988至2001年堪萨斯州立大学学生心理健康趋势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发现，在这13年里，校内与焦虑和压力相关的问题增多了 58%， 抑郁症发病率几乎翻了一番，人格障碍、发展障碍、精神类药物摄入和自杀行为的发生概率也是如此。另有更多的新进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当下的大学新生被调查出近25年来最高的压力水平和最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 44% 前往校内心理咨询中心求助的学生被发现有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而10年前，只有 16% 的来访者才会表现出严重的问题。虽然抑郁症和焦虑症仍然是被转介到校内咨询中心的最常见问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汇报说自己有与压力相关的饮食失调问题、药物滥用问题和自残自伤问题。鉴于许多大学生都被一种对大脑有害的生活方式引领着，他们在大学校园里虚度了4-5年时光，也就一点不奇怪了。理查德·阿伦姆和乔斯帕·洛克萨最近合作出版的一本书名为《教育的迷失》，其中谈到，在参加了大学学业评估的来自24所大学的2300名本科生中，有超过 45% 的人在大二结束时还没有显著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水平、写作技巧水平或复杂推理能力。4年过后，尽管前额皮质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成熟了很多，但仍有 36% 的学生未能在以上方面取得什么显著的改善。虽然阿伦姆与洛克萨将这种学生在智能发展上的缺失归咎于现在的大学太过重视科研而非教学，以及学生喜欢上简单的课程，而且学习的充分程度不够，但学生的大脑已经倾向于如此低效的运转了，而这一事实也跟上述情况同样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当前的情况有很大的隐患，我们俩认为这与孩子在上大学时缺乏自控，以及他们的大脑尚未被锻炼得足够成熟有很大关系。你的孩子究竟有没有准备好搞定纷繁复杂的大学生活呢？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需要足够的勇气。而我们俩希望能有更多父母敢于提出这个问题。在本章中，我们将帮助你以培养孩子控制感的方式，来让你的孩子为上大学做好准备。如果他们目前还没准备好，我们也会为你提供具体该怎么办的建议。但首先，你可能需要先改变自己对大学的看法。大学不能靠混。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大学生活就是一场昂贵的派对。他们通常会因为能出门去上学而兴奋，可一旦我们谈到他们还是要花很长时间来学习的时候，他们却会露出茫然的神情。托德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 SAT 成绩很高，
还考进了美国东北部的一所名校，但他在高中的所有成就都依托于他父母所做出的安排。他们催他晚上去睡觉，在早上又把他拖下床，限制他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还管着他做家庭作业。等他上了大学，没人再给他做安排的时候，一切都崩溃了。托德在第1学期之后，就因为学业原因遭到留校察看，而我们并不对此感到诧异。那年夏天，同样因为学业问题，他被要求暂时离校，并休学1个学期。他还经历了另外2次大学生活的起步失误，不过最终还是凭借来自父母的大量情感资源与经济资源完成了学业。我们每年都会看到有很多像托德一样的大学新生，人已经去上学了，但实际还没学会自觉睡觉与起床，也管不好自己的学业功课和兼职工作，更约束不了自己玩手机、打游戏或参加其他的电子娱乐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基本是靠着父母或辅导员的推动，一路上了大学。对这些帮他们的人来说，让孩子表现优异，要比让孩子明白自己要能为自己做主更重要。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我们对大学的看法。目前，在许多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家庭中，上大学被认为就是靠混，而不是靠拼。比尔经常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他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大学，但我肯定还得让他去。好像这就是上帝所赐予的权利一般，父母应该把送孩子读大学当成买理财产品，因为这也是一项巨大的投资。年轻人的确可能会荒废自己的青春，但这跟没做好准备上大学浪费掉教育资源可完全不同。你是否会在未来4年里，每年都给一家没有良好决策记录的公司投资5万美元？肯定不会呀。因此，你也就不要在孩子没有准备好投身的事情上投入资金了。在美国，进入4年制大学的学生中，有近 50% 的人最终没能毕业。一旦没毕业，孩子内心和家长的钱包都会很受伤。想用2-3年完成4年制大学学习的学生，通常只能选择学生贷款。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父母因为把钱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导致都没有为退休后的生活存下什么钱。这是一次很严肃的财务决策，它对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实打实的影响。小心驶得万年船。他们准备好了，还是尚欠火候？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做好了准备？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后没能准备好上大学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可能缺乏必备的学术技能，可能缺乏良好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调节的技能，或者正在跟焦虑或抑郁抗争，他们可能还没准备好在细节上管理独立的生活。他们可能因为高中4年的全速前进而筋疲力尽，他们可能很容易陷入社交隔离，或者仅仅是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要记住，就像不同的孩子有着不同的身体发育速度一样，他们的大脑也类似。在确定孩子是否为上大学做好准备时，你可以问自己一些这样的问题：你家的孩子能否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来？你家是谁最先开始研究要上哪个大学的？如果某个学生无法独立或在某些必须的外界帮助下完成自己的大学申请和大学论文，那他可能就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大学。有些孩子被过度庇护了，以至于他们大都17岁了，还没有什么要照顾好自己的意识，甚至都不知道要怎样照顾自己。如果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洗衣做饭的事该怎么处理，你难道真的可以让自家的孩子去一个不受管制的环境中独立生活吗？奈德曾经辅导过一个孩子，连找梨是什么都不知道。哦，奈德说，就像个漏勺一样。但那孩子茫然地看着奈德。你知道，奈德用鼓励的口吻继续说，比如你做了点意大利面，做完之后你就把面放在这个沼里里，水就能沥走了。沼里就是个金属做的底部有洞洞的东西。我不会做饭，我家里也没人做饭。这孩子说，
哇，那你家肯定老下馆子。奈德默念道。奈德，这男孩回应道。我家有个专门的管家。显然，家里有管家并不会让一个人失去上大学的资格。但是这个孩子已经被培养成认为什么事对他而言都应该是已经准备好的，所以他就读于佐治亚大学时的情况并不怎么顺利。奈德后来在感恩节假期中又遇到了他，他感慨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简直太蠢了，真是一群白痴。而他本人却在第一学期结束时因考试不及格被勒令退学。他对于包括物品所有权在内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任何概念，一旦他碰见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就会把他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别人犯下的错误。你的孩子足够了解他自己吗？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很难，以及什么东西会影响他吗？他是否知道一旦自己没睡够8个小时就容易有情绪波动？他是否知道如果他感到压力很大，跑步到底能不能让压力缓和一点？他是否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习状态最好，以及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大学里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现在你可以说，人们可以随便找个成年人问问以上这些问题，就能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但具有基本的自我了解水平，照顾自己的意愿，并能在必要时为他人的福祉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些都能帮助你的孩子在大学环境中茁壮成长。你的孩子是否能够做好自我规划，以保障生活平稳有序？他可以让自己按时上下床，并获得充足的休息吗？如果他室友天天熬夜到凌晨4点，那他能否坚持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呢？他可以管住自己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或者玩游戏吗？如果他接触到了毒品和酒，那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吗？如果以上问题中有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暂缓上大学的安排，直到他能在自控方面做得更好。你的孩子在求学方面有足够的自我动机吗？在做功课的时候，他能抗拒某些分心式的干扰吗？他在需要支持时会及时提出来吗？他能否赶上各种作业和约谈的进度安排？他能在某个项目上连着工作几个小时吗？几年前，奈德每周都要跟乔尔见2面。当时乔尔上高中3年级，乔尔的父亲说他从不在1对1指导之外碰一点功课，所以奈德要尽量利用他跟乔尔同处的时间。有一所常春藤盟校，乔尔全家人都是那里毕业的，唯有这个学校能入他的法眼。乔尔非常擅长数学，但语文让他很费力。每周他都会问奈德，你觉得我能考到700分吗？奈德说，我觉得你能考到这个分，而你只需要每天花上几分钟时间学语文，然后就能一步一步地达到这个水平。好，乔尔说，来给我找点事儿做吧。到了下一次会面，他什么作业都没做，来了就问，你觉得我能考到700分吗？就这样周而复始，每次都是这样。归功于他的父母能坚持每周2次带着他来跟奈德见一面，他好歹还是获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等他上大学后，他确实进入了那所常春藤盟校，他过上了靠自己的日子，却连第1学期都没撑下去。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总有这样的父母背着他们的孩子跑完马拉松的前42公英里，然后在他们看到终点线的时候将孩子放下来，让他们自己跑。等孩子越过终点线，每个人都拥抱他们，祝贺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跑完这场马拉松。他们对这次成功并没什么贡献，他们自己内心很清楚这一点。没有辛勤的工作，却拿到了名不副实的奖杯，这并不能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相反，掌控感来自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很多人会为他们的伤疤感到自豪，一如很少有跑者会吹嘘他们的马拉松完赛时间有多短，反而会更多地告诉你，纵然有水泡、痉挛的折磨，
纵然他们在赛程的最后几乎都跑不动了，他们还是冲过了终点。我们的投入与收获的回报让我们变得愈发强大。你的孩子可以自己搞定他的日常生活吗？他能否靠自己跟别人预约见面并做到准时赴约？他能不能自己付自己的交通罚款？他会不会自己洗衣服？他自己能不能按时按量服药？他能不能在社交上做到进退有度？他能不能保管好重要的随身物品，比如钱包和钥匙？许多大学新生每次离开宿舍时都要给爸妈打个电话，但爸妈远在千里之外，他们又能帮上什么忙？他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吗？或最起码先别把钥匙丢了。你的孩子是否采用健康的方法来控制或缓解他的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每个人也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缓解压力。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找到健康的方法来缓解压力，那他肯定就会找个不健康的方法。我们估计，如果学生能有更多的睡眠时间、运动时间和冥想时间，大学校园内的酗酒和抽大麻的情况就会更少。你的孩子精力枯竭了吗？奈德见到过很多筋疲力尽的孩子，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一直身处于跑步机上，永远停不下来。他的学生伊莲告诉他，当我想到我在高中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好成绩，我就觉得自己浪费了4年的生命，我什么有意思的事都没做过。我们其实很担心像伊莲这样的孩子，有许多人会感到焦虑或沮丧，这也会把他们投入一种不安全的环境，进而让他们变得愈发脆弱。其中有些人会患上饮食失调，有些人会靠酗酒来放松自我，还有些人会有自伤自残的行为。这些情况父母没法亲眼看到，所以你那精力枯竭的孩子有没有一种健康的应对机制呢？他知道压力管理的技巧吗？他知道偶尔也该给自己一点休息时间吗？你家的孩子是否具备完成大学水平作业的学术技能？大学生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对大学水平文本进行阅读、理解和记忆的基本能力，这样他们才能完成阅读作业、论文作业，完成习题集以及其他的作业内容。此外，他们还需要有能力去规划、组织和合理安排多项学业任务，并为考试做好充分准备。大学里的巨量功课以及急剧上升的学业期望已经淹没了很多孩子。如果你的孩子需要学业上的支持，他会提出要求并合理利用这种支持吗？许多患有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的高中生不愿意接受学校安排的特殊待遇，比如延长考试时间或使用有声教材。这种倾向也依然存在于大学校园里，因为被提及需要专门帮助，或者要跟专门的导师合作来提高论文水平，会让很多学生对此感到懊恼或尴尬，于是他们就放弃了辅导，并且降低了对课程的投入。你的孩子是否具备管理复杂人际环境的社交能力？对于处于社交弱势群体的学生来说，要同时管理大学里新的学业挑战、大学宿舍里的人际关系和自立生活的相关需求，很可能会让他们不堪重负。许多在社交场合感到别扭或缺少社交技能的孩子，都会在与人交往时踌躇不前。也许他们的确更擅长独立的学习，但他们是否具备发展友谊的能力呢？是否具备跟舍友谈判以解决矛盾的能力呢？如果碰到了兄弟会内的狂欢派对，或者某天喝多了，或者要出门去约会了，他们能否处理好这些社交环境下的压力呢？一旦父母诚实地回答上面这些问题，就会有许多人发觉他们的孩子其实还没准备好上大学，至少当下还没准备好。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的孩子还没准备好，该怎么办？现在上大学的孩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的确很棒。做好准备的孩子总能获得相应的机会。
但是在越来越多的社区里，高中毕业就直接上大学已经成为常态，于是有种观念随之产生：如果你没能直接从高中考上大学，那你就是个窝囊废。这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们都知道，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成长爆发点。比如我们知道，某个根本入选不了校篮球队的普通新生，没准儿在高3的时候能成为队内的明星得分后卫。如果孩子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不管你的意愿有多强烈，也帮不上忙。这事儿只能靠他自己。然而，有许多父母迫切地希望自家的孩子能继续前进。他们毕竟已经厌倦了当首席监督官的角色。有钱的家长并不那么在乎花钱让孩子去上大学到底是不是错误的决定。他们真得缓缓了。大学既是社会认可的一条发展道路，也是让父母稍作休息的一种方式。父母往往并不了解，其实还有其他选项。像德国、丹麦、澳大利亚和英国这样的地方，非常鼓励设置间隔年，专门用于旅行、打工或者在军中服役。在以色列，学生要在军队与国家机构里先干2年才能开始上大学。因此，大量的生活经验和前额皮质的额外2年发育就发挥出了优势。为什么美国不可以这样呢？我俩并不是唯一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像临时计划中心这样的机构正在努力使间隔年变得更加主流。而且玛利亚·奥巴马也决定留出1年作为空档期，这也会强化人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临时计划中心的副主席贾森·萨洛汉表示，有5类学生可以从间隔年中受益。小工蜂，他们考试成绩好，日常成绩也很高。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指像伊莲这样的学生。这些孩子已经在跑步机上连着跑了4年，精力已经枯竭了。追求意义者，他们通常考试的时候成绩比较高， GPA 成绩比较低。这些孩子非常聪明，但他们只有在看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才愿意投身去做。他们想要的是自己行动背后的真正意义。实用主义者，他们往往想要带着更加清晰的目标去上大学。《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作者 G.D. 万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经历过充满动荡的童年，在他不得不通过贷款才能上大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准备好，于是他选择了先入伍参军。奋斗者，他们因同别人在学习上的差异，导致其高中经历被蒙上了阴影。对于大多数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来说，让他们的大脑多花些时间来进一步发展，进而帮助他们在大学毕业时获得成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浮球型孩子指的是没有充分参与过日常生活，并可能在有的地方尚不成熟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在马拉松比赛里被爸妈背着跑了42公里的孩子。他其实还没有准备好冲过终点线，他还没靠着自己完成比赛呢。大多数没有为上大学做好准备的孩子都属于以上5个类别中的一个，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孩子都会从间隔年中受益。我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在高中毕业后会发生怎样的生活变化。凯瑟琳·恩格曼在一篇关于她的间隔年的博客中这样写道：我认为这是我生命的第2章，在这一章里，我的未来我做主。在这一年里，凯瑟琳帮助过猴子重归野外，也去哥斯达黎加爬过山，这2件事都有着奇妙的体验。但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选择间隔年这一决定本身对凯瑟琳来说具有巨大的价值。每天我都在想，这是我自己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我对自己的决策能力和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变得非常有信心。这是我第一次控制了自己的生活，并选择了去做能让自己快乐的事。花时间去脱离自动驾驶的状态，并有意识地做出决策，这能够让人获益良多。
许多选择了间隔年的学生会花时间专注于他们的兴趣所在，在对兴趣有了更深了解的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将这种兴趣转化为职业。还有一些学生则能获得真正的社会经验或从军经历，这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不要认为间隔年仅仅适用于能负担得起让孩子外出旅行的富人家庭，许多间隔年计划实际上是以工作的形式来进行研究。虽然这一年可能不会让你省下太多钱来当退休金，但也不会让你因此而背上债务。事实上，那些采用间隔年计划的人，往往还能通过聚焦他们的关注点来节省开销，因为他们在上大学后通常都能提前完成学业。这事儿听你的，但钱是我出的。现在假设你的孩子铁了心要去上大学了，那你就要有所疑虑了。如果他能拿到全额奖学金或靠自己支付学费，那当然是他自己说了算。但是如果你在他上大学期间提供了一些财政上的支持，那你当然可以合理地认为自己是与之利益相关的一方。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上大学，但如果你想让我对你接受教育做投资，我需要先看到你能达到某些标准，然后再爽快地掏钱。这种立场有理有据，但没有为上大学做好准备的孩子，往往缺乏了解这一点的自我意识。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会在大一开学后过得一帆风顺，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真正做出明智的决定。你可以简单地要求他们向你证明他们已做好了准备，并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他们搞明白事态发展。还有的家长害怕孩子不去立即上大学，是出于另一种担心。如果他们在高中毕业后没去上大学，那他们就不会去上大学了。这在以前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许多17岁的孩子辍学后直接进工厂工作，他们所赚到的钱足够养活一个4口之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从来就不需要上大学，但在今天来看，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作为父母，从来不缺值得担心的事情，其中最让我们揪心的是担心自家孩子有什么糟心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总有父母告诉我们，如果我家孩子上不成大学，他肯定会觉得自己很糟糕。越是周围的亲戚朋友认为孩子上大学是必经之路的家庭，就越容易提出这样的忧虑。为人父母，你没法让孩子的所有失落和压力都凭空消失掉，但你还是可以尽早开始构思规划，寻找备选的替代路线。这将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今晚怎么做？尽早准备。如果你的孩子在6月高中毕业时没有为上大学做好准备，那么等到了秋天开学的时候，他就很可能依然没有做好准备。鼓励孩子做好准备的过程必须再提前一些。在孩子9年级的时候，就要开始跟他提上大学是要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向你的孩子大概描述一下，为了保障他们筹备完好，他们在未来4年里需要培养出哪些技能。告诉他，你希望在他上大学之前，至少能看到他基本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起码6个月。如果你家的孩子想去上大学，并且显得有能力培养出大学水平的学术技能，但其他方面还没有准备好，那么请强调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去，而非去不去。鼓励你的孩子获取一些打工的经验。成功的工作经验对大学生涯的成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如果你的孩子很快就要去上大学了，那就谈谈大学里是个什么样子，以及为了让大学生活成为一种美好体验，他都需要做些什么。跟孩子讨论一下，他认为怎样才是最好的方式，能让家长提供支持而不过度干扰，能让家长跟他们保持联系，又不至于显得无处不在。为你自己的过渡工作做好准备，跟孩子保持联系，
但还是要专注于你自己的生活。要提醒你的孩子，家永远是他的避风港。还要与你的配偶谈谈，你们俩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14章，替代路线，重负下的青少年宣言。你是否知道，在一切事情上都格外卖力，这让人多么紧张，并且你总知道还有别人做得比你更好，而你永远不是最出色的那一个。另外，你有着超级聪明并且超级成功的父母，他们上过哈佛，他们是事业有成的律师。于是你不禁问自己，我该如何取得成功？怎样才能买得起房子？又如何才能组建一个家庭？你这样想，我的父母都很聪明，我被送进了一所不错的学校，可为什么我还是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事情呢？不仅如此，我还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考进名校，哪怕是一所略微不及他们母校的大学，哪怕是一所他们勉强能接受的大学。写下这篇文章的少年是奈德的一个学生，他认为自己通向成功生活的道路岌岌可危，道路两旁俱是万丈深渊。平时成绩优异，考试分数突出，那真棒，你走在一条阳关大道上。几何学上碰到了点阻碍，哎呀，不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种全或无的思维习惯可能产生得很早，并且就算在大学毕业后也能够持续存在。有一次在办公地吃简餐的时候，奈德跟他的一位同事的男友聊了会儿天，他们聊到大学的主题。奈德问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是不是已经上大学了？没有，他很直接地回答，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深造不适合我。奈德愣了一下，随后理解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内化的所有相关信息，比如没上大学的人不聪明，深造只适用于某些人，我没有其他人那么好。好吧，奈德说，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或为世界做出贡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哦，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急诊医疗队员，这哥们儿回答。小小的急诊医疗队员，他的工作可是拯救生命啊。这次谈话引出了一个我们很喜欢问孩子的问题，你认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哪个工作岗位的从业者拯救了最多的生命？虽然可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我俩认为最可能的答案就是医疗卫生工作者，而急诊医疗队员则是接近首位的职业。我们不妨这样想，当身处危机，你最希望下面哪个人及时出现提供帮助？ A. 投资银行家， B. 律师， C. 神经心理学家， D. SAT 指导师， E. 急诊医疗队员。没错，我们觉得就该这么想才对。让年轻人保持健康控制感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他们对成人世界狭隘而扭曲的看法，以及对成功和享受生活所需的条件的错误认识。我们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已经讨论过了，这些观点助长了恐惧感和竞争性，他们会影响成绩优异的孩子。对于他们而言，对成功之路的刻板看法会招致不必要的压力感、焦虑感和心理健康问题。他们也会影响成绩不佳的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年轻时就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功，所以压根儿就不想做任何尝试。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都有过一种很让人丧气的自我对话，他们跟自己说，我必须要 X、Y 和 Z， 但我又做不到。或者我必须要 X、Y 和 Z， 但我讨厌这么做。这些孩子对成功所需要的内容有着深刻的歪曲，这种偏见有时来自他们的父母，但也可能来自学校或其他同龄人。无论是潜移默化还是被动植入，他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不是拔尖的好学生，他们就会成为窝囊废。
然后在50岁的时候还要在麦当劳打工。真实情况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成功是因为在某样我们既好接受又愿意投身于其中的事物上足够努力。我们需要这样告诉我们的孩子，成功的学生所需的技能，其实在很多方面与那些能够带你获得成功事业和美好生活的技能有着很大不同。要想当一个每门课都拿 A 的学生，从定义上看，就需要有非常高的对各种规范的服从度，而这其实并不是通向伟大成功的途径。能拿到 4.0 的 GPA 成绩，也能说明这个人差不多擅长所有科目，但这种擅长未必能转化到现实世界中去。我们需要跟孩子强调一下，其实大多数成功人士都不是科科高分的优等生。事实证明，哪怕是在高中毕业式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表感言的人，在将近30岁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比其他读过大学的同龄人更成功。能力并不能简单的为成绩所衡量。不过别曲解我们的意思，做一个好学生并在名校拿到学位显然有其好处，但的确还存在其他的人生道路。一旦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一条路上，就会让很多孩子感到遭遇了冷落。真正的现实，每当要结束他的牧场之家好伙伴系列节目时，电台主持人加里森·凯勒都会说，好的，接下来是一条来自乌比冈湖的简讯，那里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帅气，所有的孩子也都不一般。他这种温柔的幽默恰到好处地说明了问题。我们都想自家的孩子优于平均水平，却忽略了每个家长其实都这样认为的简单事实。不可能每家的家长都是对的。由于我们俩的职业就是评估孩子，所以我们知道孩子中总会有1/3的人在数学技能和语言技能上的水平要低于另外66%的人。然而这1/3的孩子里有很多人正在为上大学做着相关的准备工作，却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在应对既要概化又要量化的任务时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对许多人来说，必须拿到大学学位这一想法其实是一种有害的信息。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无论多么努力，都根本无法完成4年的大学标准任务。我们应该交流一下现实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生活在错觉之中。你看，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大学文凭，虽然每年的统计数据有所差异，但研究结果表明，几十年来成年人口中只有25%到32%的人拥有4年制大学的学位。许多完成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学业的人，在追求学业成就的过程中走过弯路。许多当年是优等生，后来又成功创业过的成年人的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如意。你上不上大学，以及你去哪上大学，都不能为你的生活设下不可更改的路径。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这3个人，可能是最知名的大学辍学生了吧？还有些人只上过还可以的大学，但还是能出人头地。比如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他当年上的是马里兰大学。在最近20几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科学家中，不仅有本科就读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的人，更有德堡大学、圣十字学院和盖茨堡学院培养出的才俊。最近退休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走马上任去了丹尼森大学，那只是俄亥俄州的一所小型文科学校。追随你的激情所在，这要比勉强自己投身不做不行的工作更能让你活力充沛。目前在美国有超过3500种职业供所有人选择，而其中的许多岗位并不需要大学学位。多样性的美德，因为有了民众才能的多样化，社会才得以茁壮成长。生物多样性也是健康的生态系统的标志。我们需要梦想家、艺术家和富于创造力的人才，我们也需要企业家和开拓者，我们还需要身体强壮的人，以及各类能工巧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
如果你拿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那么他这一生都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正如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所指出，智力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和自然探索智能。换句话说，你可以既是一个差学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舞蹈家。没准儿你各种能力普遍都表现平平，但唯独在觉察分析他人情绪方面非常出色。关键是要找到你的强项所在。我们发觉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高中里面尤为普遍。一个孩子只有在方方面面都优秀，从语文课到科学课，再到外语课，样样都好，人们才会认为这个孩子将来能有出息。而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个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比较强的人，简直太难了。这就使得做最棒的学生这种目标，直接意味着要不断地拿自己跟他人做比较。这有时的确能起到知耻而后勇的效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么做反而会让人的动力进一步流失。变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知道了何时放手，以及学会取舍。比尔经常跟他正在评估的大龄儿童和青春期少年这样讲：我希望我能找到你玩不转的东西，因为真正成功的人总是有他擅长的领域，同时也肯定有短板，但他能明智选择投身到擅长的领域，并以此为生。换句话讲，你的成功之路不可能靠着不断扶持最弱的技能，直到把它打造得足够出色来达成。许多学生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奈德有一个叫大卫的学生，奈德给他的建议中有一条是告诉他，少年时代的任务不仅有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探索他在哪些方面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擅长，还要在这些方面多加投入。大卫表示不敢苟同。这不太对吧？大卫问。就捡容易的事做，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奈德这样回答他，你看，你身高1.7米，体重有80千克，所以你才能在橄榄球队里当跑锋。可让你跑马拉松，你肯定跑不下来，因为你就没这个底子。奈德并不是暗示大卫要放弃他生来不擅长的所有事物。在学校和生活中，毕竟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必须掌握的，即使是在很难学的科目中，也有着必须学会的知识。但是识别和培养你的天赋所在，这肯定很有价值。一大孩子跟父母讲，我没艾瑞克那么聪明，或者数学课上别人学的都比我好。许多家长会试着这样安慰孩子，不是那样的，你跟他们一样聪明。比尔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告诉孩子，你只需要在全世界你感兴趣的领域中够聪明就可以了，而你本就如此。他还告诉他们，在他所从业的领域里，他其实很感激那些比他还要聪明的人，因为是他们构建了相关理论，编制了测评的工具，是他们使他有机会靠帮助别人为生。击破乌合之众。比尔曾评估过一个8岁的男孩，他妈妈跟比尔讲，他儿子必须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布朗大学，否则他就不给孩子出学费。比尔以为他在开玩笑，笑出了声，但这位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他说的是真的。比尔尽力把话说得委婉，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么想有点不对劲？因为其实绝大多数成功人士其实也没上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布朗大学。这位母亲显然被激怒了，说，反正我就这么想，这事儿就得这么办。许多人所持有的信念跟实际情况之间全无关联。许多人，尤其是不缺钱的成年人，都有我们所提及的这种毫无根据的信念体系，这被称为共同妄想。学校本该比父母更能领会这一奇怪的现象，毕竟学校每年都有几百个孩子进进出出，可他们却常常支持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问过公立高中的校长和私立学校的高管，你们为什么不能把上大学的真相告诉孩子呢？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上什么大学对他以后的生活影响非常小，而且也不能预测成功与否呢？他们一直这样说，要是我们这么说了，我们会接到大量生气的电话，收到一大堆愤怒的邮件，因为父母认为一旦孩子知道了真相，他们就不会在学校好好学习了，进而在生活中也被划入失败者的行列。我们已经发现，只要简单的把世界的真相告诉孩子，就能增加他们的灵活度和动机水平，这能激励那些缺乏动力的孩子转移认知重心。以前是要成功就得上刀山下火海，现在是为了给整个世界做出重要的贡献，我可以从许多种让自己成长的方法中选上那么几个。当我俩与朋友、同事聊到学校里的替代路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比如给他们家修车的技工师傅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博士学位，但他很满意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许这位师傅没上过大学，但他活儿干得非常漂亮，于是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雇了12个机械师给他打工，所以才32岁就退休了。或者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们的某个朋友有2个博士学位，但当年上高中的时候还退过学。真实的轶事往往比统计数据更加有力。为了对抗相当一部分人的错误认知，我们将在本章剩下的部分来讲几个我们最喜欢的故事。这些人是怎么通过反传统的形式追求到幸福与成功的人生的？比尔本人就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线，最终走进了神经心理学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先从他的故事开始。比尔，我当年以 2.8 分的成绩从高中毕业，比起学习来，我对摇滚乐更有兴趣。高3学年一开始，我英语就考了个不及格。可在我19岁的时候，在知识方面的兴趣发生了转变。我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了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英语专业的硕士学位。我原本打算在26岁时拿到博士学位，随后成为斯蒂克斯鲁德教授。天不随人愿，我深受焦虑障碍之苦，也缺乏自信，还可能存在滥用咖啡因的问题。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里，我最擅长的就是什么都不干。我上了半年学，连一篇作业都没交过。不出所料，研究生读不下去了。我无比难过，也很担心，觉得我的未来彻底完蛋了。后来我回到了西雅图，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但很快就被炒掉了。可能是因为我的焦虑让其他跟我一起工作的打字员感到紧张吧。随后我找了一份要参与手工劳作的营生，在仓库里手填订单。回想起来，那可算不上我生命中的美好时光。我在工作之外还有很多闲暇时间，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和我那4岁的侄女儿一起玩。我记得第一次带她坐公交车，在车上听她问的问题，听她怎么回答我的问题，特别有趣。我回想起我生命中的过往经历，每当我们家跟其他带小孩的家庭外出度假的时候，虽然当时的我不喜欢承认这一点，但我的确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这让我有了要做接触孩子的工作的想法。我开始修习教育学课程，最终获得了学位，成了一名老师。我继续深造，获得了特殊教育学硕士学位，并走上了教师岗位。我做全职教师的头1年，每周一都犯头疼。如今回想起来，我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我虽然有一些当老师的优势，但我这个人的行为管理能力很差，所以在应对一群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时会有很大的压力。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我要继续做与孩子有关的工作，那就必须换个环境。32岁时，我完成了学校心理学课程的研修，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临床神经心理学博士后。这43年来，我再没回过头。自从做全职老师那1年后，我再没头疼过。我在离开伯克利的6个月内就意识到，离开那里可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一件事了。当你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的时候，通常事物就会重组成为能发挥作用的形式，
而这往往是我们没法事先预料的。罗宾在马里兰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从初中开始，他就是班上的佼佼者，同时还是学生干部。读8年级的时候，他成功地得到跳级的批准，直接升读9年级。随后，他在1个学期里就完成了9年级的课。第2年夏天，他开始游离于标准发展路径之外了。他怀了孕，又和孩子的父亲私奔，住在群租房和又脏又乱的酒店里。他最后只拿到一纸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又跟他那10几岁的丈夫离了婚，随后很快再婚了。她的第2任丈夫是个控制欲很强、很冷酷的医生。虽然她是一个小男孩的母亲以及另外2个孩子的继母，但她还是找到了一种方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基恩州立学院上了大学，并在27岁时以 4.0 的 GPA 成绩毕业。她一直对精神修行感兴趣，因此她递交了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入学申请。让她惊讶的是，她竟然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她上了1个学期的课，随后便意识到，如果她想要有足够坚实的经济基础来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必须更努力地养家糊口、谋生活。于是她攻读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并在企业里找了一份培训与发展专员的工作。等罗宾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不久之后，她遇到了现任丈夫彼得。如今，她已度过了幸福的24年婚后生活。在职业发展上，罗宾也有了新的转变。她不喜欢企业里面的环境，于是转而学习了瑜伽和舞蹈，并出版了一本关于女性心灵成长的著作，专门向处于危险环境的女孩教授瑜伽和冥想技术。在短短几年内，他又开始接待患有急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创伤性脑损伤的现役军人。他为瓦特里德国家陆军医院里的士兵讲授瑜伽和冥想技术，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个叫做自在勇士的组织，专门训练瑜伽老师，教他们在考量了创伤事件与军队文化的情况下，面向士兵传授瑜伽和冥想技术。这一组织已在全球范围内培训了700多名教师，并且目前每年能为大约1万名现役军人提供服务。布莱恩是一个来自华盛顿特区郊外的聪明小孩，对他来说，上学就是上刑。他在10几岁时跟父母冲突不断，父母管他管得很严，但布莱恩总是想方设法躲着他们走。他对妹妹很冷漠，还熬夜听音乐，主要就是要吵得父母不能睡觉，逼得父母不得不来找他的麻烦。布莱恩16岁的时候，在学校里表现很差，还很仇视学校，也没有花任何时间去学习或发展什么学业能力。他的父母又不想让他辍学，索性把他送进了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所寄宿学校。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不比他的父母更擅长管孩子。布莱恩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成功私奔，逃到了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他和女朋友的工作都仅仅能达到最低收入标准。最终，自由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单调乏味的苦差事还是让他妥协了。布莱恩想去佛罗里达州的一所社区学院上学，他的父母也同意承担他的学费。在那里拿了一些学分之后，布莱恩申请了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的长青学院，后来在那里获得了教育学的学士学位。布莱恩后来还拿到了教育硕士学位，目前他已经是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的一名高阶教师了。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一路深造这种标准路径并不适用于布莱恩，但他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让他能够获得快乐又令人满足的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奇怪的是，他自己曾经死活都不好好学习，如今他走了一圈，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孩子能在学校好好学习。彼得是身处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中的一名普通学生，在先后待过5所不同的高校后，
他最终毕业于中西部地区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并获得了英文学士学位。因为他没有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而他又总是喜欢烹饪，所以他开始当一名打短工的厨师，并追求起经营自己餐厅的梦想。多年来，彼得在餐饮行业干过很多工作，包括服务员、领班、厨师和主厨。他甚至还开过热狗摊。后来，彼得开始在一家连锁餐厅工作，并担任基层经理，于是就有了采购物资的经验。这项工作非常适合彼得，他这人很擅长算数，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达成双赢的谈判成果。很快就有一家开了3个分店的初创连锁餐厅找上门来挖他。彼得的采购工作给他的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把公司的一部分股票出让给了彼得。公司最终上市时，已经在全球拥有了超过300家分店。彼得在专业领域和财务领域都做得非常好，同时他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多少10几岁的孩子曾梦想过长大了要给一家大型连锁餐厅当采购负责人？但对于彼得来说，这就是最美好的生活和事业。本曾在学校里学得很费劲，而且到今天都还记得，当年的科学课和数学课对他来说格外困难。他很难激励起自己去做功课，而他的 GPA 分数低于 1.0， 差点没能高中毕业。不过他几乎擅长各种艺术类课程，上7年级时的书法课则给他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他的父母都支持他采取不同于主流的方式，去探索以艺术为中心的中学生活。本的哥哥在一项2年期的项目中学习了电影摄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起点，在洛杉矶混得风生水起。而本虽然参加了另一个为期3年的艺术课程，却没有完整的学下来。纵然如此，他也掌握了足够的技能来开展一系列的平面设计工作。期间，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吸引他的行当——品牌推广。本在29岁的时候就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品牌军队。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本从未获得高等教育的学位，但他有许多像乔治梅森大学和乔治城大学这样的客户。本和他哥哥都追随了自己的激情所在，也都非常成功。他们现在赚的钱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正如他们的父亲所说，我从这件事里学到的是，如果你看到孩子是朵火花，那就要把汽油倒上去。拉克兰从上幼儿园的那一刻起，拉克兰就喜欢修修补补。比起修习，他更乐意修复教室里破碎的物品。在中学阶段，他就用自己的智慧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他却缺乏做完作业的能力。他同时还表现出了叛逆的个性。上8年级的时候，他用短路的方法破解了学校的铃声系统，只要他想上课了，按下按钮就行。他还绕过了学校的安保系统，以便他和朋友可以随时进出学校。16岁的时候，拉克兰在壳牌工作站上班。他一开始只负责换轮胎和加油，但没过多久，他就当上了负责拆解汽车与重新组装的机械师。他离开了家，还逃掉了高中里的绝大多数课程。等到11年级结束的时候，他的 GPA 分数才刚刚 0.9， 但他还是成功地获得了高中文凭，开始干起音响工程师的工作。21岁时，他签下了去肯尼迪中心上班的合同。他为那里的歌剧院和音乐厅设计了整套音响系统。最终，他转行搞起了电视工程。虽然他之前没有什么相关经验，但他还是努力工作，学东西学得飞快。凭着他的兴趣、才能和奋斗，他终于遇到了有知遇之恩的贵人。于是，他开始为全美电视网络做工程管理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10年后，他得到提拔，当上了工程主管。显然，拉克兰拥有着非凡的才能，但他也知道做什么活大家才愿意为之付费，并能集中精力磨练自己的技能，以达到力所能及的最佳水平。
美乐蒂。从很小的时候起，美乐蒂就不喜欢上学。幼儿园和1年级的时候，她就只是偶尔去趟学校。等到5年级时，她向父母宣布，她再也不想进学校了。虽然她那时只有10岁，但美乐蒂的父母对女儿很有信心，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想留在家里自学，他们也觉得没问题。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他们告诉她。如果想当教授，那很好；如果想当吉他手，那也很好。只要确保你正在努力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好。这条消息解放了美乐蒂，她从父母对自己的信心中获益匪浅。她回到学校读了6年级，还继续读了几年。读到10年级的时候，她又打算离开学校了。她的父母让她自己做出了决定，于是她最终决定在家里完成学业。美乐蒂是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而好奇的孩子，这使得在家学习对她非常有用。但她也有远大目标，想着以后能继续上大学。她认识到，如果她的目标是上大学，那她最好能回到学校读完11年级和12年级。她最终上了斯坦福大学，并在短短3年内毕业，之后工作了10年，然后又去了法学院继续深造。多年以来，她一直都是西雅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美乐蒂觉得父母给她的自由非常宝贵，他们相信并非只有一座独木桥才能通往美好生活。他们让我知道，没有什么强人所难的抉择，你可以决定不上5年级，如果你决定要中途离开，那你也可以离开，这没什么关系。你并没有把自己置于一条无法逆转的道路。当下你做出的决定并不会影响你的一生，你总还有机会去纠正的。有趣的是，虽然美乐蒂很赞赏她父母的做法，但她没有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延续这种做法。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说，我觉得自己想上大学，我想先休学1年。我们并没允许，因为我们很担心他要干什么呀？这可能会让他脱离正规，也许他将不得不重新申请大学，也许他就上不成大学了。我们当时并没有倾听他说，我不想这样做，我还没准备好。如今我还是感到有点后悔。但是关于替代路线的问题，父母经常会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达成成功充实的生活总有不同的替代路径。其部分原因是父母很难将他们的自我与孩子正在做的事情完全分开。有些人一旦他的自我被剥夺，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顾虑。以下这些话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我们如何回应也附在其后。走标准路径的人能赚到更多的钱。其实那些聪明、守纪律，并因此上完4年大学的人，的确可能会更成功。但无论他们是否上了大学，他们依然很聪明，也依然守纪律。谁敢说就是学校里的教育让他们聪明守纪律的？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山洞专家麦克罗威就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挑战那种只有上完4年大学拿了学位才能获得成功的想法。在该基金会的网站遥不可及上，他用3个极富杀伤力的句子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学生贷款额高达1万亿美元，失业率屡创新高，有300万个好工作，可似乎没人稀罕。随着现在的中产阶级越发萎缩，上大学难道不会更重要吗？你要是连大学都没上过，雇主看都不看你一眼。我要说这么几点。首先，考虑到机器人技术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新技术的影响，没人能预测5到10年后的工作场所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新员工需要有技能，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技能需要以什么样的教育为前提。还记得做平面设计的本吗？他说他不愁没工作，因为他知道其他人需要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他知道做什么东西才有用，这可比有学位更靠谱。也就是说，拥有学士学位当然有很多好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孩子都能上大学，都能顺利毕业。
但是我们最不想做的是错误鼓励了许多没法上大学或完成学业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他们认为没文凭就意味着自己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关于金钱、职业和幸福，论证金钱和成功之间的差异，并不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之中。然而，我们确实认为这有助于让孩子知道，虽然收入水平和自我报告出的幸福感水平高度相关，但是这种相关性在非常低的收入水平上要比在高收入水平上强得多。与此同时，只要超过一个很低的财务舒适度，收入增加和幸福感提升之间就没有相关性了。我们并不打算挡着孩子赚钱，我们只是希望孩子能根据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深思熟虑地做出有关自己生活的决定。我们在本章中讲了几个替代路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是九牛一毛。了解其他人的生命旅程可以极大地增强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希望这些故事只是你收藏的起点。为此，我们还建议你阅读以下书籍。这里每一本书都谈到了幸福生活中所能碰到的各种转折。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让工匠精神回归的作者是马修·克劳福德。这是一本来自摩托车维修店老板的反思录。这位老板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哲学博士，会在书中探讨靠双手亲力亲为的工作与做生意有着怎样的价值。耕种、食物、爱情，作者克里斯汀·金博尔。克里斯汀是一位上过哈佛大学的纽约记者，但她已经把之前的世界抛在了脑后，与丈夫一起经营了一家农场。她承认，我被迫去面对自己曾经的偏见。我当时带着混沌的想法来到农场，认为蠢蛋才做这么具体的工作，聪明人做的都是抽象的工作。让天赋自由，作者肯·罗宾逊。肯是一位富于远见的教育顾问，他认为与生俱来的天赋若能和个人的激情加以融合，就会迸发出影响生活和工作的魔力。最后，你可以帮孩子保持控制感，指导他投身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的最好方法，就是教他自问如下2个问题：我真正喜欢做的是什么？我能比大多数人都做得更好吗？就这么简单。今晚怎么做？与你的孩子一起列一份清单，上面有你们能想到的所有的不同工作，不仅仅是那些你或孩子感兴趣的工作，而是所有真正有人从事的工作。这些人可能喜欢自己工作的哪些方面呢？他们所擅长的又是什么呢？与你的孩子分享本章中提到的替代路线的故事，再给他讲讲你所知道的类似的故事，并问问他是否也知道同样的故事。对你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惊喜或失望，保持开放的态度。对于你的父辈与祖辈对你的影响，也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对于你自己身上发生的转变，同样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奈德的曾祖父曾在股市上赚了不少钱，后来家道中落，从镇上最大的房子搬进了一所小公寓。不过后来又2度发家，搬回了老宅子。即使是成功人士，也有起起落落。这件事帮助奈德有了这样的领悟。与此同时，奈德也理解到，这种从困难中复原的弹性也是自己的一种家族传统。问问你的孩子，你喜欢做什么？你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擅长什么？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问问你的孩子，你觉得自己想为周围的世界做出什么贡献？你能采取哪些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呢？鼓励你的孩子去找一个人生导师，这个人有他们所钦佩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帮助和指导他们。孩子往往更愿接受父母之外的大人的指导。展望。比尔曾经接待过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是一位职业段子手。一天，他坐在比尔的办公室里，跟他讲，很多时候吧，与其说是我们培养孩子走上台前，不如说是要让父母自己引入幕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想建议你做的，真的就是这件不简单的事。的确，在实践中有太多的困难，我们要信任孩子能自己做出决定，还要信任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忽略掉那些让我们过度保护孩子免于伤害的压力，甚至要求自己别太多干涉孩子的生活，这都需要足够的勇气。除此之外，直面谈及未来时所产生的恐惧感也需要勇气。我们还要秉持谦卑，承认自己并不总是知道到底怎样才能让孩子的获益最大化。我们还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去专注于我们自身，包括我们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这也是养育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要素。尽管以上这一切都非常困难，但就目前来看，试图控制那些我们根本无法做到的事，还要难上加难。如果你能按照我们在本书中的建议去行动，你就能摆脱束缚，更高效地为人父母。我们所谈及的一切，从脑科学到如何采用备选计划的方法逻辑，都是为了帮助你成为一种楷模，并让孩子带着对这种楷模的认识步入成年。作为一个成年人与你相处，以及进一步感知他们自己。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人们会忘记你说的话，人们会忘记你做的事，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想想吧，你期待让孩子在你身上得到怎样的感受呢？爱、信任、支持、包容，不管是什么，让他来引导你前行吧。